沈飞一行人要离开的时候，他竟然看到这寺庙附近还有几处小房子。乔山，那里是什么地方？看着不太远。夫人，那是霄云观。哎呀，这宝华山怪有意思的，不仅有寺庙，竟然还有道观呢。夫人，要过去吗？不用了，我对道观不感兴趣。夫人，我听说霄云观的张道长也很厉害的，在长安城也是很有名的。沈飞只是轻轻地哦了一声，没说别的。夫人，你好像对道观的印象不太好啊。那倒是也没有，不过我听说道士都是会炼丹的，这个张道长也会吗？乔山不动声色地打探道。夫人对丹药也有了解不成？了解一些，大部分的材料我还是知道的。夫人，你还懂丹方，真是太厉害了。这又不难，就和寻常的药方子差不多，加入一些人参、黄芪、当归、枸杞等物，主要是用来调养气血用的。夫人，听这方子似乎和医馆开的药方差不多呀。如果只是这些中药还好了呢，但是很多道士炼丹的时候会加入一些矿物质，例如硫磺、雄黄、朱砂等。乔宇，你想想啊，这些东西吃到肚子里能消化吗？夫人，我听说还有金丹呢。这个就更可笑了，这个金丹都是称长生不老的丹药，可是我觉得这就是催命符。金丹都是通过炼制铅、汞等药物制作而成的，铅和汞都是有毒的，人吃多了也就活不了多久了。不过乔宇，你也不用担心，一般想长生不老的人也就是宫里的人了。沈飞就是当笑话说的，可是小福宝和乔山的脸色都难看了起来。乔山则是心里很震惊，他曾经是在皇上身边的，知道的自然更多。他是知道皇上有服用丹药的习惯的，不能说当今皇上有这个习惯，只能说历朝历代皇上都想着能长生不老，服用金丹的不在少数。夫人，这金丹的危害真的那么大？那当然，你们是没见过，不知道铅和汞长什么样，回去拿给你们看看，你们就明白了。沈飞的这一番话还是让乔山很震惊的。他见沈飞不似作假的样子，也知道他没有说谎，而且他并没有说皇上有服用金丹的习惯。不过如果金丹真的有危害，那皇上岂不是危险？沈飞带着小福宝到家的时候，竟然发现武丹和武阳都在家。武阳，这时候你怎么在家？是唐之灵回来了吗？是，侯爷在后院。沈飞奇怪了，唐之灵这个时间应该在上班啊，怎么会回来呢？沈飞无暇顾及小福宝，提着裙摆就往后院跑去。唐之灵，你怎么了？唐之灵听到喊声愣了一下，然后又快速地把脑袋扭到一边，用手挡了一下脸。但沈飞还是看到了，他走了过去。你的脸是怎么回事？你和人打架了，还是你挨揍了？唐之灵很尴尬，不想解释。疼不疼啊？瞧瞧，都出血了，会不会留疤呀？没事的，不疼。我最喜欢你的脸了，要是留疤可咋整？唐之灵想要翻白眼儿，不过有沈飞这么打岔，唐之灵又没那么生气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说说呗，看看我能不能帮你报仇。小福宝刚进屋的时候就听到沈飞说的这句话，他现在已经会走了，但走的还是不稳当。他一边走路一边扬着小脖子看着沈飞和唐之灵，一下子就看到了唐之灵的乌眼青，谁知道没看着路，啪叽一声就摔在地上。唐之灵急忙起身把小福宝抱起来。摔疼了吗？小福宝看着唐之灵脸上的伤也有些心疼，他伸出小胖手摸了一下唐之灵脸上的伤。疼不疼？真是我的乖儿子，都知道心疼我了呢。沈飞好奇地看着唐之灵，他觉得这小子有问题，被打了还这么吞吞吐吐的。好吧好吧，我告诉你们原因。于是唐之灵就把今日遇到的事情说了一遍。原来唐之灵会遇到这事还和沈飞有点关系。现在已经入秋，粮食马上就要收割了。唐之灵管着屯田司的事，百官的植田都是屯田司管理的，种子也是统一发放。往年众位官员的植田种植的都差不多，也没有人有意见。可是今年工部为了实验，肥料和种子是有区别的，
而且做实验的植田也只能拿自己一个部门做实验。做实验就是可能大丰收，也可能颗粒无收。要是颗粒无收，其他官员可能也不会在意。但是今年大丰收了，那些高产的粮食都在田地里明晃晃地摆着呢，不是实验田的官员自然是不干了。加上也不是所有人对唐之陵抱着善意，见他升职这么快，也是有人不服气的。在有些人的挑拨下，朝廷的几个部门的人就都打起来了。唐之陵，你说你们打群架了？那你们都谁动手了？是你们这些虾兵蟹将打起来，还是尚书和侍郎大人也加入了？怎么可能啊，都是我们这些官职比较低的官员。也是，贾尚书都一把年纪了，老胳膊老腿了，也不扛揍。沈飞还是不相信，他总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哎，到底是谁先动的手啊？我总感觉不单单是你说的那个原因。是我。啊？沈飞和小福宝齐齐地看了过去。小福宝心想，自己这点斤两自己不知道吗？沈飞则是星星眼，他喜欢有血性一点的，太孬了可不好。此时皇宫内，萧贵妃的寝宫，娘娘，你一定要给你弟弟做主啊！你看看这好好的脸伤成什么样子了。娘，你别急，说是怎么回事，我一定帮弟弟报仇。我就不相信这大禹朝还有人敢动本宫的弟弟。大姐，你一定要让姐夫给我报仇，好好的惩罚唐之陵那兔崽子啊！唐之陵，不久之前被封为县侯的那个。娘娘，就是那个给工部想了治兵的方子，抢了咱们家生意的那个人。现在治兵的方子泄露，咱们家再也不能赚这独一份的钱了。大姐，唐之陵根本就没把你放在眼里，明知道我是你弟弟，是当朝的国舅爷，还敢对我不敬。大姐，你一定要帮我收拾他呀！萧成会看不上唐之陵，也是看不上他，明明就是国公府的庶子，就敢这么嚣张。还有这半年来爬得这么快，他隐隐地听到一些风声，知道是那个原因，就气得不行。他姐姐可是贵妃，都是皇上的女人，比那个寡妇差啥了？于是就讽刺了唐之陵几句，谁知道那小子就动手了。萧贵妃想起来了，她记得这人，还有他夫人好像还挺招太后喜欢的。本来她想借着太后的手把这沈氏弄进宫里修理一番，可是皇上最近看上了2个新人，加上后宫又有2个妃子怀孕，皇上竟然还很重视。萧贵妃忙着争宠，就把收拾唐之陵一家这件事给忘了。成帝，你随我来，咱们去找皇上评理。好，大姐，找姐夫给我做主。于是萧贵妃就带着弟弟往勤政殿走去，谁知道2人在到了大殿外面，就被大太监冯保拦了下来。贵妃娘娘，皇上此时正有要事在忙，不能见你。冯公公，真是好大的架子呀，竟敢阻拦我！贵妃娘娘，皇上正在见朝中大臣，真的不能被打扰。冯公公，你最好说的是真话，否则我是会告诉皇上的。娘娘，皇上这会儿确实在忙。萧贵妃本是雄赳赳的来告状的，现在这么灰溜溜的回去，也是很不服气。萧成没有办法，只能不甘不愿地跟着离开。此时勤政殿里，几位朝中大臣也是蔫头大脑的，一个个脸上都是尴尬得很。太常卿萧宏卓也站在下面，不敢开口。他心中也是恼怒，好好的一步棋就这么被儿子给毁了。萧宏卓早就想对付唐之陵了，他也花了一段时间了解唐之陵还有唐侯府的产业，本想在生意上给他们加点教训，可是调查下来，这点产业真是不够看的，都是一些上不了台面的东西。唐侯府虽然在京城开了个福宝斋，但也就是卖一些绿叶子菜，偶尔再卖点猪肉。萧宏卓是3品大员，加上他女儿又是贵妃，平日里是很傲慢的。于是他就放弃了找唐侯府生意麻烦的想法，转而想搞掉唐之陵的官职。谁知道本来已经都要收网了，却让他儿子给破坏了。皇上看着几位老臣也是很无奈，大禹朝建立这么多年，还是头一次在皇城内发生朝臣打群架的事。贾尚书，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启禀皇上，老臣有话要说。要说起来，今日之事真不是我们工部的责任。工部研制试验田的事情，老臣在开春的时候就已经和皇上禀报过了。新型肥料是第一年实行试验，还不知最终效用，所以我们工部才在自己的植田上实验。真的不像司农司说的那样是假公济私啊！启禀皇上，臣也有话要说。准。皇上，据微臣所知，屯田司的唐员外郎家去年的冬小麦就是大丰收，还有京城福宝斋的青菜，在去年冬季就在京城火爆了。这说明唐员外郎家早就知道粮食高产的法子。可是今年朝廷官员的植田竟然没有一同被对待，只有工部各位大人的植田粮食高产。老臣觉得没有冤枉工部。甘大人查得这么清楚，难道不知道福宝斋是唐员外郎夫人的铺子？而去年粮食种进去的时候，唐员外郎还没和沈氏成亲，唐员外郎也还不是屯田司的官员呀。不管两人是否成亲，粮食高产是事实，屯田司没有一视同仁也是事实。甘大人，你是真会胡搅蛮缠啊！我们工部今年试验田的事儿，也是在唐大人家粮食高产后才向沈氏请教过的。可这没有经过试验，那种肥料怎么敢给所有官员的植田使用？如果不经过试验贸然使用，毁坏大片良田，造成大面积的粮食减产，甘大人会替我们工部负这个责任吗？这关我们司农司什么事？这人就是耍无赖，这个老甘就是嫉妒他们6部受重视，九卿的权力被削减了。他也不想和甘大人打嘴仗，看着皇上道：皇上，这就是司农司的人主动挑起纷争，和我们工部无关啊。皇上，工部假公济私，不仅仅是我们司农司不满，就是萧大人和陈大人也有意见的。启禀皇上，臣也是知道这中间的缘由。要是真如贾尚书所言，还是在试验阶段，那我们兵部可以理解。现在虽然粮食还没有收割，但是高产是显而易见的。臣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是能把高产的肥料推广开来，让更多的田地使用上。陈爱卿说的是，贾尚书，你们工部把试验田的事情整理成册，到时候可以全国推广。微臣遵旨。萧大人在心里叹了一口气，他早就猜到会是这个结果。这件事这么早曝光，完全是起不了任何作用，都是家里的臭小子坏了他的大事。如今想用这事把唐之陵搞下去是没希望了，就是不知道好好的唐之陵为什么会和萧成打起来的。会不会是唐之陵有所察觉，自导自演的来了这一场戏，把整件事情提前曝光？你这小身板儿还敢主动动手？对方是谁啊？有没有你壮实？唐之陵想到萧成，狡黠一笑，谁料乐极生悲，牵扯到脸上的伤。疼，疼你就别笑了，看你这样，对方应该也没占到便宜。其实啊，今日的这场群架，除了萧成自己找揍之外，还是我故意而为之的。小福宝听到这样，往床榻上爬的小身子都停下来了，他也是竖着小耳朵听着，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小福宝不知道现在的自己有多好笑，他穿着开裆裤，后面露着屁股蛋子，半趴在床榻上，双腿还都离开了地面，就那么耷拉着，属于是上不去下不来的状态。沈飞和唐之陵正说着话，谁都没有注意到小福宝的窘境。乔杉在外面确实看到了，但是侯夫人和侯爷在说小话，他怎么能贸然出现？虽然他现在也是偷听。乔杉觉得自从自己来到唐家，他每日要向皇上禀报的消息卷宗都老长了，还有每日要吃的瓜和唐家闹的笑料，他都能吃到撑。飞！沈飞这才注意到他的胖儿子卡住了。
沈飞觉得好笑，一把托起小福宝的小屁股往上一推，小福宝借助这份力量，一下子就窜到床榻上。小福宝揉了一下小肚子，刚刚卡住了，肚子有点疼。仔仔你乖，好好听听你爹打坏人。小福宝看了一眼唐之灵，打坏人把自己打了一脸伤。我最近总感觉有人在盯着我们，后来让武阳查了一下，发现是萧家的人，然后我就想起了同僚们说的，往年萧家也是卖冰的，但今年这生意被工部卖的冰给搅黄了。你是说萧家？这萧家是什么来头？和你打架的人是萧家的人吗？是萧成。这萧家呀出了一个贵妃，而当今的二皇子就是贵妃所出。这萧家的势力还不小。那个萧成是因为你献出方子的事难为你了吗？那倒没有。唐之灵会挑今天动手，也是因为萧成的嘴巴不干净，说了一些沈飞的坏话。他竟然还编排小福宝可能是皇上的孩子，这样岂不是说沈飞和皇上有一腿？唐之灵这怎么能忍得了？而且萧成的意思是，他之所以能有爵位，都是靠着妻子的裙带关系才上位的。你听我仔细说。唐之灵把能说的和沈飞说了一下，那些不干净的话唐之灵就忽略了，他不想沈飞听了不开心。原来唐之灵觉得最近在皇城上职的同僚对他的态度有转变。唐之灵派人查了之后，知道是太常卿萧红卓搞的鬼。萧红卓派人有意无意地散播他们屯田司假公济私，而他是屯田司的员外郎，管着这些官员的职田。要是朝中大臣都认为他是那样的人，那他也没办法在朝中立足了。现在粮食还没收上来，具体的产量是多少还没办法估算，现在看也只是大丰收。但是全都收上来之后，得到具体的数字，那对比的时候是非常强烈。要是那时候爆出来，他就成了众矢之的。毕竟京中百官的职田可不在少数，这些大官家都有职田，就算嘴上不说，私心里也会记他一笔。可是那时候他会不会被工部推出来顶缸，唐之灵不确信。他没有人可以依靠，爹不是亲爹，小福宝又小，妻子又有了孩子，唐之灵必须要自救。今日萧成背着他和同僚们在他背后取笑他，那他就抓住这个机会，而且还把单纯的个人战转移到了团体战，最后到了部门战。唐之灵就是想要闹大，闹到所有人都知道，这样擦屁股的人必须是上面的那层人。他一个小小的七品官，谁会在意他？就算是他先动的手，谁会注意呢？所以唐之灵引发团体战之后，就偷偷地躲起来了。他身子骨可不强健，得藏好了。唐之灵的伤还真不是最严重的，脸上的伤也都是萧成最开始打的。不过萧成也没占到便宜，也被他揍得不轻。沈飞听完唐之灵的解释，也是大吃一惊。没想到你还有点腹黑啊。腹黑是何意啊？哼，就是夸你聪明的意思。唐之灵觉得这不像好词儿啊。唐之灵，那贾尚书会不会惩罚你，给你穿小鞋？毕竟你打架他挨骂呀。应该是不会的。现在这件事情啊，性质都变了，不单是我个人的事了，是整个工部的事情。我们呀，现在是一体的。贾尚书呢是工部的头头，这个时候他必须替我说话。这也是唐之灵想达到的最终结果。毕竟现在朝中的人都知道，是贾尚书和李侍郎的职田今年大丰收。唐之灵只是7品小官，职田才几亩地。贾尚书是2品大员，他的职田可比唐之灵多多了。有工部的1把手和2把手当把子，唐之灵这个小虾米根本就没人记得他。高，真高。就是小福宝看唐之灵的眼神都变了，复杂中又带着欣慰。唐之灵因为脸受伤了，也请了几天的假。正巧工部请假的人也不仅仅是唐之灵一个人，受伤的小官也不少，所以贾尚书也都大方的同意了。唐之灵虽然请假了，但是贾尚书也给他安排了事情做，那就是编写高产肥料的册子。好在有谭卓这个枪手在，唐之灵只需要动动嘴就好了。于是这一日，唐之灵和谭卓2人就在书房内写册子。谭卓动笔，唐之灵动嘴说。2人已经配合了一段时间，合作起来也是很顺畅的。唐之灵拿着沈飞从前写的肥料方子，主要是沈飞写的是简笔字，唐之灵看着也是连蒙带猜。侯爷，这资料
还是先给我自己看，有不懂的地方我再来问你。唐之灵本就不想读这方子，他非常好奇外面沈飞他们在做什么，心思早就不在这里了。谭先生，这可以吗？会不会太为难您了？侯爷，我本就是你的幕僚，你有什么吩咐都可以让我来做。那谭先生，那这些就交给你了，你慢慢写。此时沈飞和小福宝等人正在做实验。沈飞从空间实验室里拿出了铅和汞2样东西。你们看，这东西就是金丹里面放的。小福宝蹲在地上看着一个银色的铁疙瘩一样的东西，还有一种是液态的银色物体。沈飞把汞是放在器皿里的。夫人，这看着有点像银子。银子可没毒，这俩东西一个颜色，但是都有毒。夫人，丹药里真的有这东西吗？那我可不敢保证，只能说大部分都有吧，毕竟丹药不是我炼的。不过10个道士9个会用这些东西。沈飞说的满不在乎，听的人可就没有这么轻松了。沈飞今天会把这东西拿出来，也是乔杉主动挑起话题问的，要不然沈飞早就忘了这回事了。夫人，为什么金丹里一定要放这些东西啊？道士讲究五行之术，五行生克的原理，要放这些物质。不管怎么说，这东西不能吃就对了。哦，什么东西不能吃啊？这俩金属矿物质。又不是脑子有问题，谁吃这铁疙瘩呀？你把这东西给傻子，傻子都得摇头呢。小福宝才1岁多的小娃娃，眉头皱得快夹死苍蝇了。乔杉的心里也是很震惊，他在想要怎么和皇上禀报，皇上才不会生气。他知道皇上服用的时间已经不短了，现在停止还来得及吗？乔杉仔细回想，皇上是什么时候开始服用的？这么一想，皇上这个习惯还是跟着先帝学的呢。夫人，这东西既然有毒，还是让我处理了吧。行，那你就扔了吧，扔得远一点。是，夫人。沈飞，你看我脸上的伤是不是好的差不多了？咱们晚上吃辣火锅怎么样？沈飞看着唐之灵脸上的伤确实好了不少，就连颜色都淡了。那就吃吧。于是两人就凑在一起讨论晚上要吃的东西。乔杉见沈飞不注意，就小心地收了地上的铅和汞。小福宝注意到乔杉的动作，也没有阻止。见他脚步匆匆地离开，皱起的眉头才松开一些。王爷，您还是退回府城内吧，在此处太不安全了。北静王已经醒了，他吃了宋燕给的药丸，恢复得很好。不用，本王要留在这里，与将士共存亡。这次突厥人来袭，目的就是北地的粮草。马上就是秋收，突厥人一定也是为了粮食而来。王爷，您的伤还不能上战场。不必多说，咱们讨论一下对战方针。此时军帐内挂着鱼图。李副将，你带一队人马从这里阻拦敌军。是，王爷。张将军，你带一队人马去支援冯将军，他为人冲动。是，王爷。齐参将，你带一队人马去后方的村落，尽量把百姓都撤回府城之中。是，王爷。众人离开之后，一个儒雅的男人开口道：王爷，您受伤的消息传到突厥阵营，也是蹊跷的很呢。袁先生，这事儿确实奇怪，我昏迷的那些日子可有什么异常之处？那几日的话，李副将有些活跃。老李，他这人确实是有些贪功，可他祖辈上就和我们姜家一起，都是武将，到了他这一代，也是跟随我多年呐。靖王爷不想怀疑李副将，一时拿不定主意。王爷，唐国公从京中急行出发，算着日子，应该快到了才是啊。靖王爷人虽然醒了，身体也恢复一些，但到底没有完全好，还有腿上的伤，也是无法站立很久。靖王爷皱紧眉头，按时间来算，唐国公确实应该到了，可是为什么援军迟迟没来？想来是路上耽搁了。此时一处山坳内，父亲，咱们为什么不走了？唐国公刚从信鸽上拿下消息，二儿子就突然闯了进来。唐国公皱紧眉头：老二，你的规矩呢？怎么不听通报就进来？
唐之义其实有一肚子的话想要问，他想要问他们为什么不是急行军，还有还要在这里等多久，又在等谁？还有路上慢慢融入大军的那些人又是从何处来的？他们刚出京城的时候号称是10万大军，但实际人数也就只有7万左右。可是现在军队的数量已经超过了10万。这些人是什么人？又是从哪里来的？唐之义不是笨蛋，反而是几个兄弟里最聪明的那一个。他心里有自己的猜测。想到这里，唐之义就吓出一身冷汗。老二，你不要多想。我接到消息，东北部的鲜卑也有动作。鲜卑？是，鲜卑可能看我们大禹和突厥打仗，也想分一杯羹。现在已经进入秋收，鲜卑或许也盯上大禹朝的田地了。唐之义听到唐国公这么说，松了一口气的样子。父亲，那咱们是要对抗鲜卑大军吗？我已经给京城送了消息，看看皇上怎么定夺吧。是，父亲，我明白了。明白就好，你先下去吧。是。唐之义离开军帐。去，派人盯着这二公子，看看他都干了什么。还有，如果他要传递什么消息，全都给我拦截下来。是，国公爷。帐内没人之后，唐国公才把字条拿了出来。等看到上面的信息之后，唐国公的脸色很难看。上面写着芸娘失踪了。唐国公没想到芸娘会被发现，她不过是个不起眼的厨娘，谁会注意到她？唐国公的心犹疑不定，他不觉得自己会暴露，毕竟这么多年都没有人发现，不是吗？国公爷，您什么时候动手啊？贺兰和宋，我的事自有决断，不用你一再的提醒我。唐国公，我也不想一直催促你，可是公主可是着急了，你再犹豫下去，可就错失了良机。我自有决断，到时候会通知你。还有，你不要随意的出现，否则要是身份暴露，我也保不住你。哼，唐国公好大的官威啊！要是你们大禹朝的皇帝知道你的身份，我想你这个国公也当到头了。哈哈哈哈！我说过了，不要威胁我。国公爷息怒，是我不会说话。国公爷，您就饶了我吧。回去告诉他，我的事不用他插手。还有，也不要妄想威胁我，否则别怪我不客气。是，我一定如实禀报。其实唐国公这支队伍已经到了北平郡这一带，只要再向西出发，就能和北静王那边会合。唐国公之所以会在此处停留，也是在等一个机会。现在突厥不知什么原因卷土重来，正和北静王交手。唐国公想要等战事结束之后再去摘桃子，那样不仅突厥的人损失惨重，就是北静王的老部下也会损失不少。毕竟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在北地的这些士兵都是新人，谁还记得他唐国公？唐国公在率领大军出发的那一刻就没有想着再回长安城。唐国公站在舆图前标记了几个地方，这一刻他已经等候多时了。唐国公想到自己的年纪，他也不能再等了。唐之陵脸上的伤好了之后，就正常去上班了，并且还带了贾尚书让他写的册子。到了工部，唐之陵直接把册子拿给了顶头上司关青海。关大人，这是制作肥料的册子。唐后爷，册子还是您亲自交给贾尚书吧，他交代了，您要是来了工部，就亲自去找他。啊，那好，我亲自去给他。唐之陵离开之后，关青海点了点头。这小子不错，没有京城那些贵公子的坏脾气，人还挺老实的。现在都有了侯爷的爵位，对他这个上官还这么客气。大人，这是下官准备好的肥料册子。贾尚书接过来翻开看了看，竟然非常工整，措辞也合理。这是谁写的？啊，大人，下官找了一位先生，他帮着下官写的。那好，以后你上交的折子就找你的先生写吧。是，大人。唐大人怎么会和萧成打起来了？唐之陵先是一脸为难地看着贾尚书，
做了一番思想斗争之后，才慢慢开口。萧成他说小福宝是皇上的儿子。贾尚书一言难尽地看着唐之灵，他能说他最开始也是这么怀疑的吗？这事儿要说起来，还是要怪你自己呀。谁让你生了这么个儿子出来？萧成明显是在造谣，小福宝是我的儿子，我怎么允许他乱说呢？所以就和他打起来了。贾尚书听到是这样，没有继续问下去。行了，我知道了，你回去吧。是，尚书大人。也是个小狐狸。随后的日子平静了一段时间，至少沈飞是这么觉得的。她每日要在家带孩子，又怀着孕，肚子也逐渐大起来，她的精力也没从前旺盛了。现在终于是老实的窝在家里了。唐之灵就比较忙碌了，现在已经秋收了，屯田司是真正的开始忙起来了。这是一年的收获，加上出了肥料的事提前曝光，很多双眼睛都盯着植田上呢。沈飞今年又属于白干一年，庄子里的玉米全让皇上的人给拉走了。沈飞猜测，皇上应该是为了用这些玉米做种子，拉走的时候都是悄悄的。沈飞已经打定主意，他以后不种那么多粮食了，就种青菜，这东西能留得住，不会被人惦记。好在皇上之前赏赐了3000两的银子呢，沈飞也不算亏。现在沈飞之前要的厕纸已经造出来了，在京城的铺子就有售卖的，而且销量还不错。张光真现在也是干劲十足，他根据沈飞的提点，已经不仅仅是卖厕纸了。这软纸经过包装，还可以做成带香味的纸巾，再加上精美的包装，档次一下子就提升上来。这样的纸张非常受京城那些贵妇们的欢迎，特别是有钱人家的女眷。张光真也嗅到了商机，就是纸张的档次都分了好几种，每日也是喜滋滋的。张光真也不嫌弃了，现在就连沈飞从前提的尿不湿，他也让下面的匠人开始研制了。张光真觉得过去自己太狭隘了，侯夫人说的对，女人和孩子的钱最好赚，他现在要牢牢抓住这一点。因为沈飞是个大方的，分给了张光真1成的利润。张光真办起事来更是尽心尽力。这天，沈飞在家无聊地陪着小福宝在院子里玩，就感觉天空又飞过去一只鸽子。小山，你有没有觉得最近京城的鸽子有点多？乔杉这几日已经没有了笑模样，他知道的多，完全没有沈飞这么无忧无虑的想法。乔杉，你是不是失恋了？怎么感觉这么没有精神？乔杉不知道失恋是什么意思，但他确实是心里有事。你要是心情不好，我可以放你几天假，你出去散散心吧。这段时间他都是晚上出去调查霄云观，而且时间还不敢出去太久，进度缓慢。谢谢夫人，那我请几天假。好，你先忙你的去吧。乔杉离开了，乔宇并没有，乔杉只带走了隐藏在暗处的人手。乔杉也是发现了，霄云观没有外表看起来那么简单，里面的水很深，人手必须要多才行。沈飞也在算着日子，不是说北静王要回来了吗？可是都等了好久，完全一点动静都没有。沈飞现在想见北静王，是想看看他长什么样，到底是和现代的老爸长得像不像。所以在唐之灵下旨的时候，就围着他转悠。唐之灵最近一直在外奔波，都晒黑了，但是人却是结实不少，不是过去的小白脸的样子了。唐之灵，我发现你的鼻梁还挺高的。有吗？我怎么没觉得？有啊，至少我在京城内看到的男人鼻梁都没有你的挺。唐之灵的心就是一动，他想起记忆中那个女人也是鼻梁高高的，还有她穿着异族的服饰，还有沈飞说过的少年。他觉得他或许真的不是大禹朝的人。沈飞，如果我不是大禹朝的人怎么办？嘘，咱们以后悄悄地讨论这件事。好。唐之灵，我从来不介意你是谁，不介意你是哪国人，我要的从来都是你。唐之灵被沈飞大胆又热切的话说得心里一震。沈飞，遇到你真好。唐之灵，我也是，我很庆幸你是我孩子的父亲。沈飞开始的时候没有多喜欢唐之灵，但人都是有感情的，唐之灵对沈飞的好，他自然能感受得出来。小福宝在外面玩得累了，滋溜滋溜地滑到房门前，想进屋找父母。
见到两人竟然相拥在一起，嘟了嘟嘴巴，又飞快地转身离开了。小福宝刚回到院中，就看到隔壁的小豆丁又来了。小福宝，我来找你玩了。哼，不和你玩。福宝弟弟，给我坐一会儿呗。福宝弟弟，我给你吃糖，你给我坐一会儿呗。你要想玩，也不是不行。福宝弟弟，你说你想要什么？你跟我来吧。于是俩小孩离开大人远了一些。小豆丁，你父亲最近在忙什么？杨少奇虽然很想骂小福宝才是小豆丁，但是看到小福宝的小车还是忍住了。你说的可当真？只要你说的对。可是我父亲每天都很忙呀，我其实也不知道。小福宝看了一眼杨少奇，也知道他这么小，懂得应该不多，而且要给他点甜头才行。那先让你玩一下，你回去以后这一点你父亲都忙什么，然后来告诉我，我就给你玩我的小车车。小福宝，我都答应你。隔壁院子的杨夫人听到儿子这么笑，也是摇了摇头。这小子也是记吃不记打的性格。他记得这小子从来没在小福宝面前讨到过好，竟然还是每天巴巴的去找人家。不过去隔壁也不错，至少婆母照顾的时间就少了。杨夫人已经发现儿子的性格有些跋扈，但是每次他管教孩子，婆母都会阻拦，这让他非常为难。去给隔壁侯夫人送一份糯米糍过去。是，夫人。哎，顺便看看小少爷玩够了没有，试着带回来。是。我不回去，我要再玩一会儿。他愿意留在这里就留下吧。小丫鬟也不敢强制带回小少爷，毕竟这小子一哭起来也是没头，最后受罚的都是这些小丫鬟。于是杨少奇小朋友就在沈飞家留下用餐了。沈飞现在真是一天吃好几顿，有的时候半夜还会再吃一顿，所以吃晚餐的时间就比别人家早。吃饭的时候，杨少奇看到小福宝直接坐在儿童就餐椅上，又喜欢上了。漂亮姨姨，福宝弟弟的椅子我也想要一个，你可以给我一个吗？你这个小豆丁儿，说话还怪好听的，嘴巴这么甜，姨姨送一个吧。小福宝瞪了一眼杨少奇，这小子竟然还敢和他抢菲菲。杨少奇根本就没注意到小福宝的眼神，他现在正摇头晃脑的吃饭。往日在家都是需要别人喂饭吃，甚至还要下人端着碗追着喂饭吃。今天确实是自己吃饭，虽然吃的桌子上都是饭粒，但还是非常的起劲儿。杨策晚上回家的时候，照例是想先看看小儿子，毕竟就这一个宝贝。婉然啊，琪儿怎么不在家？去了哪里啊？哦，应该在隔壁唐侯府呢。这小子什么时候和隔壁家的孩子这么熟悉了？哎，那小子啊，喜欢和隔壁的小福宝玩，两个孩子年岁差不多，家里没有小孩子，他自然愿意过去。会不会太麻烦人家了？哎，夫君啊，琪儿的脾气确实是要改一改，现在是意不如他的意就哭闹不止，他是男孩子，又不是小姑娘。杨策想到母亲的护短，还有他弟弟杨昭的提醒，加上今日妻子又说了这话，杨策点头。好，以后我来管教他。好，那琪儿就交给夫君了。我现在就去把孩子接回来。等他到了唐家的时候，就看到了吃得正香的小儿子。杨策非常尴尬，这也没多熟悉，这小子就在人家蹭起饭来了。哎，杨兄，你来了。唐后爷，我是来接这小子的，谁知道他竟然在你家吃上饭了。爹，你来啦！杨策看到小儿子脸上沾着饭粒，衣服上也有，还有他桌前也是一片狼藉，整张脸都青了。而小福宝这里，无论是饭桌上还是脸上都没有掉饭粒，这对比太强烈了。爹，你看，我自己吃了呢。嘿，齐根真厉害啦！第一次做就这么厉害，下一次会更好，是不是？是，我下次也要向福宝弟弟学，不掉饭粒。杨策这次正式注意到沈飞，他从前觉得沈氏的名声不好，心里还是有些介意儿子来唐府玩的。但现在看来，传言不可信，沈氏至少在教育孩子方面要比他们家强很多。爹，这是姨姨答应给我的，你帮我抱回去。
杨策觉得丢脸，哪有在人家又吃又拿的？大侯爷，犬子不懂事，让您见笑了。杨兄哪儿的话，齐哥这孩子懂事活泼，有他来家里陪小福宝啊，小福宝也有个玩伴呢。是啊，齐哥在，小福宝都不孤单了呢。2个孩子玩得非常好。这个椅子确实是送给齐哥的，有了宝宝椅，他也可以锻炼自己吃饭。那就多谢侯爷和夫人的美意了。夜晚只有夫妻2人的时候，沈飞才想起问唐之灵：“唐之灵，北静王怎么没有回长安城啊？唐国公不是去接应他了吗？”我也在打听消息，但是具体情况并不清楚，我的级别不够，有内部消息也不会告诉我。不过我感觉应该挺严重的，京郊这次收上的粮食好像也要运往北地呢。只要打仗就不断的需要粮草，需要武器，加上现在已经10月份了，听说北地这时候已经飘雪了，将士们的冬衣也要准备起来了呢。北地现在确实是需要穿冬衣了，要不然你也和隔壁的杨将军套套近乎，没事的时候也去拜访一下，打听一下消息。好，我找机会问问。翌日，沈飞在家收到一封帖子，是隔壁司家下的帖子。沈飞打开之后，看到是邀请他参加司庙栏的集集礼，日子就是明天。沈飞知道，在古代，女子到了15岁没嫁人前要举办集集礼的，一般在集集礼结束之后就要成亲了。难道太子要大婚了？嬷嬷，隔壁司家的小姐司庙兰要举办集集礼，我去做客是要准备礼钱，还是要给她准备礼物啊？夫人，这一般参加集集礼都要给姑娘准备礼物，这司姑娘是未来的太子妃，这很有可能啊是将来的皇后，咱们这礼物还不能轻了呢。沈飞是个只对自己人大方的人，加上他不是很喜欢司妙兰这个人，送贵重的东西真的是很心疼。嬷嬷，一定要很贵重吗？司姑娘要谨慎对待。啊，但是明天就是这日子了，这么短的时间怎么来得及准备呢？啊，夫人，时间你没看错，真是明天。是明天。司家确实是不尊重咱们府，这按理说至少也要提前3天时间才来得及呀。沈飞的眼珠一转，他有一种厌恶好厌的感觉。不过他是必须要去的，就是不知道皇家的人谁会去了。他还有一项任务，就是薅头发。嬷嬷，那咱们就随意选个簪子好了，也不用费心思了。是夫人。翌日，沈飞穿戴好了之后，就带着小福宝准备去隔壁参加集集礼。沈飞出门之后，正巧碰到了隔壁的杨夫人。福宝弟弟，福宝弟弟，我和你一起走。小福宝见到杨少奇像个小炮弹一样冲了过来，对比了一下2人的体格，急忙躲开了。果然，杨少奇没有刹住车，要不是乔宇一把把他薅住，这小子一定摔个狗啃泥。杨少奇被乔宇提溜着放在地上，沈飞刚才也吓了一跳，她可是怀孕的人，要是被这小子撞上，可不是闹着玩的。哎呀，沈妹妹，没事吧？方姐姐，我没事。你小子，告诉你要稳重，你怎么还这么咋咋呼呼的？你要是这么不听话，我以后就不带你出门了。那我就告诉祖母。杨夫人很尴尬，特别是在沈飞面前。方姐姐，咱们一起走吧，让孩子们一起在前面走。好。哎，沈妹妹，你准备了什么礼物啊？哎，我昨日才收到帖子，时间太短了，只选了一个寻常的簪子。我5天前就接到了帖子，沈妹妹怎么会这么晚？我也不清楚，或许是府中下人搞错了吧。沈飞也不会当着杨夫人的面上多说什么。你爹昨晚回去说没说什么？我爹打我了，还骂我是兔崽子。小福宝看了一下杨少奇的身高，放弃找他当卧底了。唉，这小子除了吃喝玩，应该是啥也不懂啊。此时集集礼还没有正式开始，但里面已经聚集了很多夫人。沈妹妹，我看到了几个认识的夫人，想带我们家思思和甜甜过去。方姐姐随意，不用考虑我，你快去吧。那我就先失陪了。我不去，我要跟福宝弟弟在一起。你要是不听话，我就把你送回去。方姐姐，你留2个下人跟着七哥，让他就留在这里吧。那好，那多谢沈妹妹了。瞧，那大肚子的女人就是沈飞。
哼，这长得也不怎么样啊。谁说不是呢？就这等姿色，竟然还能嫁给国公府的公子。哎，这你就不知道了吧？那唐三公子就是个庶子，也不得国公夫人的喜欢，所以那沈妃才能嫁进去的。不管是不是庶子，国公也喜欢就行呗。你没看啊，唐三公子如今呢都是侯爷了。是啊，唐三公子变成了唐侯爷，可就便宜那小寡妇了。这女人的命怎么就这么好呢？都那样了还能嫁这么好，真是没天理。一些官家的小姑娘躲在角落，一边偷看沈妃，一边在背后议论她。孙梦雪和陆婉儿两人都听到了那些人骂沈妃，谁都没有制止。表妹，你这个假堂姐还真是好命啊。是呀，她的运气好似一直都不错。孙梦雪看着沈妃也不是不嫉妒的，她没想到这个堂姐都已经被人糟蹋了，还生了个野种，竟然还能嫁进国公府，现在竟然翻身当了侯夫人。表妹，好歹认识一场，咱们过去打个招呼吧。好，表姐，咱们过去吧。沈妃正吃着糕点，就感觉身前有黑影挡住了光线，她抬头就看到了孙梦雪。至于陆婉儿则是没有任何印象，她不记得自己是否见过她。堂姐，好久不见啊。孙小姐叫错人了，我可不是你堂姐。堂姐，咱们毕竟一起长大，你别这么见外嘛。沈妃可没有想和她攀关系，无关紧要的人根本没必要搭理。这个孙梦雪不出现，沈妃差一点都忘了。哎呀，都是怀孕闹的，让她的记忆力都变差了。她记得唐之琳说过，原主那时候是被人下了药，而且下药的人很有可能是孙梦雪。那么这就需要好好的求证一下了。沈妃想起自己会的催眠术，看来得找个机会给孙梦雪催眠了。堂姐，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梦雪，你说的对，咱们就算不是亲姐妹，但是也是一起长大，还是有情分在的。这样吧，等宴席结束之后，你来我们府上坐一坐吧，正巧我家就在司府隔壁。孙梦雪没有一口答应，她的心里毛毛的。三表嫂，那我们就打扰了。你是？三表嫂，我是陆婉儿，是唐之琳的表妹。表妹？唐之琳可没有啥表妹，她爹妈是谁都不知道呢，哪里来的表妹？不过沈妃也猜到这姑娘的身份，姓陆，那应该是唐夫人的侄女了。陆表妹你好。三表嫂叫我婉儿就好，三表哥就是这么叫我的，我们从小就认识，关系很好呢。沈妃摇了摇头，这女的心思都写在脸上了，这是想要勾引唐之琳啊。可是这女人是不是傻了点？想要勾引人，目的能不能不要这么早暴露？还有，你姑母差点毒死唐之琳，她能和你的关系好才有鬼嘞。是吗？我还真没听唐之琳提起过婉儿表妹呢。哎，可能是害怕表嫂吃醋吧。哎呀，还真的是蹬鼻子上脸了。婉儿表妹，你一再的和我提起和我夫君的感情好，是想要给他当小妾吗？表嫂，你误会了，我没那个意思。哦，没那意思就好。陆婉儿一口气憋在胸口，上不去下不来的，很难受。孙梦雪见到陆婉儿吃瘪，也在心里暗爽。这时候，陆老夫人和孙斌前妻陆如烟走了过来。梦雪，怎么回事？娘，没事儿，表姐和堂姐有些误会。梦雪，侯夫人可不是你堂姐，不要随便乱攀关系。再说了，人家现在是侯夫人，可能已经不愿意见到你呢。毕竟你可是知道她从前是什么人的。是呀，陆大婶说的不错，我本就不是孙家的孩子，孙姑娘再喊我堂姐，确实不合适了。不过我和孙姑娘一起长大，当个朋友也不错，是吧，梦雪？你喊我大婶？叫大婶儿不好听，那叫你什么？我现在也不会讨论这个关系了，又不能喊您陆姑娘。要是喊您陆姑娘，那真正的小姑娘要喊什么呀？没想到你竟然变得这么牙尖嘴利。嫣儿，这是私府，注意一下。陆老夫人还想给这个女儿找个合适的人家呢，怎么能让她在这里撒泼？陆老夫人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沈妃，这小丫头也不是个好货。不过现在不是收拾她的时候。这时候门口传来骚动，众人的视线齐刷刷地看了过去，
就见到众人拥簇着一位老妇人走了进来。沈飞也好奇地看了过去，他不认识这人，就竖着耳朵听别人的讨论。呀，是福慧大长公主啊，没想到她亲自来了。哎呀，是啊，这四姑娘真是有福气啊，这郑斌竟然是福慧大长公主呢。四姑娘是未来的太子妃，郑斌是皇家人，有什么好奇怪的？沈飞没见过古代的吉吉礼，但是大长公主都来了，说明皇家很重视司妙兰这个未来儿媳妇了。大长公主好，大长公主请上座，感谢各位宾朋嘉客的到来。下面我宣布，小女妙兰的吉吉礼正式开始。司大人宣布开礼之后，然后就根据吉吉礼的正规流程进行了祭祀仪式和换装仪式。祭祀仪式是司妙兰和家人一起烧香、献花、献酒等复杂的仪式，沈飞在旁边看着都觉得累。他也是没想到古代的吉吉礼会这么繁琐。方姐姐，你们的吉吉礼也是这么复杂吗？对，差不多，只不过四姑娘是未来的太子妃，礼节会重一些。沈飞点了点头。终于到了众位夫人送礼的环节，最开始的人是那些年纪大的长辈，赠送的东西应该都很贵重。沈飞其实不太会看古代的首饰，金银首饰这个他大概能分辨出来，但是到了那些玉石珠宝，沈飞就不是很了解了，他也估算不了首饰的具体价格。到了杨夫人这里，杨夫人送了如意头簪，司妙兰看了之后非常满意。司妙兰有自己的小心思，哪个夫人送了什么，她都会记在心里，在心里给这个分了级别。只要有人对她不敬，或者是看轻她的人，她都会记在心里。在司妙兰看来，她可是未来的国母，谁敢看轻她，她一定会给对方好看。杨夫人回来之后，就轮到沈飞了。四姑娘，这是我送你的吉吉礼。其实沈飞的礼也在常规的范围内，并没有打司府脸的事。可是司妙兰对沈飞有疙瘩，心里更有意见，所以此时的脸色就有些僵硬。妙兰，谢谢侯夫人，妙兰很喜欢。司小姐喜欢就好，我昨日午后才收到司家的帖子，时间也是太匆忙了点。沈飞已经察觉到他拿出簪子的时候，众位夫人探究的眼神，有人更是用帕子捂住嘴取笑他。沈飞也不是吃亏了不反击的哑巴，他直接把司府轻视他在先的事说了出来。司妙兰没想到沈飞会这么大大咧咧地说出来，他以为沈飞会吃下这个哑巴亏的。帖子早就准备好了，是他把送给唐侯府的帖子扣下来的，目的也有折辱沈飞的意思。哦，原来是这样啊，怪不得老三媳妇准备的礼物匆忙了些。唐夫人名义上还是沈飞的婆母，她也不想沈飞丢人，到时候人家谈论起来还是会顺带笑话他。司夫人瞪了一眼司妙兰，猜想是她搞的鬼。想必是府中下人搞错了，漏掉了，侯夫人还请见谅啊。没事，谁都有出错的时候。沈飞送礼结束之后，就有其他的夫人送上礼物，好似沈飞的事儿只是个无关紧要的小插曲。不过京中的夫人也清楚了沈飞的个性，那不是个吃亏的主，而且也不受冤枉气。你私家怠慢我，我就送个银簪子打发司妙兰，谁管你是不是将来的太子妃？有人嘲笑沈飞，也有人在心里佩服沈飞，就连坐在上首的大长公主都多瞧了沈飞几眼。等到大长公主看到小福宝的时候，也是很震惊。她虽然听过皇太后说那孩子很像，也没有想到这么像，这活脱脱的就是皇帝的翻版啊！大长公主的注意力都在小福宝这边，已经没有继续盯着司妙兰的吉吉礼。司妙兰非常生气，她也察觉了大长公主的视线，她觉得是沈飞破坏了她的好日子。不过她想到后面的安排，司妙兰又开心起来。哼，沈飞，就让你高兴一会儿，到时候有你丢脸的。很快，送礼的环节结束了，到了宴席环节，这也是沈飞最期待的环节。坐席的时候，世子夫人和二少夫人来到了沈飞这边，他们都是国公府的媳妇，座位靠得很近。三弟妹，你这肚子是不是太大了点儿？是吗？我没觉得呀，可能是我最近吃的多吧。我觉得不是，三弟妹该不会是怀了双胎吧？
二少夫人想要孩子都想疯了，她自己没怀过孩子，但怀孕的每个阶段会有什么反应，还有几个月的肚子会多大，二少夫人都了解得非常清楚。弟妹啊，你这肚子看着有6个月大了吧？哪有，差2天才到5个月。二少夫人羡慕地看着沈飞的肚子，她在唐之义离开之前满含期待的希望肚子能有个孩子，可是事与愿违。沈飞没有注意到二少夫人的失落，他正等着司府的宴席呢。司府很重视司妙兰，在酒席上也是下了一番功夫的。沈飞见上面的人都开始动筷子了，他也拿起筷子开吃，就是小福宝身前也是放了勺子的。小福宝虽然人不大，但是吃饭的时候非常有礼貌，而且一举一动礼仪规矩都是懂的，小小的一团看着就非常懂事。反观沈飞这个娘亲，礼仪却是差了一些。大长公主看到这样的情景也是觉得好玩，而且她看小福宝越看越觉得像皇帝储成宴，就是吃东西的习惯还有食物的口味都格外的像。大长公主是先皇的姐姐，那也是知道先皇的一些小癖好，了解的也更多。这时候宴会厅走进来3个人，现在宴席已经吃了一半，众人也是没想到中途还有人加入。司妙兰早就等急了，现在见到人来了就露出了笑容。司老夫人见到来人有些尴尬，都没请着老婆子，她怎么来了？但是现在人都来了，也不能不招待。哦，豆妹妹你来了。哈哈哈，王姐姐，今日是妙兰的吉吉礼，我怎么能不参加呢？沈飞看到窦老夫人到了，就感觉有些事是冲着她来的。哎，果真是宴无好宴呐！王姐姐，很抱歉我来得迟了，您不会怪罪我吧？啊，豆妹妹，来这边请。哎呀，咱们2姐妹也好久没见了，咱们俩呀也要好好的叙叙旧。此时仆人已经新加了几张桌子，窦老夫人直接被请到前桌，小窦氏和孙梦玲直接被安排到后面的角落。就是这样，两人也是很满意了。阿婶，帖子上写的时间不对呀，咱们没晚，这吉吉礼都要结束了呢。小窦氏哪有心情想这个，他好不容易来一趟，就是盼着多吃点呢，这在家里可是吃不到的。晚不晚的也不要紧，我看咱们来的正是时候，来早了也是看司小姐磕头，没意思的很。旁边的夫人小姐听了小窦氏的话，仔细琢磨着，真是这么回事儿。不过这司府还真有意思，看人下菜碟的事儿没少做呀。这给宾客送帖子的时间也值得人琢磨的。见过大长公主。哼，窦氏，真是好久不见了。是啊，一别数年，大长公主不见老态，风采依旧啊。窦老夫人还是很羡慕大长公主的，到了这个岁数，保养的还这么好，不像她，明明是相似的年纪，但看着像是2代人。她今日特意的找了一身好衣服，可是在这人群中还是非常寒酸。窦老夫人落座之后，看了一圈，仔细的辨认这些人和从前的不同。被看到的那些老夫人，认识窦老夫人的也是对着她点点头，算是打招呼了。突然在这些人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窦老夫人不敢相信，那个死丫头怎么在这里？王姐姐，那个不知检点的女人怎么也被请来了？她的名声可不好啊。老夫人，你说的可是唐侯夫人？侯夫人？谁是侯夫人？我就是。沈飞现在已经吃饱喝足，又有了战斗力，他可是一点儿也不怕的。好久不见了，窦老夫人。你怎么成了侯夫人？难道你又改嫁了？就你这出身，还想当侯夫人？做梦去吧！老夫人，我记得侯夫人可是您的孙女呢。哼，我们孙家可没有这么不知廉耻的姑娘，没成亲就被人搞大了肚子，就是和她从小定亲的林子环也嫌弃她，急忙和她解除了婚约。这样的孙女我可没有，也只有脑子不清醒的人才会娶她吧。和母亲一起来坐席的林夫人脸色一变，
他也是没想到事情会牵扯到自己儿子身上。林夫人自然不想让人知道儿子和沈飞有过关系，哪知道这窦老夫人也是个坏的，竟然这个时候把环儿拿出来说嘴。窦老夫人，孙家和林家的婚事早已解除，没必要在这时候再纠缠。加上今日是妙兰姑娘的吉吉礼，司姑娘才是主角。林夫人，你也不要恼怒，我知道你也恨孟夏。哦，不对，如今的唐侯夫人辜负了你的儿子罢了。窦氏，你住嘴！你能不能不要揪着别人的事说个没完？对，我外孙倒霉遇到你们孙家，我们已经不追究了。可是你一再这么不依不饶拿出来说嘴就不对了。还有啊，你们孙家自己不会教养孩子，如今还在这里大放厥词，也不知道丢脸。杜氏啊，我看你呀，就是在乡下地方待久了，就上不了台面了。这也不看看今日是什么场合。这可不是我们孙家不会教，是那沈氏自己不检点，竟然在成婚前就被人搞大了肚子，还生了一个野种出来。你竟敢打我！怎么，你能骂我，我就不能还手了？你竟敢大逆不道！本来你拿我的事来说嘴，我想着你年纪大了，老糊涂了，就不计较了。可是你瞧瞧你，还越说越来劲儿了，没完没了了，竟然还敢说我的孩子是野种！你说这巴掌是不是你自找的？你这个小贱人，你这个小娼妇！不管怎么说，我也是你的祖母，就算不是亲的，我也是你的长辈。我们孙家也养大了你。还有，我哪句话说错了？你未婚先孕，被人搞大了肚子，你的孩子不是野种是什么？哼，你也知道我不是孙家的孩子。那么当年孙家敢藐视皇上偷换孩子，让我替真的孙梦夏去北地受苦，这就是犯了欺君之罪。还有，你们哪里是教养我，我在孙家不过就是个丫鬟罢了。而你们孙家人哪有人真正的关心我对我好，现在拿亲情来说嘴，未免太可笑了。还有，我未婚先孕的事，这事你们孙家也有责任。我一个小姑娘在北地失踪，你们谁来找过我？最后我没了清白，有了身孕，你们就把我赶出家门，让我自生自灭。如今你们孙家倒是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真是好得很呢。那你能怨谁？别人都好好的，孟雪也没事，谁让你倒霉呢？遇到了胡人，被人糟蹋了，那也是你自己运气不好。是啊，就我运气不好，别人都能跑，就只有我没力气跑，还真是奇怪呢。在场的都是内宅高手，小妾通房的都没少对付，一下子就听到了关键处。唐侯夫人，不管怎么说，窦老夫人都是你的长辈，你今日当着这么多宾客的面前打人，未免失了大家小姐的风范。司妙兰刚说完这句话，就被司夫人拉了一下。司夫人很气恼，女儿这时候开口插话，毕竟这算是人家的家事，外人不了解真正的内情，不能轻易的开口。哦，原来司小姐这么大方呀，就算别人骂到了你头上也不反抗。司小姐的忍气功夫真是了得，我不行，我忍不了一点。司夫人，很抱歉打扰了众人的兴致，我就先走了。沈飞直接转身带着小福宝离开了宴会厅。沈飞离开以后，宴会厅非常安静。司老夫人怒气冲冲地看着窦老夫人，她不明白这个从前的老姐妹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今日要来闹这一场。不过看到孙女司妙兰主动搭话，见缝插针的挑拨，多少也能猜到一些。大长公主刚才一直没有开口，看着场中的变化，也是在观察司妙兰，想看看她遇到这样的事情有没有能力解决好。可是结果让她大失所望。司老夫人，本宫今日也乏了，就先离开了。宴席上已经吃了大瓜的众位夫人也都着急回去分享今日的所见所闻，于是也都纷纷告辞离开。此时沈妃也没想到大长公主会亲自上门。大长公主，您尝尝，这个肉干也不错的。大长公主此时却是看着小福宝，看她那可爱的样子就一阵恍惚。小福宝还是看着大长公主没有动。大长公主，她可能是认生，平时是个很活泼的孩子的。
啊，是个乖巧的好孩子。这时候，小福宝动了，他来到大长公主身边。大长公主一把抱住了小福宝，把他搂在怀里，眼泪再也没忍住流了下来。沈飞整个人都呆住了，这是什么情况？这老太太为什么要抱着我的崽崽哭啊？公主，这孩子啊，太像我一个故人了，我这看到他就没有忍住。故人，这说明小福宝和那人长得很像。隔代遗传也不是没有的。小福宝这小子一点也不像自己，和唐之灵也只有眼睛眉毛像一些，那说明他长得应该像他爷爷或是奶奶。那他像谁呢？那人啊已经去世了。大长公主想到皇上不想让小六的身份曝光，所以她不会说太多。侄子当皇帝就是没有弟弟当皇帝好。弟弟跟他这个姐姐更亲，侄子到底是差了一层。沈氏，你怎么看今日司府的事儿？我感觉司妙兰不适合当太子妃。大长公主没想到沈妃和她的想法是一样的，看来还挺敏锐的。有大局观。司府的姑娘是不是和你有恩怨？应该没有吧，我和司妙兰只见过一次，那时候她带着司太傅来我家找太子。你还认识太子？沈妃老实点头。大长公主眯起眼睛，她觉得自己知道了真相。如果是这个原因，那这个司妙兰还真不适合当这个太子妃。司府，祖父，你竟然打我！你这老头子怎么能动手打兰儿呢？父亲，都是我这个做母亲的不好，没教育好他，儿媳甘愿领罚。祖父，今天是我的鸡鸡里，你竟然还打我！祖父，你是不是不疼我了？住嘴！司妙兰差一点就不会哭了，她没想到这次哭竟然都不管用了。说，为什么要扣住汤侯府的帖子？还有，为什么请窦老夫人过来羞辱唐侯夫人？是啊，兰儿，今天可是你的好日子，你干嘛要自己破坏呢？你要知道，今日宴会出现任何事都会传出去的，到时候这对你的名声也有损，不是吗？沈氏不过就是个下贱的女人，我哪里羞辱她了？你为什么和那沈氏过不去？我记得你俩没什么交集啊。祖父，我就是看不惯她能得到太子哥哥的青睐罢了。兰儿，你说那沈氏勾引太子？切，你个老婆子，不要听风就是雨。司太傅目光严厉地看向司妙兰。你怎么知道太子和沈氏有关系的？他们私底下有来往，还是你查到了什么消息？上次太子哥哥不是亲自去唐侯府吗？而且还对沈氏的孩子那么好，这还不是证据吗？除了对沈氏有意思，爱屋及乌，我想不到别的理由。糊涂！司太傅看着跪在地上的孙女，无奈地摇头。罢了，或许你真的不适合进宫，这时候发生了这事儿，或许也是个好事。父亲，有这么严重吗？兰儿今日的行为是不当，但是会影响到她太子妃的位置吗？是啊，老头子，这事情没那么严重吧？那个沈氏虽然是侯夫人，但只是个野孩子。还有啊，这今日羞辱她的人是窦老太太，牵扯不到兰儿身上吧？祖父，你是什么意思？我不能嫁给太子哥哥了吗？妙兰，你知道太子妃是什么吗？是太子哥哥的正妻。妙兰啊，不仅如此啊，太子妃是未来的国母，首要一点就是宽容大度。以后太子的后宫嫔妃众多，你如此善妒，皇家怎么能选你？那沈氏都已是成亲的妇人，太子只是看看人家的孩子，你就当众羞辱沈氏，
你心胸如此狭窄，你让太子怎么看你？妙兰呀，太子是未来的皇上，那后宫佳丽3000也不为过，你还能和后宫所有的女人争宠吗？妙兰呐，祖父对你真的很失望。司妙兰听到司太傅这么说，一下子就瘫坐在地上。父亲，大长公主没有回府，而是去了隔壁唐侯府。大长公主的去处不必管，我们也没这个权利管。父亲，那我们总要做点什么吧，看看怎么补救。不必了，等消息吧。司太傅也不执着于司妙兰进宫了，后宫是什么地方，没那个脑子也只能是别人的垫脚石。想到什么，司太傅目光严厉地看着司妙兰。妙兰，在你的及笄礼上羞辱沈氏的法子，是你自己想的，还是听了谁的建议？司妙兰听到司太傅这么问，想到什么，脸色有些苍白。说，祖父，我听了郑姐姐的主意。郑淑兰？是她。蠢货！该死的，他堂堂大禹朝的太傅，怎么就生了一个这么蠢笨的孙女？兰儿啊，郑淑兰这人是萧贵妃的外甥女，而萧贵妃有2皇子，天然就是和太子是敌对的，你怎么能听她的主意？兰儿啊，祖母是不干涉你交朋友的权利，但是你也要分清楚谁是真心，谁是假意。父亲，隔壁唐家3房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让您会如此高看他们家？是啊，你这一直让我对他们家客气一些，这到底有什么关系？这事儿我只说一遍，谁都不许传出去，这是要掉脑袋的事儿。父亲请放心，唐灵芝的身份不简单，她是皇家的人。啊？怎么会呢？他不是唐国公的孩子吗？总之这就是事实，要不然你们以为皇家的人怎么那么愿意去隔壁做客呀？还有唐灵芝的爵位能一直往上升。父亲，那皇家为什么不公开呢？总有原因的。总之你们以后不要去招惹隔壁的人，小动作都给我收起来。那沈氏要是还愿意来，都给我好好的招待着。司太傅想到沈妃的嘴甜，又看了司妙兰一眼，真是有些嫌弃。人和人是不能比的，就怕不聪明装真聪明，最后总是干那些蠢事。好了，你们都下去吧。妙兰，罚去跪祠堂3天。司妙兰还没从唐之灵的身份中回过神，并没有反抗。她的心有些乱。如果唐之灵是皇家人，太子和沈妃也不可能有什么。想到太子亲自降低身份，让那小崽子喊他哥哥，难道唐之灵是皇上的弟弟？司妙兰整个人都恍惚了。要是这样，他做这些有什么意义？如今还让自己太子妃之位有可能不保。人都离开之后，司太傅沉着一张脸。他知道这一次他们司家是被算计了。前段日子朝臣打群架的事他也有所了解，唐侯爷和萧成因为一些事情打起来了。司太傅想到这里面的弯弯绕绕，就拍了一下桌子。萧红烛，你个老匹夫，竟然敢算计我们司家！唐家大长公主离开之后，沈妃就把明月叫了过来。现在乔杉不在，沈妃想要人盯着孙家，也只能找明月。明月，你去孙家看看，窦老太太这之后的几天都见了什么人？是夫人。夫人，你是怀疑窦老太太是有人指使的？窦老太太虽然年纪大了，也不喜欢我，但能在司妙兰的及笄礼上公然的羞辱我，还不怕得罪司家，那就是找到了更强大的靠山，所以才会这么有恃无恐。这恐怕窦老夫人受了什么好处。我也是这么觉得的。明月，你仔细盯着孙家。夫人，还是让明月留下来保护你吧，我去查。好，乔宇，你也会功夫？虽然比不上我哥，但我也是不差的。
说完，人直接就飞到了房顶上。沈飞星星眼，这哪里是不差呀，明明就很厉害啊！沈飞对着站在房顶的乔宇招招手，让他赶紧下来。乔宇，你真厉害，能飞这么高啊，比武阳他们强呀！那好，这次就让你去，记住，有危险就逃，保命要紧。夫人放心吧，我记住了。哎呀，夫人，这要不要请个大夫来看看？二夫人说的也不错，你这肚子确实是大了点儿。夫人，这老奴听说，这要是胎儿太大，到时候啊会不好生产。嬷嬷，那你去找大夫吧，给我看看。李嬷嬷脚步匆匆地离开了。小福宝听到两人的谈话，直接走到沈飞身边，抓住了沈飞的手，一脸担心地看着沈飞的肚子。仔仔，怎么了？菲菲，你要少吃。仔仔放心，妈妈没事。妈妈。小福宝很疑惑这个称呼，记得从前菲菲都是让他喊娘的啊，这个妈妈是娘亲的意思吗？沈飞也不知道自己的仔仔为什么都是叫他的名字，不肯叫娘亲，他也不追究原因，山不转水转，他就换个称呼。对，以后仔仔可以喊我妈妈哟。沈飞看着小福宝疑惑的眼神，就牵着他的小手，两人坐在软榻上。来，喊一声妈妈。小福宝担忧地看了沈飞的肚子一眼，小身子凑近沈飞，窝在他的怀里。娘亲。沈飞呆住了，这是自家仔仔第一次喊他娘亲。仔仔早就会说话了，但是就是不喊爹娘，也是愁坏了沈飞和唐之灵。沈飞的待遇还好一些，至少有个名字，叫菲菲也算是亲切。可是轮到唐之灵这里，就只有哎，仔仔，你终于肯叫我娘了。小福宝看着沈飞兴奋的样子，又喊了一声娘亲。真是娘的好大儿。沈飞，什么事啊？这么开心？唐之灵，仔仔今天喊我娘了。啊，是吗？仔仔，来喊一声爹听听。小福宝一把推开唐之灵凑过的大脸，直接留给唐之灵一个后脑勺。你这个臭小子。唐之灵，你这是嫉妒我吧？说实话，唐之灵确实是嫉妒，他的仔仔更喜欢娘亲呢。夫人，周大夫到了，人已经在偏厅等候了。好，我这就过去。大夫，你是哪里不舒服吗？没事，就是今天二嫂说我的肚子太大了，我就是找个大夫看一看。大一点不好吗？不好。嘿，你这个小人精，你知道什么呀？走吧，既然大夫来了，就一起去看看是怎么回事。于是众人就一起去了偏厅。周大夫。沈飞挺着孕肚进来的时候，周老大夫还吓了一跳，因为就是他给沈飞把住了喜脉。可是这才多久啊，肚子有点大了。夫人，请把手放上来。沈飞乖乖照做，把手放了上去。老大夫仔细辨别，终于得到了肯定的答案。恭喜夫人，您这一胎是双胎呀。是双胞胎吗？是双胎。夫人的身体非常康健，老夫就不开调养身体的方子了。哎，大夫，那我们夫人这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现在是不是要少吃一些？不用，夫人是双胎，肚子大一些是正常的。现在正是要食补的好时候，等到了7个月左右的时候，控制一些就可以了。多谢大夫了。李嬷嬷给了诊费之后，就把大夫送了出去。仔仔，是不是很高兴？你有弟弟和妹妹了呢？小福宝并没有很开心，好不好？他还是担忧地看着沈飞的肚子。此时，萧府，萧夫人听到下人的禀报，也是哈哈大笑。好，真是太好了。娘，你说的事情办成了。成儿啊，这次多亏了你表妹舒兰，要不是她在中间牵线，那沈氏也不会如此丢脸。母亲，表妹是怎么做到的？还不是司妙兰够蠢，被你那表妹恭维几句就找不到北了。而且那司妙兰也是有意思的很，
他竟然担心太子被沈氏勾引过去，哼，简直是蠢到家了。娘，怎么会呀？不是说沈氏和皇上有染吗？她生的那孩子有些像皇上呢。这怎么可能？那沈氏从前一直在北地，孩子也是在那边有的。皇上从来没有出过京城，怎么可能呢？以后这些没有根据的事，不要胡乱猜测。萧成一听萧夫人这么说，也知道自己想差了。这时候大门被推开，萧大人气冲冲地走了进来。他刚刚在外面偷听了一会儿，真是肺都要气炸了。他直接走到萧夫人面前，一巴掌就打了过去。老爷，你竟然打我！你这个蠢妇，打你都是轻的。爹，你干嘛要打娘呢？我们也是为了咱们萧家好啊。萧大人看着如此蠢笨的儿子，也是很无奈。想到上次被萧成破坏的事，一脚就踢在了萧成的屁股上。萧红卓，你要是看不上我们娘俩，就早说。想要我给那小贱人让位置，也没必要没事找事。我和成儿立即就离开萧家。娘，我和你一起走，咱们一起离开萧家，到时候还可以进宫找大姐，让她给咱们做主。住嘴，你个蠢货！你们以为你们这点小手段就解决问题了吗？那沈氏的名声本就不好，那些后宅女眷谁不知道？你们犯得着在司庙兰的吉吉礼上给人家难看吗？就你们这点后宅的小手段，有什么用？怎么没有？沈氏被羞辱了，司庙兰也被人笑话，现在说不上有多少人在笑话司庙兰呢。我这都是为了贵妃好，为了二皇子好。糊涂！你以为司庙兰的名声这么好，都是司家传的吗？没有我的手笔，他的名声会这么响亮？爹，你干嘛要帮着司家，帮着太子啊？你个蠢货！我这是在帮着太子吗？我这是帮着二皇子。萧夫人的脸色也不好看，她也想明白了，确实娶个脚家精进来，真是一个媳妇能霍霍3代人。司妙兰这么善妒，要是进了太子的后院，那太子能不能有孩子出来都说不准呢。老爷，那现在怎么办？皇家还真能推了这个儿媳妇不成呀？总之，你们不要没事找事，都给我老实点。萧大人骂完人之后，就脚步匆匆地离开。他要找幕僚商量一下，怎么做才是对贵妃和二皇子最有利的。娘，那你答应孙家的条件还作数吗？成儿，窦老太太不能留，你找个人把她处理掉吧。娘，至于吗？那老婆子也不是个善茬，要是不解决了，她一定会找上咱们家。是娘，我这就去找人。此时皇宫内，你说什么？金丹有毒？皇上，这事儿千真万确呀！乔杉，你该不会出去的时间久了，忘了自己是谁的人了吧？皇上，属下从来都是皇上的人，这是属下调查出来的卷宗，还请皇上过目。皇上没有接，而是让太监冯保接过来。冯保接过去之后，又检查没毒之后，才交到皇上手中。皇上仔细翻看着上面的信息，越看脸色越难看，最后直接扔在桌案上。乔杉，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丹药有问题的？皇上，属下并不知道皇上服用的金丹是否有毒，但是侯夫人说一般的丹药都是有毒的。道家讲究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会在炼丹的时候加入金属等矿物质，铅汞等东西都会放进去，长期服用对身体有害，时间长了就形成了毒素。他从怀中拿出了当初说要处理的铅汞，直接放在了大殿的地上。皇上，这2样东西就是铅汞两物。这个看上去像银子。是的，皇上，但是侯夫人说这东西有毒，不能轻易的触碰啊。乔杉，沈氏怎么知道丹药的事儿？皇上，侯夫人并不知道您服用丹药，是我们去宝华寺上香，回来的时候看到了霄云观，侯夫人才提起道家炼丹的事。也就是说，你们并不确信
朕的丹药是否有毒？皇上，那霄云观确实是有问题。属下发现霄云观每年利用捐功德名义筹集了很多钱财，但是这笔钱又都不在霄云观，而且霄云观和朝中的几位大臣也有牵扯。那几位大臣你安排人手送进去，好好的盯着。是，皇上。翌日，大长公主穿戴整齐之后就进宫了。皇太后对大长公主也是很客气的，毕竟这个大姑子性子好，也不会没事找事。两人相处了好几十年，现在也算是个能聊到一起的人了。长姐来了。我来看看你，还有和你说点事儿。什么事？哦，对了，你昨日去了司家吧？吉吉礼还办得顺利吧？春华，司家的丫头我看不行。张姐，这是发生什么事了吗？你好好和我说说。司妙兰那丫头脑子不行，我觉得要是嫁给太子，这生出来的孩子没准是个蠢的。张姐，你别卖关子了，仔细和我说说。大长公主直接把昨天宴会上发生的事情讲了一遍。这也不知道司太傅那老头是怎么教养的，这我看从前的好名声啊，是掺了不少水分。司妙兰如此善妒，进了太子的后宫，可不是一件好事儿。这太子妃可是未来的国母啊。如果真如长姐所说，那这个人选确实要好好的甄选了。这人呐，蠢点不要紧，就是怕那种又坏又蠢的，我真是搞不懂了。在他自己的基礼上搞出这么一出，固然是小六媳妇没得到好，可是他的小心思，那谁看不出来呢？皇太后想起司家又不满了，司家还真是胆大包天。春华，这司家固然是有自己的私心，可是皇后当年怎么没有看出来呢？那姑娘我当时也看了，温温柔柔的，容貌上也漂亮，谁知道竟然走眼了呢？司夫人看着也挺精明的一个人呢，这司姑娘竟然不像她母亲。这孩子啊，不一定都像父母，可能也像祖父母。这司姑娘我看更像司老夫人一些。皇太后一听像祖父母的事，就想起来了小福宝。小六的孩子你见过，就是小福宝，和先帝长得真是一模一样。是啊，我昨天在宴席上看得不清楚，这特意去了小六的府上。哎呀，这小福宝这孩子真是又懂事又乖巧。两人不再说起司妙兰，直接讨论起小福宝来，气氛也是好了不少。乔宇，你怎么样了？乔杉，你回来了，心情有没有好点？夫人，我事情都办完了。夫人，我没事儿，就是小伤。乔宇，你怎么会受伤？我不是说有危险就跑吗？夫人，昨日幸亏我去盯着孙家，否则窦老夫人就被人灭口了。这么说，还是他多此一举了。那老太婆被灭口了，也不是不可以呀。小雨，那窦老太太死没死成？没有，我去得及时，把她救了下来。哦，还真是可惜了。夫人，那需要我结果了她吗？哦，不用砸了你的手。就是下次有人想杀那老太婆，你不用出手帮忙就好了。乔宇有一种做错事的感觉，整个人都拘束起来。这是他第一次替夫人做事，好像还搞砸了。乔宇，我希望你知道，你的命也很珍贵，不用为了不相干的人拼命，明白吗？夫人，我记住了。乔杉、乔宇，这药丸你们吃了吧，吃了这个就百毒不侵了。这真的不是毒药吗？我吃了会不会直接把我送走了？这东西好像是糖豆，就是颜色奇怪了一点。乔宇现在正感激沈妃呢，也没有犹豫，直接就拿过来吞了下去。乔杉见妹妹都吃了，也没有迟疑，于是也把蓝色的药丸吞了下去。乔宇，你知道是哪伙人想要窦老太太的命吗？来了好几个人，他们也有人受伤了。后来孙家的人也被吵醒了，那些人就撤走了。哦，那一定就是幕后黑手，想要杀人灭口的。乔宇，窦老太太没看清你人吧？没有，我蒙着面呢。
那就好。夫人，这件事交给我来查吧。行，那就交给你了。乔宇，你这几天好好休息，先养着吧。是，夫人。长清巷孙家，杜老太太昨晚也是吓得够呛，她的身子到现在还在发抖。娘，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有人要杀你？不是私家，就是萧家。娘，你干什么了？这两家可不是普通人家呀，私家是太傅府，萧家是贵妃的娘家，你是怎么一下子得罪了这两家人呀？杜老夫人把之前收到的信给了孙斌，你看看吧，这是萧家答应我的条件。孙斌接过来之后，看到上面的条件也是很心动。娘，这萧家真的肯答应？萧家必须答应，我已经按照他们的要求做了。娘，这事交给我去找萧大人谈。娘，大哥，要是那黑衣人再来怎么办？昨晚要不是出现了个帮手，娘可能就真的没命了。老大，一会儿你就去报官，就说昨晚有人想要行刺我，必须要把这件事情闹大，让长安城的人都知道我差点被人灭口了。好的，娘，我这就去。皇宫翊坤宫，皇后已经知道了外面的消息，脸色也是很不好。太子，你对这件事怎么看？母后，孩儿还是挺喜欢妙兰妹妹的。唉，太子，司妙兰你可以收了，但是太子妃的位置不能给她。娘，妙兰妹妹应该也不是有意的，或许是被人蒙蔽了呢。那更说明司妙兰愚蠢，意志不坚，那么容易被人摆布。就这点脑子，怎么能帮你打理后宫？太子耷拉着脑袋不说话。太子，母后，太子妃的位置事关重要，司妙兰你实在喜欢，就放在后宫当个普通的妃子吧。太子妃是未来的皇后，必须要德才兼备。太子见皇后这么坚持，也不敢反驳了，毕竟司妹妹以后还是自己的女人，不当太子妃应该也没关系吧。好了，这件事我会和你父皇说，新的太子妃人选就选你的表妹赵宁寒吧。好，就听母后的安排吧。唐侯府，堂姐贸然上门，还请你见谅。不打扰，我正巧也想和堂妹说说体己话呢。陆婉儿看到唐之玲从书房走出来，急忙起身。三表嫂，那你们先聊，我去和三表哥打声招呼。沈飞看了一眼苏梦雪，决定先牺牲一下唐之玲。他对着唐之玲眨了眨眼睛，希望靠他的姿色能把人拖得久一点。唐之玲点了点头。婉儿见过三表哥。三表哥，你还记得从前吗？那时候婉儿还小，第一次在福州遇见你的时候。陆婉儿这时候开始没话找话，甚至和唐之玲提起曾经的事，就是想让唐之玲注意到她。陆婉儿觉得她可以先进了唐侯府，哪怕是当妾也可以，只要是能进来，她就有把握取代沈氏。唐之玲不耐烦地听着陆婉儿说话，眼神有意无意地看着门口，就想知道沈妃到底什么时候能出来。梦雪，既然你要成婚了，那我就送你个礼物。什么礼物啊？沈飞拿着怀表在孙梦雪眼前晃动。乔宇一直好奇沈飞说的催眠是怎么做，现在见到沈飞就拿个小东西在这里晃悠来晃悠去的，抽了抽嘴角，这能管用吗？在一旁偷看的小福宝也好奇呢，就想知道沈飞是怎么做的。现在他觉得就不能相信他娘的话。孙梦雪第一次见怀表这东西，眼睛看着怀表晃动，然后慢慢的闭上了眼睛。放轻松，现在把你的身体调整到你平时最舒服的姿势。你看到草地上的牛羊，你在北地辽东郡，你的家就在这里，遇到了最讨厌的人。是我最讨厌的人，讨厌的人是孟夏，我讨厌他。为什么讨厌他？他抢走了林雨环，他们还订婚了。你讨厌孟夏，那你可以对他做点什么？
我做了，我从主母那里拿了药，给梦夏吃了，她全吃了。吃了药，你们去了哪里？集市，好多东西，我最喜欢去集市了。梦夏和你一起去的吗？平时梦夏要干活，不能出门，这次我特意和总说情，我们才出门的。梦夏不识路，我就带她去了不常走的路，然后怎么了？然后我们遇到了胡人，那里经常有胡人出没，我抛弃梦夏就跑了。我亲眼看到梦夏被人抓走了，梦夏没了清白，林玉环就不会要她了。你母亲知道你这么做吗？母亲不知道，祖母知道，祖母有很多药。沈飞听了孙梦雪亲口说的事实，心里面有一团怒火。窦氏那个老钱婆子也是个心里坏的，还竟然一口一个她不知道检点。沈飞得到答案之后开口道：放轻松，刚刚一切都是在做梦，我数到3的时候就可以睁眼了。1、2、3。哎，堂姐，我怎么了？屋子里的味道是什么啊？真好闻啊！一种香，梦雪要是喜欢，我可以送你一些。乔宇和小福宝俩人都看呆了。小福宝用小胖手捂住胸口，看沈飞的眼神都有了惧色。他是有小秘密的人，要是被娘亲给催眠了，可怎么办？小福宝想看看刚才的怀表，发现已经被沈飞收起来了。那东西一定在那个神秘的大房子里。小福宝暗暗决定，他一定要偷偷的把它偷出来，然后扔得远远的。乔宇看沈飞的神色也不同了，他觉得可以把那些难开口的犯人让沈飞催眠。沈飞已经知道了想知道的事，就带着孙梦雪出来了。唐之琳看到沈飞两人出来，也是松了一口气。他觉得陆婉儿真是聒噪得很，他从不知道他竟然也这么能聊。陆婉儿此时却是脸色潮红，他今日和三表哥说了好些话呢，三表哥一定对他也有意思，要不然早就和从前一样避嫌的离开了。我还有事，就先走了。表哥慢走。陆婉儿一脸欣喜地走到沈飞和孙梦雪身边。表妹，你们怎么去了这么久？我和三表哥说了好一会儿的话呢。堂姐，我们今日也出来挺久了，就先离开了。那我就不留你们了。很快，安北都护府的消息就传到了京城。皇上听到安北大捷的消息，非常高兴。恭喜皇上，安北大捷都是皇上慧眼识珠，算无一策，选了崔文彬前去安北支援。皇上听到下面大臣的恭维，也是喜笑颜开。他一下子就想到了小福宝，都是他选得好，给他这个黄伯父解决了难题。皇上想起小福宝，就想见见这个小家伙，看来晚上可以再把人偷过来抱一抱，玩一玩。启禀皇上，李副将和陈都尉叛国，陷害北静王，导致北静王现在还昏迷不醒，这两人需要严惩啊。陈景，你怎么看这件事儿？陛下，这李副将啊是朝中老臣，祖上又是和太祖打过江山的人，微臣觉得这事儿还要调查清楚才行，不能听崔将军一面之词啊。现在北静王昏迷，是否等北静王清醒之后再定夺呀？好，等人到了京城再好好的审查。是，陛下。半夜时分，乔杉直接出现在小福宝的床边，轻轻地把他摇醒了。小福宝看到是乔杉，也没有震惊，就这么任由乔杉把他抱走了。半个小时之后，小福宝出现在皇上的寝宫内。皇上看到小福宝来了，亲自把他抱了过来，然后对着下面的人挥了挥手。金丹留下，你们全都退下去吧。大太监急忙带着人出去了。小福宝，知道黄伯父让你来是干什么吗？小福宝白了一眼皇上。不知道。哎，几日不见，你说话都这么利索了？皇上把小福宝放在龙床上，想要揉一下他的小脑袋，但是看到他的脸之后，又把手放了下去。
哎，这张威严的小脸，他也是不敢失手啊。皇上有的时候自己都觉得奇怪，不就是长得像的两个人吗？他为什么要怕呢？真是太荒谬了。小福宝，安北大捷，你知道吗？皇上就是想找个人分享喜悦，并不是真的想听到小福宝的回答。这崔文斌还真是厉害啊！你没有选错人，要不是他，安北或许就失守了。不过他信上说李副将叛国，朕还拿不定主意要怎么处置，李家的家族要怎么办呢？皇上其实知道，就算朝臣有了这个念头，就要除之而后快。但他还没有杀过那么多人，心里就很犹豫。他想起先皇，觉得这要是父亲在，一定不会手软吧。既然是叛国，那就诛九族吧。诛九族？你知道是多少人吗？如果有人想要造你的反了，你还这么优柔寡断，那你这个皇上也不必当了。这一刻看小福宝就感觉父皇上身了一样。皇上盯着小福宝的眼神，让小福宝知道自己冲动了。他又变成了小孩子的样子，在龙床上爬了几下，好像是在找能玩的东西。这时候就看到一个金碗中放了一个金色的丹药。小福宝伸出了小胖手，把金丹拿在手中。哎，这东西你可不能吃，你还不到年龄，等你长大了，黄伯父再给你吃。来，先给我。小福宝看了皇上一眼，啪叽一下把金丹扔到地上，然后伸出小胖脚在上面踩了几脚。这个有毒。这是金丹，你知道有多珍贵吗？还有，这可是好东西，怎么会有毒呢？皇上不信小福宝的话，但知道金丹还是有些硬的，于是直接把小福宝又提起来，抱着坐在腿上。来，让我看看你这脚有没有受伤。小福宝刚刚确实有点硌着，加上他又是个坏心的，于是就把小脚丫子抬起来，差点没塞到皇上的嘴里。皇上拍了一下小福宝的屁股。你小子屁股肉还挺多的。小福宝脸黑了，直接在皇上怀里打起滚来。是黄伯父不对，老实一点，我看看你的脚。小福宝老实了，任由皇上关心他。还有半个月左右，你可能就有堂弟，到时候你让他们当伴读，以后就可以常来宫里了。你愿意吗？不来，我在家里玩。来呗，宫里好玩的可多了，想必你都没见过呢。小福宝白了一眼皇上，没意思。哼，他什么地方没见过？好了，我要回家了。好，我这就送你回去。小福宝临走前还是看了金丹一眼，叮嘱道：金丹真的有毒，以后你不准再吃了。皇上有点惊讶，这小子的语气有些熟悉啊，就是声音奶声奶气的，少了威严。皇上没有答应，而是疑惑的看着小福宝。你要答应我。皇上没想到一个1岁的小孩会这么坚持。好，黄伯父答应你。皇上金口玉言，不能反悔。皇上本想糊弄小福宝的，现在也不得不承认，这小子还挺贼的。皇上看到小福宝被乔杉抱走了，还在想着小福宝的话。或许金丹真的不适合再服用，父皇也是常年服用金丹，好像也没长寿。皇上赶紧把这大逆不道的想法抛下。皇上一个人躺在龙床上，回想小福宝的理论。李副将这人确实是不能留了，宁可错杀也不能放过。至于李氏宗族的人，倒是可以酌情处理。唐志玲，你这样翘班真的没事吗？问题不大的，反正这几个月没有俸禄。嗨，我把这事儿给忘了。既然没钱，那不去也行。话说沈飞，今天小福宝怎么没有叫门啊？沈飞才想起来少点啥，于是就往隔壁的房间去了。此时小福宝正在呼呼大睡。这小子不知道昨晚干什么了，到这时候还没醒。唐志玲给小福宝盖了一下被子，拉着沈飞离开了房间。看到门外的乔杉，吩咐道：乔杉，你以后多注意点小福宝的情况，他这隔几天就要睡懒觉的习惯也是很奇怪的。
乔杉摸了摸鼻子，这他还真知道原因，但是不敢说出来。是侯爷。乔杉，查到孙家人背后的人是谁了吗？查到了，孙膑找的人是萧大人，而且这件事就是萧夫人指使的。窦老太太被袭击的事情在京城已经闹开了，很多人都把目光放到了司家上，也都纷纷猜测是司家恼怒窦老夫人破坏了司妙兰的吉吉礼。司家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萧家是萧贵妃的娘家？乔杉点头。萧贵妃是不是很受宠？应该是吧，听说长得挺好看的。我也是没有想到萧家会这么记仇。这萧红卓是三品大员，在朝中啊还是很有势力的，加上他是二皇子的外祖父，萧家是贵妃的娘家，看来以后咱们家要小心一些了。乔杉想说，其实没必要，你们都安全着呢。沈飞摸着下巴，他听明白了，萧贵妃和二皇子才是萧家最大的倚仗。这二皇子是个小孩子，那就放过他吧，那么就要对付萧贵妃了。那他要是毁容了，皇上是不是就会嫌弃他了？应该会吧。怎么，你难道还有办法？当然，你就等着吧。乔杉感觉沈飞这个主母在作死的道路上使劲的扑腾啊。那行，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乔杉听着两人的对话也是很无语，不过侯夫人接下来的行动他可要看好了，不能让夫人瞎搞，要是真把皇上得罪了，他这中间人就难办了。于是接下来的日子，乔杉就开始严密地监视沈飞的行动。可是让乔杉失望了，因为他根本找不到沈飞异常的举动。沈飞现在是一个大肚婆，在大冬天的时候根本就不会出门，来到院子里的时间都很少，经常是在卧室内不出来。沈飞在室内不是在屋子里待着，而是进了空间实验室。小福宝头几天还没发现，后来也是找了沈飞几次才知道他又进到了神秘的空间。于是他也不出去玩了，像个小尾巴一样整天跟在沈飞的脚边。仔仔，这些机器你都不可以动，明白吗？小福宝看着一个个超级大的铁盒子，点了点头。小福宝睁着圆溜溜的大眼睛看着里面奇奇怪怪的东西。娘亲，这个会动呢。这些动的都不要碰。小福宝点头。沈飞这些天已经做了一些护肤品，没错，沈飞打算从美妆护肤上下手。过去他只是少做一些自己用，从来没准备卖。现在他既然想让几个死对头烂脸毁容，那就得好好做一下了。但是为了让别人相信这产品好用，就要先做一批好用的，有了名声，那几个仇家才会相信，送过去之后才会使用。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沈飞有很多时间，正好他每日都很闲，他不介意陪他们玩玩。娘亲，这个粉是什么？仔仔，这个不碰，这粉里面啊有铅汞，抹多了会烂脸的。小福宝再次听到铅汞，急忙把小手在衣服上抹了抹。仔仔，娘再告诉你一件事。小福宝好奇地看了过来，大眼睛眨呀眨的。那就是千万不要小看女人，女人害人的心思会藏得很深的。例如我，你也没想到娘会害人吧？看，就是这东西，要是擦在脸上，时间长了，不仅脸会毁了，还会传给下一代，非常厉害。小福宝联想到金丹里面的铅和汞，问道：是铅和汞吗？就是重金属超标，但是擦了这个，脸上美白的效果会非常好。我再做一套美白套盒，叠加使用，效果更明显，发病更快。沈飞不再搭理小福宝，而是又自己忙活起来。小福宝看着沈飞这样兴奋，承认了那句话：女人狠起来真的比男人还要狠啊，这真是钝刀子割肉啊。不过他也不反对就是了，不过是两个坏女人，不算什么。娘俩有了共识之后，就开始各自忙碌。沈飞忙着做实验，调试护肤配比，小福宝则是在找怀表，他可没忘记这个东西。他好不容易才进来一次，可要珍惜。只是他才3寸丁的身高，就是看个台子都要垫起脚来看，找起来并不容易，还要防着沈飞不让他知道。沈飞还以为小福宝是对这些东西好奇，
看他这瞅瞅那看看的，也是觉得好笑。娘俩在实验室各忙各的，守在外面的乔杉心里确实是很焦急。这都多久了，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啊？原本沈飞自己一个人在房间中没有声响，乔杉觉得不正常，所以才把小福宝送进去的。现在是送一个搭一个，福宝少爷一个小孩子怎么能待这么久不出来玩呢？沈飞忙活几天之后，终于是不进入空间了，小福宝也就不能进去了。但好在他找到了怀表。仔仔，你喜欢这个？宝喜欢。那你就拿去玩吧，我有好几个呢。小福宝呆住了，那他找这个有什么用啊？仔仔，你看，这是时间，娘教你辨认。小福宝听到沈飞的话，立即把眼睛闭起来不看。干嘛闭眼睛啊？迷眼睛了吗？让娘给你吹吹。我不看。沈飞一下子就想起前些日子发生的事，那时候仔仔也在的。你呀，还真是个小人精。这是钟表，记录时间的，不会被催眠的。小福宝先睁开一只眼睛，看了一眼怀表，然后发现他还是他，没有变化，然后才敢把两只眼睛都睁开，看着脖子上的怀表。你呀，戏还真多。沈飞教了一下小福宝怎么看时间，但也没抱多大希望，毕竟仔仔太小了，长大了再知道也不迟。沈飞直接把做好的面霜和乳液都拿了出来，他要找好看的包装装起来。乔杉，你去把张光真找来。乔杉看到沈飞闭关一段日子，终于是出来了，还是很好奇。毕竟距离沈飞那日撂下狠话之后已经半个月了，这些天他一直在等沈飞的行动，可是让他失望了，那就是沈飞没行动，他还以为沈飞要放弃了呢。夫人，您有什么吩咐，我也能做。不用，这事儿你不擅长，把张光真叫来。是，夫人，我这就去把人找来。乔杉来到制作工坊的时候，就看到了滑稽的一幕。此时张光真正在试穿纸尿裤，没想到乔杉就这么突然出现在房间里。哎呀，乔大人，你怎么突然出现了？张大人，这是什么癖好？乔大人，这是个好东西呀。哦，我怎么没看出来？乔大人，你看，侯夫人让我研制的纸尿裤，我研究出来了，这是小孩子穿的。来，你看看，我给你做个实验，你看看啊。他倒了一杯茶水倒在纸尿裤上，然后献宝一样给乔杉看。乔大人，你摸一摸，这水根本就透不过来。乔杉更嫌弃了，尼玛，你刚刚试穿的底裤还让我摸，我又没疯。哈哈哈哈！侯夫人真是太聪明了，想了这么好的方法，给小孩穿纸尿裤就不用总给孩子换尿垫子了。到时候卖给京州那些夫人，一定也会赚得盆满钵满呐！哈哈哈哈！不过我老张也不差，我一下子就想到了大人，那些卧床的大人也会需要，这不，我就让匠人做了个成人版本的，怎么样，乔大人？乔杉看着得意洋洋的张光真，很想说不怎么样。张大人，侯夫人找你有事，可能是很重要的事，你要慎重一点儿。好，你等我一下，我去拿2个新的，咱们啊这就去侯府。张光真带着纸尿裤来的时候，沈飞果然非常高兴，用不了几个月他就能用上了，真是太好了。张管事，你果然没让我失望，真是太厉害了。夫人，您过奖了，还是您的主意好，否则我也想不出来。夫人，您看，这是大人的，属下觉得这也是有需求的，那些卧病在床的人很适合，咱们都可以卖。你说的对，卧病的老人确实也适合用。这样，让咱们作坊的人加快生产，到时候在京城的铺子都卖。是，夫人。张管事，我今天叫你来，还有个事情要交代你。夫人，是又有什么好法子了吗？张管事，这些也是女人用的护肤品，要擦在脸上的，你去找一些精美的瓷罐子，把这些装进去。张光真听到女人用的就眼前一亮，他已经感受到女人花钱的豪气，京城这些夫人小姐还真不容小觑。夫人，这些是擦脸上的吗？
这些都是有美白功效的，装成独立的小罐子之后就可以售卖了。记住，一定要宣扬的广一点，功效也要夸大一些，多吸引一些夫人小姐使用。夫人放心，我明白，有了这个，咱们福宝斋一定会更火的。张管事，这次的事要秘密进行，你找一些生面孔来做这次买卖，不要放在咱们店里卖。还有，最好不要让人查到这些护肤品是咱们家的产业，能做到吗？张光真想起乔杉的叮嘱，难道这里面有什么猫腻？夫人，这事儿……张管事，这生意我不打算常做，就做这一批。夫人，可是这些擦脸的护肤品有何不妥呀？没有，这些都是好用的，功效都很好，其余的事你就不用管了。我只要求这批护肤品在京城出名，让京城的夫人都知道就好。好的，夫人，我保证办好。行，只要这批东西卖出去了，给你20%的利润。谢谢夫人栽培。张光真越来越欣赏沈飞了。大方的主子他都欣赏。他现在已经存了不少小金库了。过去他追求权力，现在是明白有钱的好处了。有权的最终尽头是为了更好的捞钱，他现在就达到了。他发现自从跟了侯夫人一起做事，腰包都鼓起来了。张光真想到在老家的老娘和媳妇，是时候接到京城了。张光真出去之后就被乔杉堵住了。夫人交代你干什么了？透露一点。张光真下意识地摸了一下钱袋子。没什么，就是生意上的事儿，说了你也不懂。说完，人直接脚底抹油的跑了。乔杉纳闷了，这一个两个的怎么都开始防着他了呢？唐之玲出去一天，到了天黑终于是回来了。唐之玲这人就是小时候没打好底子被耽误了，但脑袋绝对没问题。相反，他的脑袋也是很聪明的，他可以从不同渠道知道一些只言片语，过滤掉不实的消息，得到一些结论。他脚步匆匆地走回家。沈飞和小福宝已经吃过了晚饭，唐之玲有时候出去应酬，晚上也不在家吃，所以娘俩谁都没有等唐之玲。小福宝现在自己睡觉，但是在睡觉前这段时间，沈飞会陪着小福宝玩一会儿，顺便给他编一些小故事。沈飞把现代的那些童话故事讲给小福宝听。见到唐之玲走进来，身上还有酒味儿。唐之玲，你身上好臭啊！臭，是酒味儿。那你等我一会儿，我沐浴过后再过来。你这个臭小子，竟然还嫌弃你老子了！唐之玲干完坏事就跑，刚刚力气有点大，在那小子疼哭之前赶紧跑。小福宝揉了一下鼻子，哼，糟心的玩意儿。沈飞已经看出来唐之玲是有话要和他说，于是也没心思讲故事了。仔仔，你快回去自己睡觉吧。小福宝一听就知道这俩人是有秘密要说，那他怎么能离开呢？他这具小身子影响他的行动就算了，这有秘密怎么可以隐瞒他呢？不要，我还不困，我不睡觉。一会儿让你爹给你送回去。我就不回去。这时候唐之玲洗了个战斗澡，就急忙跑了过来。沈飞，我得到消息了，北静王要进京了。沈飞立即来了精神，也不管小福宝了。小福宝此时猫在被子里，只露出头上的小揪揪。北静王终于要回来了，什么时候到京城？听说就这2天了。哦，不过北静王重伤，人一直在昏迷，很有可能挺不过来了。确定是昏迷，不是死了，对吧？啊，没有，还有一口气在呢。只要不是一具尸体就行，只要有口气在，我保证能救活他。唐之玲想到沈飞的药剂，也有信心了。不过也是奇怪呢，我听说北静王这一路回来还受到了刺杀，我看呢是有人不想让北静王活着进京。那就是有人怕北静王醒过来之后说出对人不利的话，想要灭口呗。不过北静王到底知道什么这么让人忌惮呢？或者他醒来之后会威胁到谁的地位呢？唐之玲在犹豫要不要把北静王被手下背叛的事说出来。他看着沈飞的大肚子，没有说出实情。唐之玲，等北静王回家的时候，咱们去王府拜见一下你姑姑吧。没问题，这事交给我。2日后，北静王的车队浩浩荡荡地进了长安城，街上很多百姓都出来观看。
北静王阔别多年，再次回到长安城，不是荣耀回归，反而是有些萧瑟。北静王人还没有醒来，就是他身边的军医也是很奇怪。当时他们建议北静王回京一治，也就是个托词，毕竟当时确实没死，还有一口气在，但心里默认都是坚持不到长安城的。回来的车队就是连棺材都准备好了。可是就是这么神奇，北静王就是吊着一口气，人虽然昏迷，但又有气息。军医们也是百思不得其解，他们也是很少见这样的情况。只有坐在旁边的宋燕心里清楚，或许是他给北静王服用的药丸的缘故，否则这人恐怕早就没了。大胆！你们知道我们主子是谁吗？有空房间还不给我们主子用？客官，抱歉，这间包间真的被人订了。不管是谁包了，我们主子想用，必须让给我们。尖细的声音不小，让他旁边的少年有些不满，但是他并没有制止。他的身份并不适合在大庭广众之下，在包间里确实会好一些。他出来的机会少，不知道一个小小的茶楼还需要提前预定。沈飞和唐之灵走过来的时候，就看到几人在包间门口争执着。唐之灵见到少年，急忙行礼。话还没说完，就被少年制止了。客官，你要是再不来，包间我们真的留不住了。小二，有劳。包间正主来了，小二鞋底抹油的跑了。太子殿下如若不嫌弃，就同我们一家人一起用吧。这位大人，既然知道我们主子是太子，还不避让，把空包间让出来。太子这个时候更不满意这个小太监了，有些跋扈。在宫里的时候明明很好的。小喜子，住嘴！小太监听到太子呵斥他，不敢出声了。唐侯爷，别见怪，身边的人不懂事儿。太子殿下言重了，咱们里边请。于是一行人直接进了包间。沈飞看着站在一起的唐之灵和太子两人，还别说，气质有些相似的。两个人的个头差不多高，而且眼睛还是有些像的。沈飞想起从前的推断，不动声色地向太子的身边凑了凑，然后若无其事地在太子的肩膀上拿了一根头发，直接送到了空间里。乔杉见到沈飞拿了太子的头发，心里就是一紧。他真的忘了女主子的神仙手段了，据说他能用头发辨别两人是否有血缘关系。如果夫人的手段是真的，那刚刚太子的头发已经被夫人拿到了，那侯爷的身份是不是就要被查出来了？乔杉心里有些紧张，不知道要怎么和皇上禀报这消息。太子看到沈飞的大肚子，也是吓了一跳。太子及时咽下要出口的话，他本来是想喊皇婶来着。唐侯夫人的肚子还真大呀。太子年纪不大，才17岁，说话也不老成，有什么疑问就直接问出口了。沈飞不在意，但是刚才那个黄字他却是捕捉到了。这屋子里就没有姓黄的人，而太子显然是在跟他说话，那就是太子私底下偷偷称呼他的话。沈飞开始转动脑袋，会是黄什么呢？唐之灵见沈飞太子殿下，我夫人怀了双胎，所以肚子会大一些。恭喜唐侯爷、唐夫人了。沈飞想了一圈，终于想到了一个称呼，那就是皇婶。他觉得这个称呼最贴切。如果是皇嫂，那么太子见到唐之灵不会毫无芥蒂。现在心态这么平和，那就是唐之灵不能威胁到他的地位。沈飞想到可能的猜测，有些激动。谢谢太子殿下。他看着太子浓密的头发就在眼前，只要他一伸手就能够到。虽然刚才在肩膀上拿了一根，但不确定有没有毛囊，还得再拔一根才保险。沈飞一边看着外面，一边寻找着机会。这时候楼下传来了骚动，是车队要走过来了。快看，车队过来了。太子和唐之灵两人都往外瞧了过去。沈飞趁着太子不注意，又直接薅了2根太子的头发，偷渡到空间里。太子被外面吸引住，根本就没注意到沈飞的举动。这时候目睹了沈飞全程动作的乔杉，心里只有完了2字。街道上响起了嘈杂声，此时包间里的窗户都是打开的，众人也是伸着脖子想看得更远一些。
车队中间有个非常豪华的大马车，众人猜测这是北静王的马车。由于包间只有2楼，包间的窗户又是开着的，沈飞能清楚地听到楼下人的议论声。唉，这北静王啊也是可怜，这想当年北静王出征前往北地，那一场面是非常宏大的。哎呦喂，可不是吧？谁能想到啊，这几年过去了，人居然是横着回来的。是啊是啊，哎呀，真是可惜了。沈飞隔壁的包间也是一群年轻的公子，里面就有陈景的儿子陈洪熙。他看到隔壁包间的人，立即捅了一下身边的好友。世子，你看那边。唐世子转头也就看到了唐之陵一家，他没多意外。他这个三弟也是个爱凑热闹的。唐世子对太子并不熟悉，从来都是远远地看上一眼，因此没有认出太子的身份。唐侯爷身边的少年是太子殿下。唐世子转过头仔细打量太子，特别是太子和唐之陵两人如此近的距离，他想到了唐之义的分析，还有唐夫人的猜测，脸色就很不好。但是他现在肯定了唐夫人的猜测，也不想招惹唐之陵了。不必管他们。陈洪熙很奇怪，不明白唐世子今天怎么转性了，不再找唐之陵的麻烦了。车队的速度不慢，很快就走了过去。北静王人昏迷着，没法拜见皇上，车队的方向只能是北静王府。太子原本想看看就回去的，但是现在遇到了唐之陵和沈飞一家人，就没那么想走了。而且小福宝还在这里，他想和小福宝多接触一些。唐侯爷，我可以抱抱小福宝吗？唐之陵看着太子和自家崽崽亲近，不是特别高兴，因为这个小太子和小福宝更像一些，比自己和崽崽都像。当然可以，乔杉，把崽崽给太子殿下。乔杉直接把小福宝送到太子怀里。哎呀，几个月不见，弟弟长得更胖了呢。沈飞听到弟弟这个称呼，笑弯了嘴。小福宝看了一眼太子，在他的怀里也没有挣扎，而是非常乖巧地坐着。唐之陵却是很疑惑，太子这小子真是太奇怪了，对自己的孩子是不是太好了点儿？加上两人相似的眉眼，唐之陵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这个想法有些大逆不道。唐之陵也是目光灼灼地看着太子的脑袋，考虑要不要冒险薅几根。沈飞注意到唐之陵的视线，见他盯着太子的脑袋，就把身子凑到唐之陵的耳边。放心，头发已经到手。唐之陵惊讶，沈飞这观察力比自己强啊。沈飞见唐之陵一脸敬佩地看着自己，也调皮地挤了挤眼睛。众人在茶楼吃点心的时候，房门就被拍响。乔杉急忙拉开房门，宋燕就闯了进来。沈飞，你快跟我去救人！宋燕，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出京收药材了吗？唐之陵并不想沈飞有神药的事情被更多的人知道。他走到宋燕的身边，拉着宋燕的时候，同时捏了一下宋燕的手。宋燕见到陌生人的时候，就知道自己莽撞了。唐侯夫人还会医术？道理是懂一点，还没有机会实践。太子殿下要不要试试？看看，这就是我做出来的药。这么个怪东西，谁敢吃啊？谢谢唐侯夫人的美意了，我的身体很健康，不需要的。他看着消失的蓝色药丸，心里非常担心，他会不会死啊？大胆！你怎么能给太子胡乱吃东西呢？太子殿下，您没事吧？小福宝却是被这一嗓子吓了一跳，小身子抖了一下。不怕不怕，小喜子，你退下，这里轮不到你来耍威风。太子殿下，奴才退下。小喜子满含不愿地看着唐之陵一家人退到了一边。太子楚红轩也不是不担心自己的身体的，可是他相信沈飞不会想杀他。太子仔细地感受身体的变化，发现没有任何不适，也就松了一口气。刚刚没吓到吧？那是好东西，宝也吃过。唐之陵虽然奇怪沈飞会在这时候拿出药丸，但已经被太子吃了，就解释道：太子殿下，那东西没毒，我们一家人都吃过的。太子心想，你们家还真是奇怪，总吃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太子，这药丸属下也曾吃过，身体没有任何异样，还请放心。而且那药丸还有治疗旧伤的功效。
乔杉最开始并不知道药丸的功效，于是他偷偷的找大夫把过脉，身体没有任何损伤，相反，一些陈年老伤竟然也在好转中。唐侯夫人，既然如此，能否再给我几颗？5000两银子一颗。嚯，狮子大开口啊！太子直接闭嘴了，什么药丸不药丸的，没必要在意。他怕再说下去，唐侯夫人会找他要钱，这可是5000两呢，而且还是吃下去的5000两。太子没了坐下去的心思，直接带人离开了茶楼。太子离开之后，唐之陵才开口问宋燕：“宋燕，你怎的如此狼狈？”“我去了北地，遇见了北静王，是和他一起回京的。”“真的？北静王的伤势如何了？”宋燕就把北静王的情况说了一遍。“北静王这次受伤不轻，我是来找夫人帮忙的。北静王对我有恩，我希望他能活过来。”“可是，就算我肯去，王府的人会同意我见北静王吗？”“这事交给我，我去王府找人。”“好，那到时候我们听你的消息。”一行人说完话之后就分开了。沈飞一家回到家之后，他就直接进了空间实验室，他要立即做 DNA 实验。沈飞原来就有了猜测，唐之陵和太子的关系应该是有血缘的，只要 DNA 里面有一部分是相似的，那就说明两人是继承同一人的 DNA。认真算起来，两人应该是叔侄关系。沈飞把太子的几根头发分别放在3个器皿里，然后再把唐之陵、小福宝还有太子的 DNA 样本拿来做比较，果然3人都是有关系的，有一部分完全重合。沈飞敢断定这3人都是继承了先帝的基因。沈飞觉得这次做实验没什么悬念，因为他已经靠着他聪明的大脑猜到了结果。他闪身出了空间，来找唐之陵和小福宝。“怎么样，有结果了吗？”“唐之陵，你赚大了，你和太子有血缘关系呢。我猜你是太子的叔叔。”“确定吗？”“嗯，千真万确，你们的基因有相似。”“基因？那是什么？”就是小福宝也竖着耳朵听，他也是好奇娘亲的理论是哪里来的。“是这样的，比如你是先帝的儿子，先帝生了你和皇上，先帝的体内呢有部分的特征就传了下来，小福宝和太子也继承了，只要找到这些相似的基因就能判断出来了。”“关系多远都能查得出来吗？”“也不是，比如你和小福宝2人是亲父子关系，那准确率就会高达99%，你和太子的概率就不高了，但是可以通过相似的基因来判定你们有没有血缘关系。”“哦，我明白了。那这么说的话，我的身份岂不就是王爷了？”“是的，恭喜你了，唐之陵。过去咱们俩一直想要抱个金大腿，现在知道你就是金大腿本人。”唐之陵知道自己的身世，并没有多开心。“唐之陵，知道你是先帝的儿子，你不开心吗？”“唉，我不过是个皇家不要的孩子罢了。”一抹尴尬在小福宝的脸上闪现。“唐之陵，你说是不是因为你娘的原因，先帝才不要你的？”唐之陵身体慢慢恢复，想起来的记忆也越来越多，只不过都没有告诉沈飞罢了。“沈飞，你说我们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生活，怎么样？”“唐之陵，你是担心皇上知道你有个异族兄弟吗？”“是的，如果我不是皇子的身份，那么我娘是谁都没关系，也没那么引人注目。可是如今你都证实了，那我的身份就尴尬了。”沈飞目光灼灼地看着唐之陵，知道这家伙一定有事情瞒着他，否则不会说出今日这一番话。“唐之陵，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唐之陵躲闪的不看沈飞，沈飞见状更好奇了。“一定有。唐之陵，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了？”唐之陵见沈飞大着肚子还着急的模样，咬了咬牙开口道：“我猜我娘是鲜卑的公主。”“我操，这个相公不简单啊，血脉够高贵的呀。”小福宝柳眉倒竖，小脸像是寒冰一样冰冷。“唐之陵，你是想起什么了吗？”“在我记忆里一直出现一个异族的女人，我听到别人喊她公主。”“还有吗？”“沈飞，我怀疑我失忆是人为的，有人不想我想起在北地发生的事情。”“如果真是这样，那对方就是有什么目的，而且对方也有一个医术高明的大夫。”唐之陵一家并没有因为知道身份的事情欣喜，反而是担心的更多了。现在大禹朝已经不仅是和突厥发生战争，就是鲜卑人也参与进来了。
唐国公正在北平郡和鲜卑对抗，唐之陵生母的身份要是曝光，他们一家在长安城也待不消停。小福宝看着沈飞和唐之陵各种担心，也是皱着小脸。他一时又没有好办法，他现在身份也变得尴尬起来了。小福宝想到原因，脸色更黑了。不管怎么样，咱们一家还是要小心行事。我觉得皇上不想要认我，咱们就装作不知道吧。好，那咱们家就猫着，我也不会搞出大动作，让别人注意咱们家。唐之陵看着沈飞的小脸儿，因为怀孕的关系，原来的瓜子脸变得圆乎乎的，也是很可爱。唐之陵没忍住，直接上手捏了一把。沈飞揉着脸瞪了一眼唐之陵。小福宝抖了一下小身子，呲溜一下爬下了床，直接往外走去。仔仔，你干什么去？我回自己的房间。小福宝实在不想继续当电灯泡了，再说他也有自己的事要忙。唐之陵，你发现没有，仔仔有的时候像个大人一样，好像什么都懂。没有啊，哎呀，早会的孩子有很多的，咱们儿子没有不正常呀。是吗？可能是我想多了吧。随后的2天，京城里百姓都被靖王回来的事情吸引了注意力。京城一间不起眼的小铺子悄悄地开了起来。这间铺子物美价廉，最开始是普通百姓购买。一夕之间，这款美白产品就在京城风靡起来，逐渐出现在大户人家的夫人和小姐手中。主要是功效真的好，用完的人都觉得比平时白了不少。正所谓一白遮百丑，那些夫人用了立即就感受了效果。张光真在背后悄悄运作，他再次被这些夫人的购买力惊住了。很快铺子里的存货就卖没了，他急忙跑到沈飞这里来要货。夫人，那美白的护肤品真的非常好用，咱们是不是再生产一些呀？不用，张管事，这就是一锤子的买卖，以后也不会生产了。我不想让人把这事和咱们府上有牵扯，明白吗？夫人，我能问为什么吗？这东西我准备害人的，所以也就做这一批了。夫人，你是说卖出去的那些东西有毒？怎么会？那些是没有毒的，都是好东西呢。我就是想利用这批货打响名气。夫人，不知道你想要对付谁呀？属下或许可以帮上忙。这件事，张光真或许还真比乔杉合适。是这样的，我这里有几盒加了料的护肤品，想要送给萧夫人，还有陆家的外孙女孙梦雪这2个人，你能办得悄无声息吗？张光真仔细想了一下，这俩人完全不搭边啊。不过想到唐之陵前阵子和萧成打架的事，张光真觉得报仇这件事可以做。至于孙梦雪，应该是个小丫头，没必要介意，顺手对付了。哎，还是个小姑娘呀，这心思就是这么浅，只是放在擦脸上的东西能有什么危害？张光真看沈飞的眼神已经没了刚才沈飞说害人的时候那么震惊了。张光真甚至还觉得沈飞这手段不够狠辣呢。夫人放心，我保准给你办得利索的。这3份送到萧府，1份送到陆府，切记不要让别人误用了。夫人放心，这东西在京城很火的，好些夫人都抢不到呢，一定不会舍得给别人用的。那就好，你去办吧。是夫人。记住，卖完之后那个铺子就立即关掉，人也都遣散出京，不要让人知道。夫人请放心。沈飞完全没有提起萧贵妃，张光真是完全没想到沈飞最主要的目的是萧贵妃。之所以送了3盒给萧夫人，就是想着她一定会为宫里的女儿着想的，给她送去的。乔杉根本就没想到沈飞这次的事没有让他做，他还不知道沈飞已经有了安排。他就是发现女主子一直说行动，然后还没一点动作，这心呢总是提着，也是烦恼得很。皇宫内，北静王的伤势如何了？启禀皇上，北静王的伤势严重，恐怕很难治愈，现在也只是时间问题了。皇上明白，徐院判这意思就是北静王只能等死了。说起来，北静王这个结局，皇上还是很惋惜的。可是他又忌惮北静王，总之心里也是微妙的很。唉，不管怎么样，你们全力救治吧。是皇上。北静王府，
唐之灵是和宋燕一起来的，主要是前2天来王府的人太多，也有很多人关注王府的情况，唐之灵就没有贸然前来，他并不想惹人注意。如今各家已经打听到了北静王的情况，对这里的关注也少了，唐之灵这才赶来。唐之灵在来之前，沈飞给了他2瓶药剂，让他给北静王服下去。宋大夫，您来了。我去看看王爷的伤势。宋大夫，请跟我来。此时老王妃和萧王妃都在病房里，2人现在也是非常憔悴。宋大夫，你来了。拜见王妃、老王妃。拜见江祖母、萧王妃。唐侯爷，你来了。是，我今日也是看看王爷的伤势。王爷怎么样了？还是老样子，外伤在逐渐愈合，就是这人呐，昏迷不醒啊。可以让身边伺候的人都下去吗？我有事要说。你们都下去，谁都不允许进来。是，老夫人。老夫人。徐文，你去外面守着。是，老夫人。宋大夫，你有事可以说了。王妃，我在北地的时候给王爷服用一种药，所以才能让王爷维持到现在。但王爷服用的药量低，如今王爷一直昏睡，只能另想办法。那次的药也是唐之灵给我的药，他这里还有，不知可否给王爷服用？老王妃看着唐之灵的面色，从前的唐之灵她是知道的，京城都说她活不过20岁，更难有子嗣。可是一夕之间这孩子就好了，可见是有什么奇遇。孩子，你是吃了这药身体才好的吗？是的，江祖母。好孩子，太谢谢你了。母亲，不管什么法子，咱们都要试一试。萧王妃看着脸颊消瘦的北静王，她知道丈夫没有别的治疗方案，只有等死了。好，听你们的。唐之灵见到2人都答应了，才拿出了2瓶药剂。他最先拿出蓝色的药剂，打开之后小心翼翼地给北静王喝了下去。等到蓝色的药剂没了，又拿出了绿色的药剂，给北静王一点点地喂了下去。这药剂非常珍贵，唐之灵动作极其小心，就怕把药剂浪费，可惜了。宋燕看到蓝色瓶子的时候没有惊讶，等看到还有绿色的时候，眼睛都冒光了。这个绿色的她没见过，有什么说道吗？萧王妃、江祖母，我就先告辞了。王爷喝下去的药还请2位保密，主要这药极其难得，多余的也没有了。多谢唐侯爷赠药。孩子，今日多谢你了。放心，今日之事我们绝不外传。唐之灵点了点头，就提出了告辞。宋燕也不多待了，打了招呼之后急忙追了出去。等等我呀。你不回你自己家呀？我去你家耍耍，看看小福宝，我都好久没见他了呢。这小家伙长大了不少，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才出生4天呢。好吧，那就和我一起回家吧，晚上在家里吃。好嘞。母亲，你说唐之灵送的药会好用吗？这药啊，应该是沈氏的药。那个沈妃？是呢，孩子。我后来又去了宝华寺，大师说景行的机缘是沈妃，她是王爷的一线生机呀。如今果真应验了。母亲，那孩子和您很像，是您这边的亲戚吗？万强，我怀疑沈妃那孩子才是你姐姐亲生的孩子。什么？母亲啊，这是怎么回事？难道竹妃不是我姐姐的孩子？竹妃那孩子的确是不像你们萧家人，也不像江家人呐。母亲，这单从这一点上来判断，会不会太武断了？再等些日子，或许就会有答案了。你切莫声张。好的，母亲。但是他的心并不能平静。福宝弟弟，给我坐一会儿呗。哎呦，你这小子都这么大了。
小福宝转头看了宋燕一眼，没搭理他，转过来继续逗着杨少奇。唐之琳，你儿子刚刚瞪了我一眼，这小子这么小就知道瞪人了？那肯定啊，我儿子啊，老聪明了。哼，当初这小子可是差点成了我儿子，要不是我极力的否认，这小子没准现在就管我叫爹了。小福宝在心里翻了个白眼儿，切，这人的脸也太大了，想当谁老子呢？也不看看自己够不够格。喂，我才是小福宝的亲爹，你想什么没事呢？亲爹。这时候他感觉脚上疼痛感来袭，低头才看到是小福宝在用力地踩着他的脚。宋燕低头看着故意踩他脚的小豆丁，直接是把他抱了起来，然后快步走到唐之琳身边。唐之琳，你说这小子是你亲生的？是啊，是我亲生的。怎么会呢？沈飞是在北地有的孩子呀。总之我们就是在北地认识的，别的你也别多问了。宋燕看出了唐之琳不好意思，又仔细地看了怀里的小崽子一眼。仔细看着是有点像的。唐之琳，这么说我和你们一家都有缘分呢。唐之琳点头，他是感激宋燕的。当初他要不是遇到宋燕，没准那时候就发病死了。后来宋燕更是给他解毒，就是后来他喝了沈飞的药剂，也是从宋燕那里拿的，并且宋燕还变相的帮了沈飞。宋燕，多谢你的帮助，要不是你，我都不知道我过去的体弱竟是中毒了。咱们是朋友啊，说什么谢呀？好，那我不说谢，以后你有什么事情，只要我能帮忙的，一定帮你。哎，你这人越说越客气了。放心，有需要的时候我是不会客气的。唐之琳，你儿子和我有缘，要不然我给他当干爹吧。我不要，我不要。好啊，那让小福宝认你当干爹。唐之琳和宋燕两人全都没有在乎小福宝的反对，就这么给定了下来。沈飞醒过来的时候，天色已经快要黑了。此时唐之琳和宋燕正在吃火锅，还是沈飞非常喜欢的辣锅。哎，沈飞，你醒了，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吃点？侯夫人，干嘛这么见外啊？你还是叫我名字吧，我听着顺耳。那好，我还和从前一样叫你的名字。宋燕，北京王怎么样？你们把药给他服用了吗？唐之琳给北京王用的药他都喝了下去。这是你爱吃的口味，我特意多放了辣椒。好，他喝了就好，那就不用管了，让他慢慢恢复吧。沈飞，今日唐之琳拿的绿色的药剂是什么？和蓝色的有什么区别？绿色的药剂对于外伤的恢复非常好，能加速伤口的愈合。宋燕点了点头，这个听起来没有蓝色的有用啊，蓝色的药剂还能百毒不侵呢。沈飞没有说这种愈合的速度真的会让人惊掉下巴的存在。宋燕也说了一些收药材时候的趣事，还有在北地时候的事情，把他知道的情况也说了一下。有了宋燕的介绍，沈飞也明白北静王在北地的威望，同时也看出了里面的凶险。沈飞一家三口好好的招待了宋燕之后，才把她送走。沈飞这时候才想起来，唐之琳，宋燕说的那个崔文斌真的这么厉害吗？从前怎么没听说过他？唐之琳只知道一点儿，不过听宋燕的意思，这次要不是崔文斌力挽狂澜，安北都护府没准儿就失守了，北静王或许都回不来了呢。这崔家呀，从前就是武将，和太祖打过江山的，过去呢也是大家族，只不过后来才逐渐没落，没有人在朝中当官了。只是没想到如今出现了个崔文斌。听说崔将军回城的时候是带着突厥将军的人头回城的呢，这么看来崔将军是有本事的人，皇上的眼光不错呢。唉，当武将也是个危险系数很高的职业呀。夫人，现在大人的纸尿裤的销量比小孩子还高呢。哦，还有这回事？不应该呀，总不能京城突然多了一些生活不能自理的摊子吧？哎呀，夫人的想法永远都是这么新奇。夫人，不是的，来买成人纸尿裤的人都是一些大管事呢，我都仔细打听过了，那些上早朝的大人都是需要的。我操，还能这样用？夫人，过去那些大人上大朝会都不敢多喝水，就怕中途去如厕，也是难熬得很呐。现在有了咱们的纸尿裤，完全是解决了。
那些大管事每次都是8包10包的买呢。张管事，你好好干，到过年了，我给你包大红包。张光真一听沈飞的承诺，高兴了，想到了已经来到长安城的母亲和妻子，还有2个孩子。张光真小心地开口道：夫人，我有件事儿想和你说。张管事，你有事直说。夫人，是这样的，我前段日子给家里去信，让我夫人和母亲都过来了，我想问问夫人是否要见见。张光真说的隐晦，也是想要问问沈飞是否有合适的事让他们做。沈飞确实想见见张夫人，他觉得张光真虽然有能力，但有的时候又有点聪明过头了，想的太多就有点二了，总有一种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感觉。当然可以，有时间的时候你可以把孙夫人带来。沈飞觉得如果张夫人人不错，或许可以和她说说卫生巾的事。如果这东西要是能搞出来，那他以后的日子就有福了。这个时代的月事带还真是用不习惯。好，多谢夫人，到时候我会让我夫人带着小女来府上拜见夫人的。张光真离开之后，沈飞想起了前些日子让他办的事，于是把明月叫了过来。明月，你去打听看看孙梦雪和萧家夫人的动静。沈飞估算着时间，感觉也差不多该见效了。是，夫人，我这就出去打听看看。此时被沈飞惦记的孙梦雪看着镜子中的自己，也是摔了很多东西，屋子里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守在外面的小丫鬟撇了撇嘴，哼，不过是借住在陆家的野丫头，还敢耍大小姐脾气，真是给你惯的。我的脸怎么会这样？他都已经在绣嫁妆了，如今脸怎么变成这样了？他的视线转动，蓦然的看到了那个美白护肤品。好啊，好你个陆婉儿，竟然敢害我！此时陆婉儿也是很生气，因为她偷偷给唐之玲送的信全都被退了回来。这时候听到小丫鬟禀报孙梦雪想见她，不见，让她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孙梦雪在门外已经听到了陆婉儿的话。哼，表姐，你该不会是做贼心虚了吧？哪里来的怪物？陆婉儿，你竟然连我都不认识了？梦雪，你的脸是怎么回事啊？表姐，你就不要装了，我的脸还不是你弄的，你现在装什么大尾巴狼？表姐，这东西你不会不认识吧？好啊，你这个小偷竟然偷我的东西！哼哼，真是日防夜防，家贼难防。表姐，你别狡辩了，这可是你送给我的，我用了之后脸就成这样了，我看你就是存心想害我。你这个小偷，偷我的东西不算，现在竟然还倒打一耙，看来我不教训你，你是不知道这是谁家了。于是2个都在气头上的小姑娘就打起来了，上脚的上脚，扯头花的扯头花。在外面的小丫鬟们听到动手的声音，也是急忙的进来拉架。此时陆婉儿的脸上也出现了红印，孙梦雪也没好到哪里去，脸上更恐怖了。最终2人都被叫到了陆老夫人的院子。最后孙梦雪还是吃了这个哑巴亏，毕竟她是客，陆婉儿是主，而且陆婉儿一再强调她没有送过孙梦雪护肤品。孙梦雪有嘴也说不清，毕竟她这套东西是张光真偷偷找人送的，就是借着陆婉儿的名义。陆婉儿自己也用了，非常好用，根本舍不得给孙梦雪，更是一口咬定孙梦雪是偷的，而且她也说了自己用着一点事儿也没有。孙梦雪脸毁了，也是她偷盗的报应。总之这件事最后是以孙梦雪吃亏而结束的。夫人，就是这样，孙姑娘的脸到现在还不能见人呢。我知道了，萧家那边你也帮我盯着一点。是，夫人。翌日，张光真就带着夫人和小女儿来了。侯夫人，这是我的妻子和女儿。啊，夫人好。侯夫人好，我是张小福。张夫人不必多礼，张管事是我的得力之人，咱们都是自己人。彩霞，快给张夫人和小福上茶，再拿一些桂花糕和糯米糍上来。是，夫人。侯夫人，你的肚子这么大，是快要生了吗？没有，我这肚子才6个多月，我肚子里是双胎，
所以才大了一些。哦，感觉侯夫人你年纪也不大，竟然都有孩子了。这孩子吧，他确实是生得早了点。夫人还请见谅，小女也是在乡下待得久了，府里的规矩也不懂。还请侯夫人见谅，原谅小女。没事，小福姑娘心直口快的，和她聊天也挺有意思的。这时候，彩霞把糕点和茶水端了上来，张小福就被糕点吸引了，终于是不再问沈飞问题了。张管事，我有件事要单独和张夫人谈谈，可以吗？张光真心里开始打颤，这侯夫人是想干什么？或许又有了什么损人的主意？侯夫人，你有什么吩咐，尽管和我妻子说，我就先出去了。张管事放心。等人离开之后，沈飞才拿出早就画好的卫生巾。张夫人，想必你在作坊那边也看到了作坊生产的纸尿裤了吧？是啊，这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侯夫人真是聪慧啊，竟然会想出如此实用的东西。张夫人承认纸尿裤好用，但是太贵了，还是一次性的东西。要是她的孩子，她是不会买的。毕竟用普通的尿垫子还是可以洗洗再用的，那纸尿裤就是一次性的，没必要。但侯夫人是丈夫的东家，她就是心眼再直，也要和他说好话的。张夫人，这是卫生巾的图样，你可以回去研究看看。张夫人接了过来。啊，卫生巾？就是每次月事的时候用的。沈飞仔细地和张夫人介绍了卫生巾的用途，还给了她方法，让她回去和张光真研究看看，能不能把这东西也搞出来。张夫人和张光真说要更容易些，毕竟是两口子嘛。此时，本来在门外等人的张光真被乔杉给叫走了。乔杉，你干什么呀？还拉拉扯扯的。张管事，你是不是忘了自己的职责了？你胡说什么呢？我什么时候忘记我的职责了？你不要血口喷人呐！乔杉看着张光真这样子就来气，要不是他注意着明月的动作，都不知道沈飞已经行动，而且还是好多天前。现在孙家小姐脸毁了的事，在京城已经小范围的传开了。乔杉这一查可不得了，他这才知道沈飞已经出手了。你是不是帮着夫人做了什么事儿？快说！也没干什么，就是帮着夫人对付两个仇人，没什么大不了的。张光真，你该不会是在府里待久了，就忘记了你是皇上的人了吧？乔杉，你不要往我头上乱扣帽子，我自问没有任何对不起皇上的事儿，皇上的要求我也都有做。张光真，你可知道，你送给萧夫人的加了料的护肤品已经被送到了皇宫里？张光真眉头一跳，但这件事他不能承认。这我怎么知道？萧夫人送给谁，这谁控制得了啊？我只是替夫人做事罢了。再说了，这事情我们做的隐蔽，别人也查不出来是我们动的手啊。可是他知道啊，那他到底要不要告诉皇上？乔杉自从来到皇上身边做事，从来没有隐瞒过皇上，也从来没有任何私心，不管事情的大小，他都是老实交代的。乔杉的内心非常纠结。张光真现在知道萧夫人把药送进了皇宫，虽然他不是主谋，那也是递刀子的人，如今必须要把乔杉拉下水。乔杉，我自从来到侯府之后，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皇上派你来是保护侯爷一家，这里面就包括侯夫人和福宝少爷，其次才是盯着侯府的动静。我相信只要侯夫人没有想要危害皇上，皇上根本就没有追求的意思。乔杉点头，皇上对唐侯爷确实非常宽容。那一些无关紧要的消息就可以隐瞒下来，例如这次的事儿，这只是女人之间的小纠纷，侯夫人这次也只是想教训一下她的敌人。相较于那些狠辣的手段，侯夫人这已经是小儿科了，脸上伤养一养也就好了，就几天的事儿，又不是要人命的法子，你没必要上纲上线吧。不得不说，张光真说中了乔杉的心理，如果他想要上报，根本就不会纠结，早就如实写上去了。之所以现在还在和张光真对峙，也不过是过不了心里的那一关罢了。毕竟从前他从来没有违背过皇上的旨意，或者是隐瞒皇上。张光真见乔杉被说动了，更是露出了笑容。乔杉，这就对了，这件事儿啊，
咱们就当不知道。还有，萧贵妃善妒，为人跋扈，给她点教训也好。乔杉白了一眼张光真，这人说他胖，竟然还喘上了。行了，这次就算了，下不为例。放心，下次侯夫人再有这吩咐，我全都推你身上。我这次完全是替你做的。乔杉非常无语，这家伙脸皮越来越厚了。张光真这锅甩出去了，立即就小跑的去了后院，等着妻子和儿女了。此时皇宫内，皇上批完奏折之后，就想去后宫转转。走，咱们去贵妃的寝宫看看。皇上坐着轿辇，很快就到了景仁宫。他从轿辇上下来之后，快步走了进去。景仁宫的宫人想要禀报，也被皇上制止了。宫女太监急忙都住了嘴，不敢言语，就这么看着皇上走了进去。宫女看到皇上走进内殿，急得直转圈圈。皇上还如从前一样，直接走到内室，可是并没有看到贵妃的踪影。皇上本想叫来宫女问问萧贵妃是去了哪里，谁知道竟然听到啪的一声脆响。滚出去，全都是废物！娘娘恕罪。小宫女看到皇上，直接吓得不敢出声。贵妃这是怎么了？你是谁？怎么在贵妃的寝宫？皇上，您来了。贵妃，你的脸怎么了？皇上，请你不要看我的脸，我的脸坏了。嫣然，你可有找太医给你医治？这到底是怎么造成的？皇上温和关心的语气让萧贵妃的心情好了不少，她就知道皇上还是喜欢她，关心她的。萧贵妃转过身，楚楚可怜地看着皇上。从前她摆出如此的样子，皇上都会心疼她。如今她遭了罪，皇上应该更会心疼她吧。皇上如此近距离地看着萧贵妃，还是吓了一大跳。刚刚也只是一瞥，看得不真实，视觉冲击不大。可是真的对着这张红肿的脸的时候，皇上承认他吓到了，没有立即逃跑，已经是他作为皇上的素养了。皇上，你一定要听臣妾做主啊！一定是有人妒忌臣妾，才会暗害臣妾的。皇上看着眼前一张一开的嘴巴，竟然想吐。贵妃啊，朕想起来还有奏折没有处理完，这就回去了，你先好好养着吧。萧贵妃看到皇上落荒而逃的样子，还是很受伤的。她来到外间的镜子前，想看看真实的自己。她的脸竟然是如此吗？皇上走出景仁宫，还是心有余悸。走，去张美人那里。他要去张美人那里洗洗眼睛。娘娘，皇上去了哪里？是去勤政殿了吗？回娘娘，没有，去了张美人那里。好啊，好你个楚敬德，真是好得很啊。萧贵妃想到后宫中容貌第一的张美人，也是暗恨不已。皇上这是什么意思？在他这儿才看了他，转身就去了张美人那里，谁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让后宫的其他嫔妃怎么看他？萧贵妃猜得不错，皇上嫌弃她丑，转身就去了张美人那里洗眼睛的事，很快就在后宫传开了。沈妃现在的日子美滋滋的，除了养胎就是看娃。沈妃发现小福宝这孩子真是非常非常的聪明。怎么说呢？上辈子沈妃自己就是天才儿童，那是小小年纪就可以跳级的存在。别人不到30岁能拿到博士，已经是很了不起的存在了。可是她20岁的时候就得到了。在学习知识上，沈妃一直都是很自信的。可是如今面对小福宝的时候，沈妃不自信了。原因无他，主要是沈妃发现她这个半吊子好像教不了小福宝。沈妃最开始是教小福宝学拼音，这些小福宝还学得非常认真，老老实实的认真听沈妃讲。沈妃那时候非常有成就感。可是等沈妃把拼音全部教完之后，逐渐开始学习认字的时候，沈妃竟然发现仔仔可以无师自通。沈妃看繁体字的时候经常是连蒙带猜的，实在不行就念半边的习惯一下子被小福宝发现了。
沈飞没想到这么尴尬的事情会发生在他身上。此时，小福宝正睁着圆溜溜的大眼睛看着沈飞。这字是浩字，拼音是呵凹浩4声。沈飞把拼音交给小福宝之后，他已经能非常熟练地使用了，现在也能用拼音给沈飞科普了。沈飞突然觉得有点丢脸，是怎么回事？算了算了，今天就到这吧。这一天总是叫你认字，也是累个半死。小福宝无语地看着沈飞，他们才学多大一会儿啊？而且就这么一会儿功夫，娘亲教他的10个字能错5个，他也是实在忍不住了才开口提醒的。仔仔，你自己看书吧，我出去走走。彩霞，快走，咱们去大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吃的。唐之玲下职回家之后就发现家里的气氛有点奇怪，平时都是粘在一起的娘俩竟然分开了。发生什么事了？怎么没见仔仔？沈飞想起下午丢的丑，就和唐之玲抱怨：唐之玲，我今天丢大脸了。哦，怎么了？和我仔细说说。唐之玲，我发现小福宝是神童呢，他的记忆力超级好呢。是吗？今天教他认字，发现我不认识的字他都认识了，你说厉不厉害？哼，我今天太丢脸了，竟然还比不上一个孩子。哼。沈飞在现代也是高材生，现在被一个1岁多的小屁孩给碾压了。虽然认错字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对方是他的仔仔呀，他这老母亲的脸还要不要了？哎，是这事儿啊，我早就发现了，小福宝认字非常的快，我教他1遍他就会了。不过既然小福宝这么聪明，是该让谭先生正式教一教他了。会不会太早了点？仔仔还小呢，现在就启蒙。我觉得还是要给仔仔快乐的童年，4、5岁的时候启蒙才合适吧。沈飞现在教小福宝，也就是当做母子间的互动。既然学认字不行，他可以讲物理化呀，做一些化学小实验还是非常不错的。至于启蒙学那些八股文，实在太早了点。不早啦，既然小福宝聪明啊，就要早早的开始学，防止呀他像我一样。沈飞好奇地看着唐之玲，他觉得唐之玲这心里要不得呀，这是自己没有淋过的雨，一定要让儿子淋一下才行啊。呵呵，我感觉不用了吧，仔仔还小呢。快点把仔仔教导出来，以后我就不用努力了呀。我现在上职也是很吃力的，看那些狗屁文章都不懂是什么意思。真不明白，好好的话不说，干嘛非要咬文嚼字的？反正不管怎么说，我绝不会让小福宝输在起跑线上。你这起跑线也太早了点吧。算了，仔仔，你就等着你爹的关爱吧，我能帮你的已经帮过了。这时候知道唐之玲下职的小福宝来到父母的房门前，就听到了这个噩耗。不要啊，宝宝不想啊。那些小儿科的知识，他真的是闭着眼睛都能知道。他完全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这么无聊的事情上。他之所以会陪着沈飞学认字，也只是想陪着娘亲罢了。他现在完全不想和任何老师学习。小福宝觉得自己以后还是要藏拙，不能太露头，表现得太明显，老爹和老娘没准会想出什么幺蛾子呢。夜里，北静王府，水，我要喝水，喝水。王爷醒了，王爷醒了！外面的人听到里面的声响，急忙冲了进来。下人已经端了温水给北静王喝了下去。这时候，老王妃和萧婉晴走了进来。萧婉晴白日也是照顾了北静王一整天，到了天黑才回去的。王爷，哎呀，王爷你终于醒了！静香，你终于醒了，好，真是太好了。娘，娘在呢。北静王看完母亲，才注意到王妃萧婉晴，他伸出手握了上去。让你担心了。王爷，你能醒过来就好，这只要你好好的，我就别无所求了。北静王看着萧婉晴，心里也是愧疚的。这么多年来，北静王在外面，这个家里都是靠着他来支撑的。王府这些女眷看似留在京城，说白了就是人质。他和妻子这么多年都是分隔两地，陪他的时间确实很少，
也是难为他了。王爷，你觉得身体怎么样？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我挺好的，就是饿了。啊，好，我这就去吩咐，让下人给你做些你喜欢的饭菜。先不急，先让大夫给景行看看能不能吃，能吃多少，咱们听大夫的。好，都听母亲的。昭华院，唐侧妃被人叫醒的时候，人还不太高兴，等听到下人的禀报之后，又觉得下人不会做事。王爷清醒了，为什么不早点禀报给我？秋菊、海棠，快过来伺候我穿衣。此时北静王已经被大夫把过脉了，这名大夫也曾经被请来给北静王看过病。他现在都不敢相信，短短的几天时间，一个人的脉象变化如此之大。王爷，我能否看看您背后的伤啊？可以。大夫又把北静王后背包扎的棉布打开，等看到伤口已经愈合，还长了新肉的时候，惊讶的说不出话来。这也太神奇了！他从医这么多年，从没见过恢复这么快的。王爷，您可是服用了什么神药啊？高大夫，这是徐院判开的方子，你看看。老王妃当然不会把唐之灵送药的事说出来，现在只能把太医院的太医推出来顶缸。高大夫接过药方，仔细辨认，发现确实是要比自己开的好一些，但就算如此，也不会有北静王如今的效果。他摇了摇头，北静王会醒过来，除了服用了什么神药之外，就只能用体质特殊来说明了。大夫，这王爷的身体是哪里不好吗？王爷无碍，只要人醒过来就没有大碍，身上的伤好好养着就好了。啊，那就好。对了，大夫，这不知道王爷在吃食上有什么要注意的吗？于是高大夫就交代了一些北静王养伤的注意事项。萧王妃也是问得很细致，一看就是对北静王的身体非常关心的。等送走高大夫之后，唐侧妃和江竹月也走了进来。唐侧妃在进门的时候就甩开了江竹月的手，快步走到北静王的床前。王爷，王爷，你终于醒了，你不知道妾身有多担心你呢。北静王看着眼前的女人，一时还有些恍惚，仔细看了一会儿才想起来，这是他的侧妃唐荣。北静王对唐侧妃的感情很复杂，他从小就认识唐荣，唐荣是国公府的大小姐，从小是娇惯着长大的。北静王对唐荣的感情一般，他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娶她，只不过后来发生一些事情，唐荣直接进府当了他的侧妃。北静王对唐侧妃的感情一般，现在看着她哭哭啼啼的，心里并没有怜惜。我无事。父亲，你终于醒了。竹月，一眨眼你都成了大姑娘了。是啊，父亲，过年后啊，我就15岁了呢。北静王也是没有和小姑娘接触的经验，但这是自己的亲女儿，别的话也说不出来，只能看着小女儿笑。父亲，您这次受了这么重的伤，可要好好的养着。您啊，都瘦了好些呢。北静王很受用女儿的关心，点了点头后问道：你姐姐竹妃呢？怎么没来？她呀，可能是没人通知她吧，姐姐不爱出院子。北静王的心就是一沉，竹妃在府中这么艰难了吗？北静王有2个女儿，但对江竹妃这个嫡女是不一样的。江竹妃是他和发妻萧婉玉的女儿，是他们爱情的结晶。北静王和萧婉玉从小青梅竹马，两人的感情一直都很好。如果说北静王对他的王府后院的女人唯一动了情的就是发妻萧婉玉，剩下的女人对北静王来说都是可有可无的存在。就是既是萧婉晴，北静王对她更多的是愧疚，是感激，男女的情愫都少了一些。勤政殿内，皇上正看着北静王的密折。北静王昨日半夜清醒了之后，就写了一封密折给皇上，主要是讲了当时的具体情况，还有李副将的所作所为。他不是为了向皇上告状，更多的是担心大禹朝的安危。毕竟安北地区不比别处，只要这个口子开了，中原地带也就危险了。皇上看到北静王的具体描述，也是气愤得很。大禹朝因为战争也是消耗了不少人，如今李副将竟然因为自己的私心，致使1万多将士送命。李昭，尔敢如此！
皇上不知道具体情况的时候，对李副将还没这么气愤，但现在知道李副将的罪行之后，也是觉得小福宝说的对，李家不能留活口。虽然不至于诛9族，但是3族必须算在内。皇上之前想的是李家男丁处死，妇女和幼童发配到岭南，如今也改变了主意。来人，去把恭亲王、魏贤、范畴都叫过来。是，陛下。半个时辰之后，皇上发出了2道圣旨，同时京中的禁军也是把李家和陈家团团围住。朝中大臣谁都没想到皇上会如此雷厉风行，而且还是这么严厉，这让观望皇上行动的人都吓了一跳。因为给到李家和陈家的圣旨是诛3族。陈洪熙听到消息之后，急忙跑到陈尚书的院子。父亲，父亲，不好了，李家判了诛3族。你的规矩呢？父亲，二姐怎么办？陈洪熙没想到这次会这么严重，竟然会牵连外嫁女。你就当没有这个姐姐吧。外面的腥风血雨并没有影响沈飞的心情。到了年底，他也是在家里算着自己有多少钱。沈飞所有的财产都在实验室里，库房里的都是空箱子。沈飞拿着账本还有库房的单子，开始一项一项的对照。小福宝看到好大一堆的粮食，也是很感慨，这空间里的物资还是不少啊。沈飞庄子上的粮食被没收了，可是唐之陵的植田也是有收入的，于是产下来的粮食都被沈飞收到了空间里。沈飞对照一样，就在后面打个勾。仔仔，看看这些呀，都是娘的财产。小福宝看着沈飞得意的样子，也不忍心打击他，这么点东西他还真不放在眼里。不过经过上次的事件之后，他知道他娘是要脸的，所以也不会打击他。哇，娘好棒呀！现在的东西还是不多，仔仔和娘一起出门吧。好的，娘。两人快速的出了空间，然后又穿戴好之后就打算出门了。谁知道找乔杉的时候，他竟然不在。小雨，你大哥去了哪里？侯爷早上有事情吩咐大哥，他就出门了。哦，说没说出去做什么？这没说。沈飞想到唐之陵最近的神秘，也不管了。行，那不管了。乔雨和明月，你们2人和我一起出门。是，夫人。今日沈飞特意去的西市，长安城西市售卖的东西要更全一些。沈飞这次出来也是想要买一些婴儿用品，毕竟他肚子里的宝宝还有几个月就要出生了，东西还是要早早的准备着。虽然下人也可以做，但他是母亲，心意不一样。李嬷嬷，你挑选看看，选一些适合小宝宝的料子。是夫人。李嬷嬷选衣服料子还是很在行的。其实唐侯府以现在的权势，完全可以让京城的布庄送货上门，甚至是送布匹上门，让沈飞挑选。之所以没这么做，是沈飞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家的身份和地位，他还没有转变现在的身份。另一个原因是，他也是很享受现在出门逛街溜达的乐趣。这一路上，他已经订了不少东西，让他们送到唐侯府。沈飞正在看店里的成衣，谁知道布庄到2楼竟然走进来一个沈飞认识的人。三表嫂好。竹飞妹妹好。沈飞觉得江竹飞是哪里不一样了，总感觉他过去不是这个样子的，他整个人好像是更有底气了一样，不像是过去那样小心翼翼的。表嫂，那你先忙，我就先离开了。好。江竹飞率先走了出去，身后的2个婆子和4个丫鬟也是急忙跟上。街道旁边停了一辆豪华的马车，而且还有4个健硕的护卫跟着。沈飞终于是想起来哪里不一样了。江竹飞现在这派头比过去大了不少，或许是因为有了北静王做后盾，江竹飞的待遇变高了。北静王啊，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沈飞是很好奇的。他内心想看看北静王是否和他老爸长得很像。虽然这很荒谬，但私心里真的是蠢蠢欲动。沈飞站在店门口，愣怔地看着江竹飞登上马车。护卫是北静王亲自选的人，也都是武功高手。在沈飞注意江竹飞的时候，护卫注意到了这视线，也是看了过来。当他看到沈飞的容貌之后，心里也是很疑惑，这容貌竟然和老王妃这么像。护卫看了一眼唐府的马车，暗暗地记了下来。江竹飞离开之后，沈飞收回神色。
沈妃觉得江竹妃都有心情出来逛街了，那就代表北静王脱离危险，甚至是已经没事了。江竹妃回到王府之后，护卫立即把看到的事情和北静王禀报了。王爷，我今日在外面看到了非常像老王妃的姑娘。哦，你说的那个人是谁？那是个成了婚的小妇人，马车的标记是唐侯府。北静王是知道唐之灵的，毕竟他已经听萧王妃说过了。这次他之所以能醒过来，全都是唐之灵献药。唐之灵是唐侧妃的侄子，看来以后要好好的对待唐侧妃了。唐家这份恩情他记下了。哦，我知道了，你去查一查唐之灵的夫人是什么人。是，王爷。皇宫勤政殿内，被沈妃念叨的乔杉并没有去给唐之灵办事。唐之灵要做事，一般也是安排武丹和武阳2人。乔宇不过是害怕沈妃起了疑心，才给乔杉打掩护的。乔杉，你真的什么都说了？皇上的声音低沉的可怕，也是压迫感十足。乔杉还没见过皇上如此呢，他的心里也在打鼓，就害怕他隐瞒贵妃的事情暴露了。皇上，属下真的没有隐瞒。乔杉，朕希望你记清楚了，谁才是你的主子。皇上，属下从来没忘记属下的身份。行了，你先下去吧。是，皇上。乔杉走出大殿之后，后背都是湿的。他不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或者是皇上知道了什么。他这辈子最心虚的事，就是隐藏了贵妃的事情。乔杉离开之后，皇上威严的情绪没了，他刚刚也只是炸一下乔杉罢了。皇上知道唐之灵曾经去了北静王府，而北静王身体又恢复得很蹊跷，皇上觉得这里面或许有什么关联，但是乔杉并没有禀报这件事。皇上真的冤枉乔杉了，要记的是沈妃和唐之灵怎么会告诉乔杉呢？北静王写了一封折子，是给江竹妃请封郡主的折子。徐安，把折子送出去。是，王爷。很快，北静王给江竹妃请封郡主的事就在后院传开了。江竹月知道消息之后，撅着嘴巴看着唐侧妃：“娘，我觉得父亲更喜欢姐姐呢。”竹月，你不用担心，一切有娘呢。娘，你知道什么？江竹月还是很了解唐侧妃的，按理说他娘知道这个消息，反应应该比他还大的。如今这么冷静，很不寻常。放心，该是你的，谁也抢不走。唐侧妃把女儿打发走之后，才吩咐道：“走，咱们回国公府一趟。”是，王妃。王府御书院，江竹妃听到小丫鬟的禀报之后，笑着看着邓姑姑：“姑姑，你听到了吗？我就要是郡主了。”是啊，我们姑娘苦尽甘来了。姑姑，父亲回来了，我们的日子就好了。是啊，这姑娘以后啊就是郡主了，到时候就算是二姑娘也不能随意欺辱姑娘了。江竹妃想到过去江竹月说她不是王府的孩子，心中有些不安。姑姑，你说那些下人都说我的身世，我会不会真的不是王府的孩子？江竹妃长得不像江家人的事，她小时候就听过，这也是江竹妃性格怯懦的原因。其实在王府里真的没人欺负她，只不过是她自己听了流言过得小心罢了。姑娘放心，你就是王爷的孩子，再说了，那些下人不过是乱嚼舌根子罢了。真的吗？江竹妃自从见到沈妃之后，心里就很不平静，她总觉得沈妃是知道什么的，这也是江竹妃越来越不安的原因。姑娘，这府里啊到最后还是王爷说了算，你看咱们院子里的好东西不都是王爷送过来的吗？江竹妃点头，她确实能感受到北静王对她的关心。这时候下人禀报北静王来了，邓姑姑立即松开江竹妃的手，开始整理自己的衣服，又在镜子里看了一下自己的发饰，发现没有凌乱之后，才走到门口迎接北静王。江竹妃不是小姑娘了，她自然看出了邓姑姑的不对劲，可是这是她乐见其成的。她没有娘，王妃姨母对她也不亲，她是邓姑姑一手带大的，如果邓姑姑成了父亲的妾室，那对她也是一份助力。要是邓姑姑有福气生个儿子，将来也是她的依仗。北静王大踏步地走了进来，
身体经过药剂调养的北静王觉得有使不完的力气。如今他整个人比刚回来的那个时候胡子拉碴的样子年轻了10岁不止。王爷，你先下去吧。邓姑姑不甘心地看了北静王一眼，扭着身子走了出去。北静王后院的女人也不少，她也不会丧心病狂地看上女儿身边的人。还有那邓姑姑也不看看自己多大岁数的人了，半老徐娘了，竟然还是这一番作态，真是倒胃口。如妃，那个邓姑姑伺候的还尽心吗？要是不好，我再给你换一个人吧。父亲，邓姑姑对女儿很好，她是府中除了祖母之外对女儿最好的人了，还请父亲不要撵走她。唉，放心，你要是喜欢就留下她。谢谢父亲。主妃，我已经给皇上上了折子，请封你的郡主之位，想必皇上会答应的。北静王会这么肯定，也是摸住了皇上的脉门。他这么多年的功绩在那儿摆着呢，给他的嫡女请封郡主的称号也是不过分的。毕竟兵权他已经顺利的交了出去，再加上他已经是王爷，再无可赏。把这件事用在请封郡主上，皇上会非常愿意的。皇上自然是愿意的，他接到北静王的折子，本来想痛快的答应，可是如今有了沈妃的事，皇上开始犹豫。如果沈妃和江竹妃的身份错换了，那沈妃不就是丢了这个身份？皇上想到唐之灵丢的身份，如今加上沈妃的，他莫名的有些心虚。还有，如果沈妃的推测不错，那这个江竹妃很有可能是唐国公的孩子。皇上想起唐国公之后，心中就是一沉。如今大禹朝和鲜卑正在对峙，唐国公作为主帅，轻易不能动弹。还有唐国公不臣之心的证据还没有找到，这让皇上不是很放心。皇上都是多疑的，北静王一点造反的心都没有呢，皇上都会猜忌。如今换了有可疑的唐国公，皇上的疑心更重了。就算没有证据，皇上也不放心。不过现在唐国公和鲜卑打仗，什么事都得等战争结束之后再清算。皇上轻轻地敲击桌面，在沉思，这个郡主之位要不要给呢？江竹妃院子里的事，萧王妃也是安排了人手，下面的人把事情禀报到了老嬷嬷这里。王妃，大姑娘身边的邓姑姑心思大了。哦，可是她做了什么事儿？老嬷嬷把打听到的事和王妃说了一遍。听那婆子的说法，邓姑姑已经不是1次2次往王爷身边凑了，只不过是王爷没有搭理她罢了。那大姑娘是什么意思？她知道吗？大姑娘知道，听那人说，大姑娘还给邓姑姑创造过机会来着。哼，真是我的好外孙女呀！这如今都想着给她父亲送女人了。萧王妃自认是对江竹妃不错的，自从她嫁进来之后，也没有亏待过她。过去萧王妃还是想把江竹妃养在身边的，可是那丫头见到她就像是洪水猛兽一样，非常怕她，而且整个人也是畏畏缩缩的，看着就是一股小家子气。后来萧王妃也不管了，不让她养就不养吧。但是在吃食和用度上，萧王妃自认没有亏待过她。嬷嬷，邓姑娘是什么时候出现在大姑娘身边的？王妃，您是怀疑邓姑姑这人有问题？去好好的查一查这个人的底细。是，王妃。老嬷嬷下去之后，萧王妃还是觉得心里不舒服。来人，备马车，我要回萧家一趟。很快，萧王妃坐着马车回娘家的事就传到了北静王的耳朵里。北静王也是好奇了，这1个2个的怎么都赶上今天回娘家了？他毕竟是将军，那观察力也是非常敏锐的。北静王轻轻地勾起嘴角，这府里的事情还真有意思啊！看来这么多年他在外面真是错过了不少消息啊！来人，王爷，好好的查一查王府这2、3年发生的可疑的事，府中的下人也好好清洗一遍，看看哪些是有问题的，全都给我揪出来。是，王爷。此时唐国公府，怎么如此急切？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儿了？母亲，王爷给竹妃那丫头请封郡主了。哦，什么时候的事儿？圣旨下来了吗？还没呢，
但这件事差不多板上钉钉了。放心，这件事有娘呢。萧竹飞那丫头就不是北静王的种，这个郡主她当不了。娘，你有证据了？不过现在不是公开的时候。江竹飞的娘我还有用，现在不能把这件事公布出来。娘，你知道那丫头的亲娘是谁？我也是最近才发现的。好了，这事儿啊，你不用知道太多，省得打草惊蛇。唐侧妃好奇死了，就是不知道他娘到底是隐藏了什么秘密。娘，王爷已经从北地回来了，解药是不是要给王爷吃了？唐侧妃还是想生儿子的，可是北静王在北地，她又不能跟着去，更害怕有别的女人先她一步生了孩子，所以这么多年北静王一个孩子没有，是因为被人下了药。蔡嬷嬷，去把解药拿过来。是，小姐。蓉儿，那药拿过来之后也给萧王妃再下一点。这么多年过去了，是时候再给她吃一点了。娘，我会找机会的。可是如今王府都被王妃把持着，这件事没那么好做了。当年给王妃下药能成功，还是王妃年纪小，加上对江竹妃没防备，这才成事的。如今王妃对竹妃的感情也一般，这机会没那么好找。这药呢，也是以防万一。按理说啊，这药不吃解药，想要怀孕那是异想天开。总之啊，你小心为上，没有机会动手就按兵不动啊。好的，娘。这天沈妃收到了北静王府的帖子，还是非常开心的。她早就想去看看北静王了，只不过是没有机会。唐之陵下旨之后，就看到沈妃拿着一张请帖，快速的走了过来。沈妃，你走慢一点。唐之陵，北静王府邀请咱们过去做客呢。日子是什么时候？是3天后。唐之陵看到沈妃这么高兴，不忍心告诉她，北静王已经替江竹妃请封了郡主，而且皇上还准了。北静王府的宴会八成是为了庆贺这件事。这一瞬间，唐之陵觉得沈妃和她一样可怜。3日后，沈妃带着小福宝和唐之陵一起去了北静王府做客。马车到了北静王府门前，这里已经是排起了长队。沈妃下车之后，就发现走在前面的人正是萧家人，萧大人、萧成、萧夫人全都来了。唐之陵毕竟是王府的亲戚，王府的下人对唐之陵还是很客气的。唐侯爷，里面请。正是这声唐侯爷让萧大人注意到他了，他停下脚步看了过来，正好碰上了唐之陵的视线。萧大人。唐侯爷。萧大人就算心里不满意唐之陵，也是不会表现出来的，这点城府他还是有的。沈妃也看到了萧夫人，见到她脸上擦得非常白，那粉也是老厚的，就知道她这是不想让人看出前些日子脸上受了伤。沈妃心里觉得可以给张光真的红包包大一些，这家伙办事还真靠谱啊。他想害的3个人全都中招了，真不错。萧夫人看到沈妃，轻哼一声，直接带着仆人走了进去。沈妃和唐之陵进去之后就分开了。这年代的宴会也是男女分开坐席的，女眷都是在后院。沈妃来了的消息已经有下人禀报到了后院。不管怎么说，北静王的命是唐侯爷救的，老王妃和萧王妃还是记着这份情的。自从下人说沈妃来了的时候，萧王妃就亲自起身出来接人了。萧夫人走在最前面，看到萧王妃亲自来迎接她，脸上还是很得意的。她女儿是贵妃，萧王妃也要对她另眼相看。哎呀，王妃让您亲自来接我，真是不好意思。萧王妃看着萧夫人，脸上的笑容僵了片刻，看到萧夫人脸上厚厚的粉，也是恶寒不已。这是擦了多厚呀，说话的时候都开始掉粉了。萧王妃不动声色地后退了一步，然后热情地道：萧夫人，快里边请。王妃客气了，咱们一起进去吧。萧王妃也是尴尬不已，好在这时候沈妃也是带着小福宝走了过来。唐侯夫人，里边请。沈妃如此近距离地看着萧王妃，也是非常开心。虽然知道这女人不是她老妈，但是他们有一样的脸呢。
不，萧王妃要比她老妈有气质，也更年轻。在现代的老妈虽然也是常年保养，但是年纪要大一些，两人的气质也不一样。不过沈妃看着萧王妃还是非常亲切，她觉得能看着萧王妃也是好的。她这次来要和王妃打好关系，争取以后多一些见面的机会。萧夫人见到北静王妃和沈妃聊起来了，也知道自己误会了，感情她刚才是自作多情了。想到这里，萧夫人的脸色不是很好看，她也不自讨没趣，就奔着相熟的夫人去了。郑淑兰今日和郑夫人来了，一直就看着门口呢。哎，母亲，姨母来了。郑夫人看了过来，发现是姐姐来了，就急忙拉着女儿走了过来。姐姐，你来了。萧夫人有刚刚被怠慢的不悦，脸色不是很好。姨母，怎么了？郑淑兰不出意外就要嫁给萧成的，自然是想在萧夫人面前讨好的。没事，不过是碰到了一个讨厌的人罢了。郑淑兰顺着视线看过去，就看到沈妃和小福宝一起走了过来。郑淑兰也是认识沈妃的，这还是拜沈妃的坏名声所赐。京城这些小姐没有不认识沈妃的人。沈妃这一路走过来，也是发现北静王府不愧是王府，真的很大。这时候宾客已经来了大半，一些相熟的人都是聚在一起的，三三两两说着话。沈妃是北静王妃亲自接进来的，众位夫人早就想看看能让王妃亲自接的人会是谁呢？没想到这人竟是沈妃。沈妃不知道，在她来了之后，就有几道视线一直看着她。唐老夫人看着沈妃，她身边的老王妃见状，要不要把那个孩子叫过来？不用，那孩子跟着唐之琳被国公爷分家出去了，这估计啊，对国公府也是有怨吧，对我这个祖母并不亲近。也是，咱们都是老家伙，那孩子要是过来，应该也不习惯。老王妃看到沈妃，心情非常复杂。她已经找到了当年的稳婆，知道她的亲孙女身上没有任何的胎记，但是江竹妃身上有胎记，这就说明江竹妃不是王府的亲女儿。老王妃也是没想到皇上的圣旨会下得这么快，还有北静王的心会这么坚决。如今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她虽然怀疑沈妃是她的孙女，但是没有证据，不能单靠长相相似的由头就认定一个人。如果是孩子身上有胎记，这还好认一些，偏偏是这个结果。老王妃想到沈妃的名声，眉头又皱了起来，这也是她犹豫的点。他们北静王府百年清誉，不能因为一个女人而毁了，这也是老王妃将错就错的原因。这时候宴会的主角江竹妃来了，江竹妃和江竹月两人一起走进前厅。江竹妃今日也是盛装打扮，她直接穿上了郡主的吉服，看上去非常贵气。江竹月撅着嘴巴跟在后面，非常不满意的样子。等看到沈妃之后，就把江竹妃抛在一边，直接向沈妃走了过去。沈妃并没有看见江竹妃，而是在观察萧王妃。她发现萧王妃在江竹妃进来之后，眉头皱在一起，明显是很不喜的样子。难道萧王妃发现了什么？沈妃的内心有些期待的，或许她内心深处希望江家人能主动发现江竹妃是个冒牌货，主动来认她的。她不是羡慕江竹妃有郡主的头衔，她是想要家人，也想在这个朝代有血缘亲人来认她。她想在大禹朝也像在现代一样有家人宠爱她。沈妃顺着萧王妃的视线看到了江竹妃，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她的开心。三表嫂，你看我那姐姐，自从封了郡主就不把我放在眼里了，神气的不得了。她是郡主，你不是，她自然有神气的资本。真扎心呐！但是江竹月小话痨的本性没有变，她直接把小福宝挤开，坐在沈妃旁边继续叽叽喳喳。小福宝看了一眼江竹月，叹了一口气，然后挪了一下小屁股，不过小耳朵却是竖了起来，听着江竹月说话。三表嫂，你还不知道我姐姐的封号吧？沈妃摇头，她也是今日来了才知道江竹妃被封了郡主的。我姐姐的封号是嘉妃郡主。嘉妃？
沈飞的脑子里只有一只大黄猫的形象，那就是加菲猫。这个封号还真特别啊！三表嫂，这名字好听吧？好听，还真贴切呢。江竹飞的名字里不就是有个飞字吗？皇上很奇怪啊，我姐姐的封号中的飞是你名字中的那个飞字，不知道皇上是不是把名字给搞错了？沈飞的心情有些怪异，皇上又不是文盲，字怎么会搞错？就是在旁边竖着耳朵听的小福宝，小脸儿都没那么冰冷了，现在更是翘起了嘴角。哎，三表嫂，你听我说，我还知道个好玩的消息，韩侍郎家的小姐。江竹月坐在沈飞旁边，小嘴儿也是不停的一直在和沈飞嘚吧嘚，说的还是京城里的八卦消息。沈飞听的也是双眼一亮，他也喜欢听八卦呀，可是没有人和他分享啊。哎，他的渠道太闭塞了，想知道后宅这些好玩的事儿根本没有渠道啊。沈飞觉得江竹月这小丫头或许可以多请到府里和她解闷儿，也是非常不错的。江竹飞的身边围了很多官家小姐，他耳朵里听着这些人的恭喜声，也觉得非常开心。至少这些小姐之后见到他也都是要行礼的，这让江竹飞不再怯懦，终于也能抬起头了。这样的转变让江竹飞心中舒爽，他环视四周，一下子就看到了江竹月和谈笑的沈飞。不知道怎么的，他莫名的不想看到沈飞。过去看到沈飞，知道他的经历，他会莫名的心虚。现在看到沈飞，这种情绪没有退去，竟然还会害怕，害怕到他不想沈飞出现在他的眼前，特别是两个人的名字都这么犯冲，草头飞和雨头飞，多么相似的字啊，就是叫出来都是一样的发音。这让江竹飞更忐忑的是，他的封号是嘉妃郡主的草头飞字，不是他名字里的雨头飞。有的时候他会安慰自己，或者是草拟圣旨的人写错了，但这也只是他自我安慰罢了。他总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皇上封的人是北静王的嫡长女，在圣旨里只有封北静王的嫡长女为嘉妃郡主，只有嫡长女这么含糊的称呼，并没有提起她的名字。江竹飞看着沈飞，不自觉地攥紧了手中的帕子。哎，郡主，你在看什么呢？江竹飞收回视线，面对郑淑兰的时候表情自然了很多。可是郑淑兰这人心眼不少，她已经观察了江竹飞好一会儿了，发现江竹飞好像同沈飞有意见，这让她心里开心不少。郑淑兰因为她表哥萧成的原因，对沈飞和唐之灵都有意见，小心思也不少。于是他就在江竹飞的耳边嘀咕几句：不行不行，我不能这么做。郡主，你不是讨厌他吗？江竹飞有一瞬间觉得郑淑兰的提议让他很心动，可是最后他还是拒绝了，他不能这么做。同时江竹飞又离郑淑兰远了一点。郑淑兰看江竹飞不同意，知道这女人不像是司妙兰那么好忽悠，哼，也是个孬货。王府前院此时也是来了很多客人。之林，没想到这次回来你小子都成侯爷了。王爷，您的身体大好了吧？虽然唐之灵可以喊北静王姑父，但是他知道这个人其实是他的老丈人，唐之灵就改口了。北静王还愣了一下，他记得唐之灵小的时候来府中玩，总喊他姑父的。你小子几年不见还和姑父生分了？好吧，直接喊王爷确实是生分了。算了，等以后再纠正叫法吧。去帮我招待客人吧，今日来的人多。好的，姑父。唐府门外，太子和二皇子带着三公主一起来的。马车停下之后，三公主就从马车上跳了下来。千柔，你小心一点。三公主能出宫，快乐得像个小鸟一样。这时后面的马车也停了下来，下来了一个温婉的女子。这人不是别人，正是太子的表妹赵宁寒，也是未来的太子妃热门人选。赵宁寒走了过来，直接牵起三公主的手，笑盈盈地看着太子。表哥放心，我会照顾好千柔的。好，千柔就拜托表妹照顾了。王府的下人知道是太子和二皇子来了，急忙进去找北静王。北静王和唐之灵两人一起出门接见太子和二皇子。太子殿下，二皇子殿下，有失远迎，还请恕罪呀。太子看着唐之灵也跟着北静王一起，还很奇怪，在他行礼的时候身子还避了一下。
唐之灵起身刚好看到了。唐之灵这时候也明白了，太子是知道他的身份的。众位，感谢来本王府中做客，不必拘束。来，我敬众位一杯。有那些想要讨好北静王的官员也开始和北静王喝了起来。太子年纪不大，自然喝不了多少。他正无聊呢，突然就对上了唐之灵的视线。唐侯爷，小福宝今日来了吗？仔仔当然来了，不过人在后院呢。这不巧了吗？把小福宝抱过来让我看看吧，几日不见，我都想他了。这话说的好像你和小福宝多熟一样。那好，我去叫人把仔仔抱过来。快去快去。坏女人，原来你在这里呀！好，原来是三公主啊，没想到你还能出宫。那当然，我想出来就能出来。对了，你们刚才在说什么？我能听吗？听倒是可以，但以后你不许叫我坏女人。哦，那你想让我叫你什么？你太子哥哥自称是小福宝的哥哥，你就叫我婶娘吧。这女人是不是在骗小孩？三公主看了小福宝一眼，开始没多在意，看着看着一下子就捂住了嘴巴。他怎么长这样？怎么了？我的孩子多可爱呀！可爱，非常可爱呢。你的孩子真会长呀。过去三公主就非常害怕见到皇爷爷，从来不敢往皇爷爷身边凑。可以说皇宫里的人没有人不怕先皇老爷子的，那可不是个心慈手软的人，就算是误判也不在乎的主。其实先皇的名声好坏参半，有功绩值得朝臣称颂，也有昏聩的地方，那就是心狠手辣。这可能是和先皇小时候的遭遇有关系。总之，这些都是众人在背后分析出来的结果。三公主刚刚瞧见了小福宝的眼神，让三公主想起了过去的一些记忆，人都乖顺不少。那个，我以后都不叫你坏女人了，称呼你婶娘也好。真是个好玩的孩子，我逗你玩的，你可以直接叫我的名字沈飞。来，这边坐吧。那好，我叫你沈飞吧，叫名字方便一点。可以。啊，这是我的表姐赵宁寒，也是太子哥哥未来的太子妃。哟呵，又来了一个太子妃。赵姑娘你好。你好，沈妃。哟，你瞧，那女人多嚣张啊，完全是抢了郡主你的风采呢，好像她才是主角一样，就是公主都甘心作配。江竹妃一言不发地盯着沈妃瞧，心中慢慢燃起了怒火。哎，郡主，我真是替你可惜，属于你的风采就这么被人抢走了。郑淑兰看着江竹妃的脸色铁青，知道说的差不多了，这人也上钩了。哎，有些人的存在对别人就是麻烦。江竹妃的手紧紧地攥在一起，没有出声。这时候乔杉走了过来，沈妃听说是唐之灵要抱小福宝过去，就痛快地把他交了出去。小福宝坐在太子的怀里，让本就受众人瞩目的太子更加让人注意了。众位大臣看到小福宝的时候，心中只有卧槽2个字了，还有人不可置信地揉了一下眼睛。他们是眼睛花了，还是喝酒喝死了？怎么好像见到先帝了？小福宝还小的时候，见过的朝臣也没几个，就是工部的贾尚书和李侍郎。那时候小福宝才几个月大呢，现在可是比过去长大多了。他现在自在地坐在太子的怀里，小身子斜靠着太子，眼睛睥睨地看着下面的大臣，小姿态也是拿捏得足足的。原本还热闹的现场因为小福宝的出现变得安静起来。没有喝醉的大臣看到小福宝的时候，眼珠子都瞪大了，身子不自觉地端正起来。喝得有点多的大臣则是一再地揉着眼睛。不对，我怎么好像看到先皇了？咦，张大人，你也看到先皇了？我以为只有我看到了呢。我也看到了。我看咱们是在做梦，是做梦。萧大人自从看到小福宝进来的时候，整个人都不好了，而且见到小福宝被直接放到太子的怀里，心里更沉了几分。这个小孩难道是太子的种？太子要是有了这么个孩子，那他们还争个什么劲儿啊？
这孩子要是太子的种，长大继承了皇位，估计他们这些老臣都没人敢反对。实在是曾经被压迫和被支配的恐惧一直环绕在心头啊！不听话就让你全家去北地喂狼，或是岭南喂鱼，这谁敢得罪啊？太子殿下，这小孩是谁的孩子啊？这是小福宝，众位看他是不是和本太子有些像？小福宝是唐侯爷的孩子。太子的这句话可以算得上是平地一声雷，把屋子里的大人们都炸懵了。唐侯爷，太子说的可是真的？是的，太子大人说的是真的。唐侯爷亲生的？亲生的？难道马大人看不出来我和小福宝长得很像吗？这还真没跟侯爷，你还没有太子和那孩子像得多呢。我的乖呀，你要是长这样，过去人怎么敢讽刺你啊？这唐侯爷，过去多有得罪，还请见谅。其他官员听到刚才唐之灵的话，仔细辨认，终于是看出来一点，眼睛和眉毛是相似的。我操，能生出和先皇一样的孩子，这尼玛和先皇也有关系啊！曾经不知道真相的大人们突然觉得自己知道了一个大秘密。早就听到风声的人，现在则是老神在在的，毕竟他们已经知道了内幕消息，过去也没有得罪过唐侯爷。太子见到唐之灵这么自然就接受了，还以为是唐国公告诉他实情了。太子也没在意，他继续看着下面朝臣的面色，也是很满意。他今日会把小福宝抱过来给众位大臣看，就是不想那些不长眼睛的人以后仗着辈分或是官职高来压唐之灵一家。皇上不好承认唐之灵的存在，这事儿说出来是先皇做的荒唐事，皇上不好说先皇的不是。但是唐之灵的身份，皇上是不介意让这些朝臣知道的。毕竟小福宝藏不住，他长的样子只要是在京城，早晚就会被人发现的。所以唐之灵和小福宝的身份，今日也算是变相的公开了。皇上的态度是让你们都知道，唐侯府不能招惹，是皇室之人。但是明面上的圣旨是不会下的，毕竟写了圣旨就是昭告天下，这样无疑是把先皇的荒唐公开处刑。皇上很害怕他老爹诈尸从地下跑上来找他算账，根本不敢拨乱反正。有了太子的背书，其他大臣看唐之灵的眼神都恭敬了不少。太子殿下，不知我能否抱一下这孩子？小福宝，你愿意让王爷抱一抱你吗？好。小福宝被北静王抱在怀里，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北静王。小福宝从前可是没少听墙角，沈妃和唐之灵两人谈话的时候也很少避着小福宝。小福宝看着北静王的大脸，叹了一口气，伸出小胖手在北静王的脸上轻轻地拍了2下。小福宝本就是小孩，手也不重，他又不是在打人，所以朝臣们看到的都是小福宝用手轻轻地摸着北静王的脸。北静王抱着小福宝热乎乎的小身子，竟然不觉得讨厌，就算是这一张脸也无所谓。北静王的怀抱收紧了一些。他们北静王府要是能有个男娃多好啊！小福宝感觉到了北静王的力气，不是很高兴，于是伸手抓了一下北静王的胡子。放我下去！北静王嘶的一声，这混小子力气还不小啊！于是他弯腰把小福宝放到了地上。小福宝自在地在宴席中央走着，顺便看着朝中的众位大臣。户部左曹赵永生也来了，这个老小子头发怎么白了这么多？兵部侍郎孟景阳也来了，这人和北静王关系好像挺好的，得多注意。恭亲王这个老家伙也在，真老。嘿，恭亲王的小孙子也来了，这小子长得还不错。到了贾尚书这里，小福宝快步地走了过去。贾老头是个话痨，得快点走过去。贾尚书伸出去的手就这么落在半空中。干丝农不行啊，这脸红的像个猴屁股一样。哈哈哈哈！小福宝这孩子真是聪明啊！朝臣们最开始是震惊，后来看久了，心中的畏惧就少了。于是宴会中的气氛又慢慢的热络起来。王府后院宴会厅，小雨，你去前院打听看看，
看看小福宝怎么样了？夫人，福宝少爷那里有哥哥在，我还是留在你身边吧。没事，这里是王府呢。乔宇，你放心，有我照顾夫人呢。好的，夫人，我这就去前院看看。此时的宴会已经到了尾声，有些家中有事的夫人和小姐已经和王府提出了告辞。明月，扶我到外面走一走。沈妃不知道，她的身影刚刚离开，就有几道视线看了过来。夫人，我们王府水榭那边还有很多好看的鱼呢，您可以过去看看。不用了，我就在附近转转就好。小丫鬟轻轻地咬了一下嘴唇，只能放下心中的想法，同时也在想着其他的法子。你下去吧，不用伺候我了，我这边有明月就好。小丫鬟只能死心，咬了咬牙离开了。夫人，王府的丫鬟是不是有什么目的啊？可能是有人看我不顺眼吧。沈妃感受到外面凉爽的空气，整个人都好了一些，没那么烦躁了。这时候，一名小厮急匆匆地跑了过来。侯夫人，唐侯爷喝醉了，王爷请你到前厅接人呐。沈妃就纳闷了，这一个个的都把他当成了傻子似的。你看看我如今的样子，唐侯爷要是真的喝醉了，我去了，能接回人来吗？那还请唐侯夫人派个人和我去前厅看看吧。沈妃现在身边只有明月了，乔宇已经被沈妃派走了，她自然不会傻的让明月离开。不用了，唐侯爷就算是喝多了，也有护卫照顾着，就不用你操心了。尼玛，这该死的女人还真多疑。哼，还想骗老娘？真是想得美！别说是唐之玲喝多了，就算是唐之玲被人陷害和别的女人上床了，她都不会慌乱地跑过去。她现在这么大的肚子，整不好真的会一尸三命啊！什么都没有她的命重要。沈妃觉得今日的王府怪怪的，或者她是被什么人给盯上了，否则不会有这么多的事。明月，咱们进去吧，不在外面当靶子了。这时候正巧三公主和赵宁寒被众人拥簇着走了出来。这些官家小姐身边都有丫鬟仆妇的，这队伍看着就有些庞大。沈妃立即调转了一个方向。明月，咱们和这些人错开走。谁知道三公主看到沈妃立即走了过来。沈妃，你在这里呀？我找你好久了呢。江竹妃也在队伍里，她向身边的婆子使了一个眼色，婆子立即就会意了，点了点头。沈妃皱着眉看着众人一起往她这边走，顿时就感觉有一波僵尸向自己逼近。沈妃真的很想说退退退，不要过来，可是公主连跑带颠的快步走了过来，身后还有一帮的追随者。沈妃在心里骂了一声脏话之后，又露出了笑容。她身体向后一步，尽量距离假山近一些。三公主，你还没回去啊？我想在离开之前和你打声招呼的。是吗？其实也不用，咱们都在京城，你要是有时间也可以来我家玩，我随时欢迎。那好，等我出宫啦，就去看你和福宝弟弟。哎呦！沈妃在感觉到有东西倒过来的时候，急忙伸手扶着背后的假山，谁知道好死不死的，假山上的那块石头竟然是活动的，沈妃的身子也歪着倒了下去。众人惊奇地看着这一幕，这是怎么发生的？怎么应该当肉垫子的人好端端地坐在最上面？他们怎么好像看到唐侯夫人消失了，然后又出现了？沈妃现在有了身孕，吃的也多点，身体也是有点重量的。哎呀，江竹妃非常倒霉，她倒下的时候头正好磕在了那个活动的假山石上面。沈妃直接从空间出来，又坐在了她身上，让她的脑门上的伤又加深了几分。明月回过神来之后，急忙把沈妃扶了起来。她刚刚真的感觉夫人是消失了的。夫人，你没事吧？明月，多亏了有你，要不是你刚才拉起我，现在当肉垫子的人就是我了。众位还不知道吧？我的丫鬟明月可是个武功高手呢，她的功夫也是很不错的呢，上房揭瓦都不是问题。明月，你给众位小姐表演一下你的弹跳力。明月不明白沈妃是什么意思，但是不会违背沈妃的意愿，直接飞身窜上了假山上。众人看到明月的轻功，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三表嫂，明月真厉害，要不是她把你拉起来，你都摔倒了。是呀，刚刚多亏了明月呢。明月脑子里大大的问号出现了，要不是知道我刚刚啥也没干，我都要相信了。
由于事情发生也就在几秒钟内，众人也是稀里糊涂的。现在听到沈飞的解释，终于是明白了。他们就说嘛，要不然好好的一个人，怎么突然跑到最上面来了？甘方蕊和江竹飞两人都被扶了起来。甘方蕊要幸运一点，他倒下去的地方没有石头，又没有当肉垫子，只是摔了一跤。但是江竹飞就倒霉了，他现在脑袋疼得很厉害。我的脸好疼啊！郡主，你的脸上流血了。江竹飞伸手一摸，手上都是血。血！也是个没用的玩意儿。江竹飞的头上流血了，这不是一件小事。下人很快就进去禀报了。王爷，后院发生了意外。什么意外？谁受伤了？王爷，唐侯夫人和嘉妃郡主摔倒了，郡主的头还磕破了。哗啦！大厅中传来响动。唐之琳听到沈飞摔倒了，把身前的桌子一推，直接站起身就往后院跑去。北静王见到唐之琳跑了，也紧随其后离开宴会厅。北静王可比唐之琳厉害，跑起来的时候速度很快就超过了唐之琳。小福宝当然也听到了，他没那么担心，因为他知道沈飞有空间，而且刚才那下人只说了郡主受伤了，没说沈飞啊。把这些都包起来，抱我去后院看看。你们把这些都带着。是，太子殿下。这时候远处传来跑动的声音，沈飞抬头就看到一个熟悉又粗犷的男人向他这边跑了过来。这是他老爸呀，这个男人和他现在的老爸长得一模一样。王爷，你过来了。沈飞满眼含泪的看着北静王和萧王妃站在一起的画面。沈飞，你没事吧？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沈飞，你怎么哭了？是哪里受伤了吗？还是肚子不舒服呀？你快跟我说。唐之琳，你来了。我来了。你哭了？我没事，一点事都没有，你不用担心我。刚刚唐之琳的声音不小，也吸引了北静王的注意力。他向这边看来，就看到了一个大肚子的女人，而且这个女人还长得很面熟。你是唐侯夫人？王爷你好，我是沈飞，唐之琳的妻子。北静王仔细地盯着沈飞的脸，这小丫头长得真眼熟啊。王爷，是不是觉得唐侯夫人有些眼熟啊？好像是在哪里见过。这丫头啊，长得像母亲年轻时候呢。你母亲可是姚家的姑娘？要是没有意外，我母亲可能姓萧。哦，姓萧？那她叫什么？谁知道呢？或许叫萧大丫吧。唐侧妃听到之后，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萧大丫？不过说的也没错，要真是萧婉玉那女人，的确是萧家的嫡长女。这时候，太子抱着小福宝也走了过来，拜见太子殿下。唐侯夫人没事吧？我没事，好着呢。没事就好。太子出来的时间也久了，见王府的意外不过是江竹飞磕破了脑袋，也是小事一桩，于是就和北静王提出了告辞。王爷、王妃，那我们也先回去了。我今日见到唐侯夫人，也是觉得格外亲切。唐侯夫人，以后可常要来府上啊。好，萧王妃有时间的时候，也请来我们唐侯府做客。好，那以后就打扰了。北静王今日听沈飞的说法，总觉得是话里有话，他也要好好的查一查是怎么回事了。沈飞坐上马车之后，才发现乔杉和乔宇两人都没有回来。武阳，你们发现乔杉和乔宇了吗？没有，之前还在呢，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离开的。那乔宇呢？你发现了吗？他去前院接小福宝了。没有，乔宇没有来过前庭。要不要让武丹和武阳去找一找？不用，咱们先回家。小福宝看着呼呼大睡的两人，也是无奈的很。此时他还拿着小布兜，里面都是今日得到的纪念礼。他本来想向沈飞献宝呢，谁知道到现在还没有机会。小福宝把那些贵重的东西放在床上之后，也爬上了床，然后乖巧地躺在沈飞和唐之琳中间，挨着沈飞的肚子近了一些。谁知道这时候突然感觉沈飞的肚子动了一下，
小福宝的手轻轻地放了上去，就感觉沈飞肚子里的小孩踢了一下小福宝的手，小福宝的嘴角露出了笑容。王府的宾客都离开之后，北静王又去了江竹妃的院子。竹妃，你怎么样了？还疼吗？父亲，你来了，我没关系的。唉，王爷放心，我会好好照顾竹妃的。那就好。竹妃，你好好休息，我以后再来看你。北静王心中有很多疑虑，于是脚步匆匆地离开了。北静王回到书房之后就吩咐道：出来吧。于是从四面八方出来了几个暗卫。拜见王爷。说说今天后院是怎么回事？王爷，属下近日发现有好几拨人在有意地针对唐侯夫人。哦，不是针对郡主？北静王害怕有人针对江竹妃，今日才派人多盯着后院的行动。属下发现郡主似乎也在针对唐侯夫人。竹妃针对那个大肚子的沈妃，难道是嫉妒沈妃？北静王想起过去唐国公给他寄过信，是替老三唐之陵来求娶江竹妃的，被他给拒绝了。北静王觉得唐之陵的身体弱，加上又是庶子，配不上他的嫡女。难道竹妃那时候就对唐之陵有意思了？王爷，属下发现唐侯夫人会摔倒，也是郡主身边的婆子最先倒地，然后直接把郡主和甘小姐撞倒了。郡主是被自己人给连累了。这都什么事儿啊？想到完好无损的沈妃，北静王又好奇了。那沈妃怎么一点事儿都没有？你们仔细说说。唐侯夫人在倒地的时候突然消失了，瞬间之后又出现了，直接坐在郡主身上了。你没有看错？属下没有看错，唐侯夫人确实是突然消失又突然出现的。你们几个也看到了？属下没有看到，属下只看到了结果。那时候唐侯夫人好好的坐在郡主身上。好了，我知道了，你们查一查沈妃的过往，特别是她娘是谁，尽快报给我。是，王爷。王爷，属下今日还抓了一个人。哦，什么人？是唐侯夫人身边的小丫鬟，属下发现她一直盯着郡主身边的人，所以就把人留下了。快带我去看看。北静王跟着那名暗卫直接去了柴房，谁知道打开门之后人竟然消失了。王爷，属下确实是把人关在这里的。去，派人好好的搜一搜，尽快把人找到。是，王爷。北静王想到沈妃的长相，就去了后院。去看过竹妃那丫头了？娘，你对竹妃的关心是不是少了些呀？王爷，有件事我也是最近才发现的，本来还在犹豫要不要告诉你呢，如今恐怕要说出来了。娘，是什么事儿？王爷，你知道今天的事是竹妃做的吧？母亲，你是怎么……唉，竹妃过去是个心思单纯的孩子，在府中的存在不高，更是常常窝在她自己的小院。但那时候的竹妃心地善良，我也是没想到，才短短的几天，她的性子就转变得这么大。王爷，这都是你回来之后的结果呀。母亲，你听我说。王爷，我知道你刚回来的时候觉得我和王妃薄待了竹妃那丫头，你甚至还因此冷淡了你的王妃。王爷，竹妃那丫头不是你和萧氏的。什么？母亲，你在骗我，对不对？唉，这件事啊，我也是才发现的。方嬷嬷，你去把当年那个稳婆请过来吧。是，老夫人。母亲，如果竹妃不是那个沈妃，是我和婉玉的孩子吗？哦，你怎么怀疑是沈妃呀？北静王摸了一下脑袋，他也说不清楚。母亲，
看到那孩子儿子觉得很亲切，而且他长得那么像你呢。哎，咱们也不能仅凭长相就说那孩子是你的女儿啊。母亲，那朱飞那里又是怎么回事？老夫人，人带到了。哦，把人带进来。一个头发花白的婆子颤颤巍巍的行礼。拜见老夫人，王爷。你是何人？那个回禀王爷，我是。好好说话，不必害怕。产婆稳了一下心神，想到这是王府，或许就是她能保命的地方，于是胆子也大了起来。王爷，我是马三娘，曾经是京城人，原来在京城专门负责给夫人接生的产婆。你就是当年给王妃接生的人？把你知道的事和王爷都说一遍吧。王爷，我只是当初接生产婆的其中一个，这另外的3人全都死了，全家都死了。你是怎么知道的？王爷，我躲藏了这么多年，就是不想被人找到。我们几人当年给王妃接生之后，这没过多久就相继出了意外。我之所以能活到现在，也是因为我跑了好几个地方，隐姓埋名才活下来的。娘，婉玉是难产去世，还是意外？王爷，王妃确实是难产，这我们敢保证，我们绝对没有动手脚。哦，是吗？王爷，这王妃在孕期补的太多，孩子太大了，加上生产的时候胎位不正，这才难产的。你说说孩子的特征。是，老夫人。这王妃产下的女婴是个漂亮的婴孩，皮肤很白，身上没有任何胎记。马三娘其实也不明白，为什么给北静王妃接生过后，他们这4人会相继出现意外。京城里的产婆他们也都是认识的，第一个人出现意外，全家被烧死之后，他还没当回事，只以为是意外。直到后来剩下的2家，一家人全部都被毒死了，还有一家遇到了山贼，也全都死了。马三娘这才慌了，想了好久，觉得和王府的事情有关，才想着快点带着家人离开。谁知道还是晚了一步，等他回到家的时候，发现家人都已经死光了，就是来家里串门的妹妹也是不幸遇难。马三娘吓得立即就躲了起来，她觉得妹妹就是替她死的。后来她急忙带着娘家人还有妹夫一家逃离了京城，后来更是用了妹妹的名字在生活。她也是躲藏了好些年，后来更是不敢给人接生赚钱。谁知道这么多年过去了，竟然还会被人找到啊！王爷，我求求你给我做主啊！我们真的什么也没做啊，这不知道为什么遭受了无妄之灾呀！北静王也沉着脸，当年的事情不简单，否则产婆几家不会无辜丧命。北静王后来又反复地问了一些产婆的事，才让下人把她给领了下去。娘，竹妃的身上有胎记吗？竹妃的大腿内侧有一块胎记。这或许就是那几个产婆丧命的原因吧。不过这换孩子的人为什么不选一个没有胎记的女孩呢？这样也不会暴露啊。母亲，看来竹妃的身份也不简单。王爷，这件事儿啊，就交给你了。至于沈妃这孩子，我也不能确定他是不是咱们家的孩子。今日的事情你也看到了，你的嫡长女是郡主，这个头衔或许会有人觊觎。不管沈妃是不是，现在都不是好时机呀。母亲，我明白的，在当年的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确实不适合把那孩子牵扯进来。北静王觉得府中或许早就被人算计了，只是这么多年他不知道罢了。他想到这里，不自觉地攥紧手中的拳头。那人到底打着什么算盘？
北静王不知道，他今日也是侥幸逃脱了一张大网。沈飞醒来的时候已经到了傍晚，然后发现身边躺着的小福宝，他还在睡，小肚子起起伏伏的。他的崽崽真乖呀，怎么都喜欢不够呢？沈飞低头亲了小福宝一下，没想到就这么个举动，小福宝也醒了。娘亲，我在。沈飞觉得只要他们一家人平平安安的就好了，没必要过于追求其他的感情。北静王和萧王妃就算长得再像他现代的父母，也只是长得像罢了，不是真正的他们。而他在他们眼里看到的都是陌生感。沈飞觉得过去是他太过于执拗了，其实也没必要认亲的，他并不在乎什么郡主之位。小福宝一个翻身直接坐了起来，然后就在床上找他的小布包，那里面都是他的见面礼呢。仔仔，你在找什么？好东西，值钱的好东西。要是找不到就算了。小福宝找了一圈没看到，有点生气。他在找什么？不知道啊。唐之灵想起小福宝在宴会上收到的东西，就返回到了外间，拿了一个小包袱过来。是这个吗？是这个。沈飞看着小福宝把东西一件件摆在他面前，还双眼亮晶晶的看着自己。这些都是给我的。这些可以卖了换钱。沈飞欣慰的同时又有些好笑，仔仔是不是觉得他们家很穷啊？谢谢仔仔，我很喜欢呢。乔杉和乔宇两人还没有回来。沈飞过去没有怀疑过乔杉和乔宇，但慢慢的就品出来了，这俩人或许就是上面派到他们家的人。唐之灵，我觉得没必要担心，他们或许有别的任务吧。唐之灵也不是个傻子，这段日子他也看出来一些门道。我不担心他们的安危，就是好奇他们在北京王府发现了什么。此时被沈飞和唐之灵惦记的乔杉和乔宇两人已经在皇宫里了。你说这是在北境王府发现的？是，确切的说是王府一个姑姑身上发现的。那人是江竹飞身边的人，属下发现这人鬼鬼祟祟的，就跟了上去，然后发现他想把这些信件放在北静王的书房。皇上已经看了那些书信，好几封都是突厥王写给北静王的，里面的内容想也知道，这是明晃晃的陷害。有人想要陷害北静王叛国呀。那个姑姑是什么来历？皇上，那个邓姑姑从小照顾江竹飞，江竹飞非常信任她。邓姑姑差不多是江竹飞母亲的角色。皇上，那个邓姑姑武功很高，要不是哥哥后来帮我，我是不能把她带回来的。今日是王府办宴会的日子，来了不少朝廷官员。要是这些通敌的信件被当众发现，那么北静王府也算是完了。冯宝，那个叫邓姑姑的人好好审一审。是皇上。皇上想起来那个叫做芸娘的人，就好像消失了一样。那个芸娘就一点消息都没有？皇上，国公府的守卫森严，悄悄地派人前进去，很难找到人，除非……乔杉剩下的话没有说出来，但是众人也知道是什么意思。除非是皇上下圣旨亲自去要人，可是这样一来就暴露了，那样或许就会惊动唐国公。现在北平郡那边还在和鲜卑打仗，国公府还不能动。皇上想到这里就非常烦躁。总之想个办法混进国公府，人一定要找出来。是皇上。皇上，或许可以让侯爷和侯夫人回国公府。侯夫人似乎也非常想要见到芸娘。可以，这个方法好。你们在这两人身边，可以把话题引过去。乔杉觉得事情没那么容易，女主子可不好骗呢。而且女主子的肚子那么大了，乔杉其实不想她犯险。乔杉和乔宇两人回到唐府的时候，乔杉还以为沈飞会追问他们去了哪里，谁知道沈飞并没有问，而是淡淡的嘱咐：哦，你们注意安全就好。乔杉和乔宇回到下人房。哥，你说女主子怎么没有问咱们去了哪里？我连借口都想好了。乔宇，你不要小看沈飞，他虽然看着大大咧咧的，好像什么事情也不操心，
但我觉得不能在他面前耍心眼。你编的借口最好是天衣无缝，否则很容易被他发现。哥，你说我是不是不应该借助侯夫人说去国公府的事儿？下次不要轻易开口。不过马上也要过年了，侯爷毕竟明面上还是国公府的三公子，一定也会去国公府拜见国公夫人和老夫人的。到时候也有机会，你不要轻易用话引导侯夫人。好的，哥，我记住了。沈妃，为什么不问问他们去了哪里啊？唐之灵，这些钱你都拿着。我觉得咱们家可用的人太少了，特别是属于我们的人。你是不信任乔杉他们了？唐之灵，我觉得不管是乔杉、乔宇，还是武丹、武阳，他们都不是咱们的人，不仅属于咱们的人。放心，我心里有数。北静王府，北静王看到搜到的东西也是脸色铁青。今天之所以会让人搜了邓姑姑的房间，也是北静王发现她的书房被人动了，好似有人进来过。仔细查找之后，竟然还多了不该有的东西。他立即把王府关闭，清点王府的下人之后，才发现少了2个小丫鬟和1个小厮，另外就是少了这邓姑姑。北静王书房的信正是邓姑姑放的，而乔宇拿走的时候落下了一封信，如今正巧被北静王发现了。来人，邓姑姑这人一定要找出来。是，王爷放心，邓姑姑这人一定找出来。记住，偷偷的去查，不要惊动其他人。王爷放心，我会查出邓姑姑这些年在府中都做了什么事。好了，你下去吧。府中任何人有异常都要报给我。记住，是任何人。属下明白。张冲离开之后，北静王轻轻地揉着太阳穴。他觉得和北地的情况比起来，京城这水也够浑的。那个邓姑姑在王府隐藏这么久都没有动作，为什么要突然行动？而且行动的似乎有些仓促，这不符合常理。难道是发生了什么事，让他不得不尽快行动？北静王心中有很多疑虑，有萧婉玉当年是否真的难产死的，还有沈妃是不是他亲女儿，还有隐藏在王府暗处的人目的是什么，更有江竹妃是谁的孩子。千丝万缕的事情缠绕在心头，让北静王还没有个头绪。大胆，你们竟敢阻拦我！郡主，王爷吩咐了，没有他的允许，任何人不准随意进入他的书房。父亲，父亲，我是竹妃啊，我有事找你。北静王现在想起江竹妃的时候，也是心情复杂。这是他疼了多年的孩子啊，可怜他早早没了母亲，疼他比疼竹月还多。可是如今竟然是这个结果。唉，放开他吧。父亲，邓姑姑人丢了，你帮我找找她吧。竹妃，你跟我来。父亲，邓姑姑已经1下午都不见踪影了，我觉得是被王妃给抓起来了。父亲，你能不能去帮邓姑姑求一求情啊？哦，为什么你觉得是王妃抓了她？她又没有犯什么错。父亲，王妃非常爱重父亲，出现在父亲身边的女子，王妃都是格外的在意。也许是邓姑姑最近的表现让王妃多想了，把她抓起来也说不定呢。竹妃，你就是这么看待王妃的？父亲，竹妃，王妃就算不是你的生母，但也是你的嫡母，更是你的姨母。按理来说，你们之间也是有血缘关系的，怎么你会对王妃这么排斥？到底是什么原因？北静王的质问让江竹妃的心里一惊，脸上也出现了慌乱的表情。今天的那场意外是你做的吧？父亲，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是你让那婆子动的手，目的就是想要撞到沈妃，想要她一尸两命，对吗？父亲，不是的，我没有。他不知道自己的事情为什么会暴露。此时他已经无暇顾及邓姑姑去了哪里，他只是不想在北静王眼里的形象崩塌。父亲，你相信我，真的不是我和沈妃无冤无仇，我为什么要对付她呢？是呀，你们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容不下她？我也想知道。江竹妃觉得自己好像是被看穿了一样，眼泪哗啦啦的往下流。唉，竹妃，
你过去虽然胆子小，但还是个好孩子。可是现在，我几乎要不认识你了。王爷，北静王知道是有消息传回来了，也不想继续和江竹飞磨叽。邓姑姑不是王妃抓走的，她的身份有问题，以后你不要再找她了。北静王离开之后，江竹飞一下子就瘫软在地，他觉得自己被父亲厌弃了。北静王刚出来，护卫就把查到的消息禀报给他。来人，备马，咱们去唐侯府。沈飞和唐之灵吃过晚饭之后，沈飞就陪着小福宝在玩耍，唐之灵则是在前院和谭先生学习。由于唐之灵的基础太薄弱了，也是为了不被人当傻子骂，还听不懂人家骂他那文绉绉的话，唐之灵决定要恶补一下，把从前漏掉的知识都补上。所以在晚上睡觉之前，这段时间唐之灵都是在和谭先生学习。北静王从马上下来，去敲门。护卫急忙去敲门，看到小厮张炳打开门之后，就看到了一群人，为首的人格外高大。我是北静王，告诉唐之灵，就说我来了。王爷稍等，我这就去通报。王爷，快请进。唐之灵，这么久了还没郑重地向你道谢，这次要不是你送药，我可能是真的挺不过来了。王爷洪福齐天，就算没有我们的药也会好的。不知道沈妃这时候有没有休息？她下午睡了好久，现在还没歇息呢。武阳，去把夫人请过来。是，侯爷。片刻之后，沈妃直接被扶着走到了前院。王爷，欢迎来我家做客。北静王再次盯着沈妃的脸瞧，想看出一些妻子的影子，最终还是让她失望了。王爷，这么晚前来，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沈妃，我可以这么喊你吧？当然可以，名字就是让人叫的。我来是想问一下，你知道你的身世吗？我要是猜得不错，我应该是你的女儿。这么直接，这么确定？难道是那个叫芸娘的人告诉了他身世？北静王已经查到了芸娘这里，知道了芸娘和昌安侯府交换了孩子。芸娘过去还在北静王府做过事，并且芸娘离开的时机也很巧，也是在王妃难产之后赎身离开的。哦，你这么确信？我和江竹月是亲姐妹，除非你不是江竹月的亲爹。不会的，竹月的确是我亲生的孩子。总之，我和江竹月是亲的，因为不是一个娘生的，只能是一个爹。你是有什么特殊的办法？我有啊，但是不能告诉你我是怎么做到的。总之，你只要给我2根头发，我就能知道你们是不是亲生的，有没有血缘关系。北静王再次震惊了，这听起来很荒谬啊！你的法子比滴血验亲还准确？就算是亲父子，你们的血型也有可能是不同的，这样验亲是不准确的。北静王见沈妃说的信誓旦旦的，于是也从自己的脑袋上拔了1根头发给了沈妃。这头发你拿着，给我和你做一下你说的实验吧。好，那我就收了。不过做这个实验需要2刻钟的时间。没事儿，这件事儿后面你再告诉我结果就成。我想知道江竹飞是谁的孩子？是那个芸娘的吗？江竹飞是芸娘和唐国公的孩子。什么？这怎么可能？他对唐国公还是很佩服的。唐国公的年纪比北静王大一些，北静王小的时候还是很崇拜这个大哥哥的。这不可能，竹飞要是唐国公的孩子，他没理由换了我的孩子，这不正常，也不符合常理。这就是事实。至于唐国公为什么这么做，就需要您自己查了，或者您有什么东西会是唐国公觊觎的了。看你那身体也还挺好的，怎么就生不出别的孩子？还真是奇怪。现在你们府中仅有的2个孩子还都是唐家人的血脉，还真是奇怪呢。经过沈妃的提点，北静王也是意识到了不对，他们北静王府真的是被算计了，而且还是被算计了这么多年，这真是想要他们北静王府消失的狠毒计谋啊！不过你也可以放心，你如今也才40多岁，又喝了我的药，不管你之前是因为什么生不了孩子，现在全都解决了。什么意思？唉，
你从前生不了孩子，一定是被人下了药啊。不过现在你喝了药，应该全都好了。放心，按照你这个岁数，多找几个女人，想要生个10个8个孩子的都不是问题。北静王的老脸一红，尴尬的不得了。你这丫头！放心，我觉得孩子多生点，别人的算计就会落空。10多个孩子，总不能都是女孩吧？那你的运气也太低了。北静王的脸涨成了猪肝色，实在是待不下去了。本王想起来还有其他事儿，就先走了。北静王来的时候很急切，走的时候更是涨红了脸，有点落荒而逃的意思。哎呀，他也只是宽慰他罢了，这人怎么还跑了呢？不过沈飞知道的也就这么多，更多的消息就要靠他们自己查了。人走了就走了吧。哦，对了，沈飞，你说国公府唐知轩和唐知义都没孩子，是不是也被人下药了？很有可能。那我怎么没被下药啊？哦，就是那个不能生孩子的药。可能是你太弱了，下药的人觉得你也活不长，就放过你了。能不能不要这么扎心啊喂！翌日，沈飞起来之后，唐之灵已经上职去了。娘亲，妹妹们乖不乖？很乖。不过，仔仔，你怎么知道是妹妹的？难道就不能是弟弟？不是弟弟，都是妹妹。你能看出来？看不到，但是妹妹。沈飞无奈，好吧，他和一个小屁孩计较什么呢？夫人，刘管事和张管事到了，二妮也带着孩子来了。让刘管家先去看看家人，张管事你等一会儿，我先看看二妮和孩子。是，夫人。很快，二妮就带着她的胖儿子走了进来。参见小姐，参见福宝少爷。这小子才几个月大呀，怎么长得这么高，这么大？小姐，小石头已经10个月了，会站着了。仔仔，你站到弟弟身边，和弟弟比一下，看看你们谁高。看着这个小胖墩儿，这还哪用比较啊？这胖小子都能把我给装下了。小福宝，小石头以后是要当你护卫的人，你快过去看看他，好好的培养培养感情。福宝少爷，以后就让小石头陪你玩，好不好？小石头看到小福宝还是很高兴的，迈着小胖腿儿笨拙地朝小福宝走去，口中还啊啊个不停。由于嘴巴里说着婴儿语，口中还流着哈喇子，这哈喇子一下子流得老长了。小福宝呲溜一下就窜得老远。他太小了，等长大点再来和我玩吧。小石头看小福宝又离他老远，也不干了，嗖嗖嗖，一下子就爬到了小福宝的身边。沈飞看着2个孩子摔成一团，虽然地子上有垫子，他也害怕小福宝把小石头给压哭了。谁知道竟然听到了咯咯的笑声。这孩子脾气是个好的。小姐啊，小石头和刚生出来那会儿不一样了，现在也不爱哭了。这小子现在非常皮实。那好呀，那你们一家就搬回府里来住吧，以后小石头还能当小福宝的玩伴呢。小福宝嫌弃地看了一眼肉乎乎的小胖子，他内心是拒绝的，他不需要小孩子陪他。小姐，那我以后得时不时地抱孩子回村里给公爹看看呢。没事，以后看看把李大叔调回来，养猪场那边找别人看着。沈飞发现养猪还没有卖厕纸赚钱呢，那猪以后可以少养一点，他现在也不差钱了。好，晚上回家我就告诉我公爹这个好消息。沈飞和二妮见完面之后，就让二妮看着2个小孩子玩耍，他则是去了外面见了刘管事和张管事。张光真这次来给沈飞带了不少婴儿的尿不湿，有2大箱子，都放在库房了。夫人好，大小姐。你们2人都说一下咱们这1年府中的生意吧。刘老弟，你先说吧。大小姐，请过目。刘三全去年给沈飞报账，沈飞看那记录账目的形式，觉得非常复杂，特别是那数字都是大写的繁体字，看得沈飞脑仁疼，于是就把阿拉伯数字交给了刘三全。刘三全最开始的时候觉得没必要，可真正熟悉之后就知道那数字的好用了。这1年，刘三全的大女儿小喜也是跟在刘三全身边帮着他记账。刘三全知道沈飞也有意培养他的一双儿女小双和小喜，不是仅仅当成府中伺候人的普通奴才，也是很开心的。沈飞接过刘三全的账本，虽然账本不厚，但记录得非常清晰明了。刘三全利用沈飞教的现代的记账方式，收入和支出在表格里都非常的明晰。
福宝斋一年青菜水果和肉的利润是16380两银子，这里面卖的最好的是后上市的辣椒，好多外来的商客也都会买福宝斋的辣椒酱、火锅底料等等。其次是香瓜和西瓜，这些瓜果也是在京城是新鲜货，否则只靠青菜和猪肉是赚不了多少钱的。刘管事做得不错，京城的铺子多亏你了，我没想到能盈利1万多两。是咱们家的辣椒卖得好，占了独一份啊。夫人，咱们的辣椒这么火，那些火锅店都需要咱们的辣椒，咱们家也可以自己开一个。火锅店有些麻烦，咱们家人手不多，14的生意就别设计了。沈飞之所以会这么说，因为他觉得钱是赚不完的，而且他知道京城的14都有大靠山，他们的背景到底薄了一些。加上唐之苓生母的关系，他们一家还是要低调，不能让更多的人家记恨。刘三全见沈飞不同意，就没再说，继续把唐之苓铺子的账本递了过来。沈飞接过之后，仔细地看了起来。张光真刚才看沈飞很快就看完了福宝斋的账目，也是非常奇怪的。毕竟福宝斋他也是去过的，知道那里卖的东西可是非常杂的，账本怎么会这么薄呢？他悄悄地向刘三全身边挪了一下，瞟了一眼福宝斋的账本，就发现了上面奇怪的字符。刘管事认识阿拉伯数字？我们店铺的账都是用着数字记录的。张光真之所以认识，也是他认识一些海商，那些人带回来的书籍就有这个，他是见过的，知道这数字叫什么，但并不会使用。如今知道刘三全还会用，心里立即就觉得刘三全高大起来了。刘老弟，你真是这个厉害呀！过去张光真没怎么看得起刘三全，不是张光真这人自大，而是两人的起点不一样。张光真的主子可是皇上啊，现在知道刘三全记账都这么先进了，外国数字都用上了，张光真收回自得，觉得过去自己是托大了，而且还犯了门缝里看人的毛病。刘老弟，我看你这记录的方式真好用，教教我吧。没问题，张大哥，咱们私底下喝几杯。好，刘老弟敞亮。张老哥的本事也不小，我还要向张老哥取经呢。好说。沈飞认真地看着账目，也不管两个手下在嘀咕什么。唐之苓的8个铺子一年的收入15800两银子，沈飞算了一下，属于一个铺子一个月的盈利差不多是165两银子，整体来说也还算不错。对于国公府分给他们的铺子，过去就是盈利的铺子，刘三全改动的也不大，只是把不赚钱的2家换成了别的生意，剩下盈利的铺子都是继续经营。行，刘管事，这账目我知道了。彩霞，把红包给刘管事。刘三全接过轻飘飘的红包，就知道这次的赏赐不小，毕竟是银票呢。谢谢大小姐。刘管事不必客气，明年继续加油。张光真见到刘三全都有红包拿了，急忙也把他带来的3个账本交了上去。张光真是下半年才来的，年底报账就有3本账，也算得上厉害了。沈飞直接翻看了一下，哎呀妈呀，这字完全看不下去呀！张管事，明年咱们的账目也按照刘管事的记录方式，那样更清晰明了。夫人放心，我会好好的和刘老弟请教的。沈飞点了点头，大致的翻了一下，倒是把3本都看了一下。张管事，还是你主动介绍一下吧，我看着这些字头疼。沈飞这个要求张光真求之不得，往年可都是要向皇上禀报的。张光真深知禀报成果的艺术，年底能不能升官涨俸禄都和年底的汇报有很大关系。要是主子只是草草的翻过就让他下去，那他才着急呢。夫人，多亏了您的聪明才智，想出了这么好的法子，咱们的册纸深受大禹朝人们的喜爱，那些有钱的人家都会买，咱们是独一份的生意，没有竞争对手。咱们册纸收入一共是34780两银子，高端纸巾的收入是56890两，纸尿裤的收入要少一些，是12390两，3项加在一起一共是104060两，扣除了使用的材料费用、运输的费用、工匠们的月银子，
咱们的盈利一共是86400两。张管事，真的有这么多？是的，夫人，这才半年，明年咱们的收入会更高啊！现在好些大商家也都预定了咱们的厕纸和高端纸巾，比如剑南道、山南道、江南道、河南道、淮南道的商家都有和我接洽。现在漕运码头对的都是咱们家的货。沈飞也没想到一个厕纸的收益就会这么高，这摊子是不是有点大了？他是想低调来着，可是现在真是想低调都不行啊。张管事，你很不错，不错。彩霞，把红包给张管事。红包是早早就准备好的，每个红包里都是100两的银票。刘三全和张光真是一样的。谢谢夫人赏赐。张光真今年的收入不仅是有月钱和赏赐，还有帮沈飞卖护肤品的分成，所以这半年也是赚了不少。张哥，你才是这个。密切注意府中事情的乔杉知道了沈飞的盈利之后也是很感慨。据他所知，皇上的玻璃作坊盈利好像还没夫人的高，这俩人的生意差不多是同一时期开始的，夫人的甚至要更晚一些。黄庄生产的镜子只有最开始的时候受欢迎，但是镜子买一个小心一点真是能用一辈子的，所以销量上真是追不上厕纸的销量。乔杉的心情很古怪，女主子的运气似乎比皇上还好一点呢。勤政殿，皇上下了早朝之后，先打开了有关唐侯府的密信，每天看看小福宝干什么已经成了他的习惯。其他是知道唐之灵都做了什么，皇上大致的会扫上几眼。至于沈飞的事，是可看可不看的存在。今日皇上照常看了小福宝的事情，脸上露出了笑容，放在了一边。然后看到今日竟然有沈飞的记录，皇上漫不经心地打开，然后眼睛突然瞪得老大。他真的不敢相信上面的数字。沈飞让张光真搞厕纸的事，皇上是清楚的，他完全没有放在眼里，甚至觉得那生意还有些上不了台面。没想到这么快就被打脸了。冯宝，你去把黄庄负责玻璃作坊的董辉叫进来，我有事找他。是皇上。今日沈飞盘了账，现在府中的库房都是银子。沈飞打算给唐之灵看过之后，就把这些银子全都收到空间里。见到唐之灵回来之后脸色不太好，就凑了过来。唐之灵，你好像不太开心，发生什么事了吗？不是大事，咱们进去说。唐之灵，咱们家今年发了，你猜咱们家有多少钱了？有2万两。差不多12万两银子，这些仅仅是生意上的，还没算上你的俸禄呢。俸禄的事情就先别想了，我被罚了半年的俸禄，一直到明年4月份都没俸禄可领的。嗨，没事儿，我现在已经看不上你俸禄的那点钱了。虽然这是事实，可是听起来还是很扎心呐。小福宝坐在宝宝椅上，看着唐之灵吃瘪，嘴角也露出了笑容。快吃吧，吃完了我带你去看看咱们家的银子。行。于是一家人很快就吃完了晚饭，然后又一起去了库房盘点家中的银两。唐之灵看到这么多钱的时候，把今日那奇怪的事情先放下了。他也是没想到沈飞那些不靠谱的想法竟然会这么赚钱。过去唐之灵看到的都是银票，但银票就是一张纸，远远没有这么多银子来的震撼。张光真之前问沈飞是要银子还是要兑换成银票，沈飞直接拒绝兑换银票，他自己就有空间放银子，可是太方便了，换成银票着急的时候都用不了。沈飞，和你比起来，我在这个家的作用好像不是很大呀。唐之灵有些失落，主要是媳妇儿太能干了，她总有一种吃软饭的感觉。小福宝看着唐之灵蔫哒哒的样子，叹了一口气。小福宝来到唐之灵身边，扒着唐之灵的裤管，抱我。唐之灵低头对上胖儿子的视线，弯腰把小福宝抱了起来。儿子，你好像更重了。刚想要安慰唐之灵的小福宝听到了这句话，翻了个白眼儿。算了。唐之灵，你才是最重要的，要不是你的身份在，咱们家的生意可能早被别人抢走了，生意早就保不住了。我知道，但这不算是我的本身啊。唐之灵，你不知道身份也是实力的一种，咱们只看结果就好。
唐之灵知道这个原因，但是他并没有被安慰到。唐之灵，你今天回来之后怎么不太高兴啊？今日外面都在说我的事，有很多百姓讨论我总觉得不对劲，好像是有人故意散播似的。说就说吧，过几天有了新鲜事儿就该过去了。我觉得没那么容易，毕竟这一次和皇家有关系。唐之灵，我觉得说你只是个由头，你信不信那些人议论最多的人是先皇老爷子，没准啊说他风流呢。沈飞幸灾乐祸的太明显，笑着笑着突然就岔气儿了。哎，我不能笑，我不能笑。沈飞没注意的是，他的好大儿可笑不出来。小福宝看着沈飞，脸色比唐之灵还臭。你快别笑了，你现在的情绪不适合太激动啊。你们不觉得好笑吗？唐之灵和小福宝一起摇头，两人的动作惊奇的一致。好吧，他们这些古人不懂他的笑点。好了，那咱们回去吧。唐之灵抱着小福宝走在前面，沈飞在离开的时候顺手把刚才显摆的银子都收到了空间实验室里。唐之灵，明天太子就大婚了，咱们家的礼物你选好了吗？选好了，我觉得没必要多贵重，随大流差不多就行。哎，怎么说你也是太子的小叔叔？什么小叔叔？皇上又没承认。你自己做决定就好。不过我很好奇，太子大婚这日子怎么感觉有些仓促？唐之灵摸了一下鼻子，太子大婚的日期定在这时候，稍微和唐之灵有点关系。由于现在京城都在传先皇的风流事，让皇上觉得皇家的威严下落，所以太子大婚的日子就提前了一些。但是唐之灵是不会和沈飞说的，毕竟沈飞有前科，说出来这女人一定还会笑话他的。太子的年纪也不小了，到了成亲的年纪了，而且成亲后就能安排差事了，他自己也着急呢。唐之灵，你说太子他一下子娶了3个新媳妇儿，会去谁的屋里？唐之灵手中拿了一本书，根本就看不下去，但是也没有搭理沈飞。太子应该是喜欢司妙兰，可她只是小老婆，太子妃是太子的表妹，又有身份，太子应该不会太混账。司妙兰是个小气的，以后太子的日子就好玩了。东宫争宠大戏马上就要开演喽，真的好期待呀！好了，时间不早了，上床歇息吧。好，睡觉吧，我明天就在家等你带回最新消息了。对了，我听说其他的几个王爷也回京了，你明天仔细瞧一瞧那些人长什么样，和你像不像？好，时候不早了，休息吧。唐之灵，你扶我一下，我要躺下。唐之灵听到沈飞需要帮助，急忙快走过来，扶着沈飞躺下。翌日，唐之灵直接带着礼物去参加太子的婚礼。太子大婚在大禹朝也是一件大事，毕竟太子是未来储君，关系着大禹朝的未来，所以婚礼仪式还是非常隆重的。来参加婚礼的朝臣和内命夫人都不少，沈飞是因为怀孕不能来，否则也是需要到场的。经过各种仪式之后，太子终于是把3个新娘子娶了回去。唐之灵再一次庆幸沈飞没有来，因为宴席吃的东西都是冷掉的食物，更谈不上好吃。唐之灵的身份虽然没有公布，但座位还是在宗亲的位置。唐之灵这次还见到了皇上的其他兄弟。亭州王楚敬章排行老2，封地在亭州，也算是北面的地方。益州王楚敬宗排行老3，封地在益州。幽州王楚敬怀排行老4，封地在幽州。泉州王楚敬熙排行老5，封地在泉州。唐之灵能感觉到那几个新面孔都在打量着他。不过既然他现在还姓唐，皇上没有正式承认他，他也就当不认识这几个王爷。皇上坐在圣首，下面的情况也是看得非常清楚。他同样没有错过那4个便宜弟弟打量唐之灵的眼神。皇上是知道今日沈飞没有来的，沈飞不来，小福宝就没有机会来，皇上还是觉得很可惜的。他也想让4个弟弟看看小福宝的样子，让他们都安分一点。想到这里，皇上觉得小福宝还真不能不出现。王侯爷，今天是太子大婚的日子，小福宝没来实在是太可惜了。
唐之灵本想着熬过宴席就直接回家的，没想到皇上竟然来了这么一出，而且在这么多人面前。他提起小福宝想要干什么？皇兄，小福宝是何人？益州王虽然在益州，也是时刻的关注长安城的动静。他现在提问只不过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罢了。长安城最近发生的事情也都是源源不断的送到了益州。益州王自然是好奇民间都传的小福宝，毕竟他听说唐之灵的身份之所以没有人怀疑，是因为他生了个不得了的儿子。只要他的儿子存在，就没人敢质疑唐之灵皇子的身份。益州王对此嗤之以鼻，他就不相信了，一个小毛孩子能翻出什么浪话？小福宝是我的儿子。小福宝那孩子很特殊，朕看了也是喜欢的紧呐。哦，皇兄这么说，本王就更好奇了。唐侯爷，今日是太子大喜的日子，小福宝是不是也应该来给他哥哥祝贺？皇上暗暗地把益州王的话记在心里，看来老三也是时刻关注长安城的动静啊。刚刚还不知道小福宝是谁，现在就说了这一番话，看来老三的手伸得还挺长啊。小儿年幼，如今也才1岁多，规矩还没学好，属实不适合来此。唐之灵想不明白了，他儿子才多大点儿啊，这一个个的干嘛盯着不放啊？皇上虽然觉得可惜，但想到今日来人确实是不少，人多眼杂的，要是伤了小福宝就不美了。三弟不必急于一时，想要看那孩子，改日也有机会。益州王很无语，他觉得皇上就是没屁咯楞嗓子，净说一些没用的。要不是他提起小福宝，自己怎么也会想见见那个孩子。幽州王和泉州王看似在喝酒，也都是竖着耳朵听着呢。他们刚刚进京的时候就听到了先皇老爹的风流韵事，当时他们都不相信，觉得就是无稽之谈。可是等到见到唐之灵之后，见他也坐在宗亲里面，就知道这事儿是真的。泉州王从前觉得自己真是太苦了，封地在泉州那边，除了海水啥也没有，真是穷得要死。现在有了唐之灵做对比，立即就觉得先皇老爹对他还是不错的，至少先皇承认他这个儿子，也给他封了王，给了封地。泉州王来了一次长安城，心中一直以来的怨气都少了一些，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就这样，唐之灵算是见了一下先皇所有的儿子了，对方也都知道了唐之灵的存在。只不过唐之灵现在还是唐国公的儿子，皇上没有颁布圣旨，大家明面上知道也就算了。唐之灵到家之后，沈妃就眼巴巴地看着唐之灵。怎么样，太子的婚礼有什么不一样？小福宝跟在一边，也一脸求知地看着唐之灵。就是规矩礼节要复杂一些，其他的差别不大。对了，皇上的其他兄弟你见了吗？见了。怎么样，他们好相处吗？有什么特点？这老二呢是个胖子，像是个白面馒头；老三呢是个黑炭头；老四是个弱鸡；老五长得男生女相，像个戏子似的。小福宝可无语死了。对，总之就没好人了是吧？哎，我现在不方便出门，要不然我一定也要去看看那几个人是不是和你说的一样。沈妃听到唐之灵这么说，想象着那几个人要是真的像唐之灵说的那样，确定是先皇的种吗？唐之灵，那几个王爷长得像吗？你说会不会先皇也被别人戴了绿帽子？哎，我也是没有他们的头发，要不然我还能给他们做个实验，帮先皇验证一下。我去，你可真敢想啊，沈妃。小福宝在旁边听着他这个便宜娘亲说的话，更无语了。这你就不用操心了，他们都是在皇宫里出生的，不像我，身份没有被认可。唐之灵说起来的时候，语气有些低落。唐之灵，这你可就天真了，宫里除了皇上，还有护卫和太医呢，也不是没有可能。不是，你这脑子里面装的都是什么呀，沈妃？小福宝再也听不下去沈妃的胡乱猜测。那不可能，皇上的耳目众多，后宫的妃子的一言一行都在皇上眼皮子底下，没人敢这么做的，除非他想他的九族给他陪葬。好吧，这样看来是没有可能。哎呀，我就是说着玩的，你们也别当真了。
还有，你这个小豆丁儿，知道什么呀？就敢反驳我？总之，皇家的玩笑不能开。是呀，咱们家要时刻警醒一点，不能说的话千万别说，要是被皇上听到了，没准会治你的罪的。小福宝看了一眼唐之灵，那倒也不会，皇上的兔崽子恨不得他那几个兄弟都不是亲生的呢。小福宝见唐之灵的手还点着沈飞的脑袋，有些心疼。别点了，他会疼。好吧好吧，你们两个才是一伙的，就我是个外人，行了吧？哼。小福宝白了一眼唐之灵，凑得沈飞更近了一些。那当然，我们俩是一伙的。报！北平郡大捷，唐国公打败了鲜卑大军，夺回了柳城郡、燕郡，射杀了鲜卑太子，踏拔城壁。守城的士兵不敢耽搁，急忙把信件送了上去。皇上接到这个消息也非常开心。好，好，好，真是天佑我大禹啊！恭喜皇上，贺喜皇上，皇上洪福齐天。皇上没想到唐国公这么厉害，竟然杀了鲜卑大皇子拓跋成璧。大皇子可是鲜卑的太子热门人选啊。皇上对唐国公的猜测少了一些。唐国公是大禹朝的栋梁呀，好，好啊！这时候太子刚到勤政殿，就听到了皇上的大笑声。冯公公，都有谁在大殿里？参见太子殿下，恭亲王和陈大人都在。烦劳公公禀报一声，我想见父皇。太子殿下稍等。太子自从大婚之后就去了户部办差，这是他第一次参与朝廷的政事，所以也是非常勤勉。他是太子，所以官员们也不会为难他，只要太子想看的东西也都会送到他这里。太子已经看到了唐国公申请的军赏和物资粮草，都是非常庞大的数字。太子对比了其他地区的军队，发现这里的支出确实是有些高了，这才想着和皇上说说。可是今日竟然这么不凑巧，竟然是唐国公大捷的消息。稚嫩的太子总觉得这个时机未免太巧了一些。太子殿下，皇上请您进去。太子点了点头，走进了勤政殿。皇上，唐国公之前上的折子，请求朝廷派的军饷和粮草，也不适合再拖了呀。北平郡那边苦寒，正是两军交锋之际，军队后方的补给可不能断了呀。好，陈爱卿直接去找刘尚说，就说朕准了。谢皇上。太子听到皇上应允，想说出口的话又咽了回去。太子自然不敢在朝臣面前反驳皇上，这件事他只能是私下里小心的和皇上商量。陈尚书和恭亲王都离开之后，皇上才开口问道：太子，你有什么事啊？父皇，据儿臣所查，唐国公申请的军饷数目庞大。皇上也很肉疼，但是没有办法。这次和鲜卑交战，也是死伤了不少大禹朝的士兵，安家费还是要给的。太子自然是知道这个道理，就是心里有些疑问。父皇，崔将军在安北都护府，大军的人数比唐国公还多，但需要的军饷和粮草都没有唐国公的多。皇上心里不免也有了疑惑。好，这件事我知道了，这次我会派人去查一下的。太子不错，看来你在户部办差很用心啊。太子得到了皇上的夸奖，也非常兴奋。很快，京城的百姓都知道了唐国公大捷的消息，整个京城都喜气洋洋的。沈飞和小福宝正在一起玩游戏，小福宝现在认识的字非常多，沈飞依然还是个半吊子，但不耽误他玩耍。小福宝，你能根据这组数字猜出是什么意思吗？用这本诗集。这是沈飞和小福宝玩的新游戏，根据数字找书上的字，然后解锁出一句话。小福宝非常聪明，沈飞教他一次就会了。娘亲喜欢小福宝。对了，仔仔真聪明，这组数字就是这个意思。以后咱们要是分开了，你给娘写信就用这个暗号。娘亲，我永远不离开你。好好好，咱们一家人都在一起。在门外的乔杉注意到沈飞和小福宝玩的游戏，飞快地跑回了自己的房间，然后也拿出了困扰了他好久的数字。乔杉根据沈飞的思路找出了那几张字条，都是一些大写的数字。他当初只是拿走了这些字条，并没有注意到污渍的书本。
乔杉一刻都不敢耽搁，他得尽快出去把那些书找来。夫人，我要请几天假。乔杉在心中已经想好了几个借口，就等着沈飞问他呢。去吧，等你忙完了就回来吧。夫人，我……乔杉，我知道你来自哪里。夫人，你知道什么？我知道你的主子是皇上。乔杉想解释他的主子也有沈飞，但他没有说出口，毕竟他一切要以皇上的利益和命令为先。乔杉，你会伤害我和小福宝吗？不会，永远不会。我是来保护您和福宝少爷的。那就好，我和唐之灵不会做伤害皇上的事，也不会让你为难。沈飞对目前的生活非常满意，而且现在有皇上这个大靠山，好日子还在后头，他怎么会作死的和皇上作对？乔宇也需要离开吗？他不用，他要留在府中保护您。好，你注意安全。谢谢夫人。乔杉直接出了唐侯府，然后去了对面叫走了好些人手。这天唐之灵回来的时候人还是醉醺醺的，正巧今日有人请他喝酒。彩霞，去端一碗醒酒汤回来。啊，是夫人。武阳，今天因为什么唐之灵会喝了这么多酒？夫人，北平郡大捷，唐国公杀了鲜卑大皇子，拓跋成璧，整个朝廷都非常高兴。武阳，鲜卑的情况你都知道吗？属下只知道一些皮毛，没有和鲜卑那边的人打过交道。哦，那鲜卑可汗多大年纪？有几个孩子？这你知道吧？鲜卑可汗只有2个皇子和1个公主。公主年纪多大？沈飞想到来到京城的那个鲜卑少年，直觉他和这个公主有关系。鲜卑公主的年纪和萧王妃的年纪差不多，那就是30多岁。古代的女人生孩子都早，算算年纪也差不多合适。毕竟小福宝20岁的时候，他也才34岁，还是非常年轻的。夫人，您是有什么怀疑吗？没有，我就是好奇问问。不过这个大皇子死了，那2皇子就有希望了。我听说鲜卑可汗还是非常宠爱三公主的。三公主虽然是女子，也是跟着皇子们一起排行呢。哦，是这样呀，还真是不一样的女子呀。翌日晌午，唐之灵不出意外的起来晚了，好在沈飞已经派人去给他请假了。昨日为什么喝了那么多酒？啊，昨日正巧碰到唐之轩，就多喝了几杯。你和唐之轩的关系什么时候好到可以一起喝酒了？就是偶然间碰到的，我就多喝了几杯，就把他给喝趴下了。有些事唐之灵并不想沈飞跟着担心。唐之轩因为唐国公的事在京城又抖起来了，沈飞听到唐之灵不想仔细说，也就没再问。夫人，沈玉少爷受伤了。什么？沈玉在五峰庄好好的，怎么会受伤？夫人，马海人就在外面等着呢。快把他请到会客厅，我这就过去。放心吧，想来不是大事。沈玉还是个孩子，我把他放在庄子里好几个月都没有去看他。正巧今天我也没事，我去庄子里看看他吧。我也和你一起去，我要亲眼看到他才放心。好，那咱们一起去吧，把他接到府里住。沈飞想到唐之灵的身份，倒也不必害怕一周王了。好，以后就让沈玉在府中光明正大的生活。行，都听你的。唐之灵扶着沈飞直接来到了会客厅，见到了马海。夫人，沈玉少爷受伤了，咱们放在粮库的粮食都被人惦记上了，有贼人闯入，是慌乱中杀了沈玉少爷的。什么时候的事？怎么现在才来禀报？沈玉伤得严重吗？请大夫了吗？沈玉少爷的后背中了一刀，大夫已经看过了。不过，少爷想见夫人，所以我才来请夫人的。好，我现在就去把沈玉接回来。好，那咱们现在就出发。侯爷，夫人，这要不你们明早再去吧。现在去了城外庄子，恐怕要在庄子上过一夜了。嬷嬷，家里就有你看着，我们明早坐马车就回来。乔宇，把小福宝抱上来。夫人，小福宝正在睡觉呢，要不然就把孩子留在家里吧。不用了，我们带着吧。到了傍晚，终于到了沈飞的庄子五峰庄。一行人下车之后就被引进了主院。沈飞被明月扶着，直接去了沈玉的房间。谁呀？沈玉，阿姐来看你了。
沈玉的眼睛一亮，想要起身，直接又趴在了床上。阿姐，你来了，太好了。等到看到沈飞的大肚子，阿姐，你又有娃了。沈玉，抱歉，我现在才来看你，伤得重不重？大夫怎么说的？阿姐，没事儿，我感觉啊，我恢复的挺好的，我就是想见你了。那就好，我早就应该来接你了，这都快过年了。我想和阿姐单独聊聊。好，我先带着小福宝去看看仓库，你们聊。于是唐之灵抱着小福宝就走了出去，屋子中就剩下沈飞和沈玉两人。阿姐，前段时间益州王是不是进京了？他是来参加太子的婚礼的，应该不是冲着你来的。如今我们谢家只有我一个人了。阿姐，我前段时间听马大叔说，有人又去长乐村打听我和李姑姑的事儿。沈玉，你放心，那场大火是所有村民都见证过的，就算是益州王的人找过去，也不会发现什么问题。我听马大叔说，有人悄悄地挖开了李姑姑那2座坟，他们会不会看出端倪？毕竟李姑姑是中毒死的，我听说中毒的人骨头都是黑的，那武阳哥哥找来的尸体骨头是白的怎么办？沈玉自从听说有人去挖李姑姑的坟的时候，就开始担心了，就害怕被找到，然后连累了沈飞和小福宝。这次庄子遇到了贼人，更是吓坏了沈玉。放心，这一点我早就想好了，你是因为喝了我的药剂才没有中毒，但是武阳找到的那个尸体，我已经让他在埋葬的时候在身体里注入了毒药，所以你是不会被发现的。阿姐，你真是太聪明了。那当然。阿姐，你想知道益州王为什么要揪着我们谢家不放吗？因为什么？阿姐，我们谢家曾经是巴东郡首富。首富？多有钱？多有钱我也不清楚，不过益州王从我们家拉走了好些财宝，几十万两是有了。那益州王对你们谢家赶尽杀绝，是为了你家的钱？不，阿姐，不仅如此，是我们谢家的山上发现了铁矿，我父亲发现之后就已经上报给了朝廷。本来我们家觉得只要上报上去就没事了，谁知道会因为这件事儿招来了灭家的惨案，而且民间都流传谢家先祖有宝藏。我操，还有宝藏？真的假的呀？不过单单有这个谣言就够让人心动的了。唉，怪不得谢家被人盯上了呢。益州王动的手，他就这么明目张胆？当然不会，外面都说我们家是遭遇了山贼，山贼洗劫了谢家，可是我知道不是，那些山贼都是官兵假扮的，普通的山贼根本不敢洗劫谢家。那你是怎么跑出来的？我那日正巧有事儿，在同窗家。等我回到家的时候，发现家里的人都死了，还遇到脸受伤的李姑姑。后来就是李姑姑带我辗转离开了巴东郡。我们谢家除了益州王拉走的财宝，还有其他的财产。民间流传的宝藏是真的，阿姐，我想告诉你位置，以后我有什么意外，那些钱你可以取出来。哎，不用，那钱你留着吧。阿姐，那钱一直在一处，没人看守，或者什么时候就被别人发现了也说不定。那钱有多少？有300多万两。300多万两？这么多钱？这处位置只有我知道，也算隐秘。但是谢家那处铁矿，我父亲觉得益州王没有禀报给朝廷，应该是在偷偷开采。我觉得是我父亲发现了益州王的秘密，我们谢家才会被灭门的。这个益州王所图甚大呀，真是端掉了谢家，不仅有钱了，就是武器都有了。这个黑探头野心不小啊。阿姐，你过来。沈飞把头凑了过去，沈玉在沈飞的耳边嘀咕几句。沈飞没想到沈玉会这么相信他，直接就把宝藏的位置告诉了他。阿姐，我要是有什么意外，这钱你就留着花，给小外甥花也行。沈飞看着沈玉有点心虚，
因为沈玉还不知道唐之灵的身份。认真算起来，小福宝也是皇家人，和益州王还是亲戚。沈玉，你好好的，这钱先不要动。我估计益州王已经相信咱们的障眼法，以后你就安心的生活就好。不过沈玉这个名字确实也不适合用了。沈玉，要不然以后你就男扮女装吧。这，阿姐，那怎么行呢？对，咱们早就应该这样了，先委屈你几年，等你长大了再还回来，这样你在府中出现也不显眼。沈玉看沈妃都已经决定了，也是很无奈。沈玉，这次你跟我回府就穿我的衣服吧。都听阿姐的。好，那你好好休息，我出去看看。沈妃和沈玉谈完之后就出来找唐之灵了。沈妃并不知道，她和沈玉的对话全都被跟来的暗卫听到了。两人互相看了一眼，趁着夜色急忙向皇城飞奔而去。这件事情太大了，他们是片刻也不敢耽搁。唐之灵，怎么样？粮仓的损失严重吗？丢失的并不多，不过真是奇怪，到底是什么人干的呢？五峰庄的粮仓有5间，只有1间丢失的多一些，剩下的4间的粮食都是好好的。明天还是报官吧，让那些捕快来查查是哪一伙人干的。好。对了，沈玉那孩子和你说了什么呀？还神神秘秘的。沈玉说了他的身世，还告诉了我一个大秘密。什么秘密？沈玉他是有什么冤情吗？沈妃想了想，就把能说的说了一遍，掩藏了沈玉家有宝藏的事，只是说了益州王和谢家的恩怨。就是这样，沈玉和益州王有仇，益州王灭了沈玉一家。你说益州王在私自开采铁矿？我也不确定，这还是沈玉的猜测。不过因为这样，谢家一家全都惨死了。小福宝听着两人的谈话，皱着小脸儿。谢家，沈玉的祖父是谢承业吗？小福宝问完之后就后悔了，他干嘛要开这个口啊？沈妃和唐之灵两人都木呆呆地看着小福宝。仔仔，你知道谢承业？你听谁说的？唐之灵眯起双眼看着小福宝。他现在想起沈妃从前说的话了，他的儿子是早慧，可这根本不是早慧的范畴啊。小福宝被唐之灵看得不自在，小脸露出心虚的笑容。怎么啦？这么看我干什么？仔仔，你怎么知道谢承业的？不知道。仔仔，告诉娘亲，你都知道什么？小福宝滋溜一下从椅子上滑了下来，谁料下来的太急了，一下子就摔了个屁股墩儿。小福宝，唐之灵还以为小福宝会哭，谁知道这小子直接揉了一下肉嘟嘟的屁股，转身就跑了。我困了，要睡觉觉。沈妃看着小福宝的背影，觉得他这就是心虚。不过他不着急，总能问出来是怎么回事的。太极殿，皇上听到暗卫的禀报也是一惊。你们说的可是真的？是，陛下。属下亲耳听到侯夫人认的那个叫沈玉的弟弟亲口承认，他们谢家是巴东郡首富。皇上眯缝着双眼，老三真的在私自开采铁矿，还有拿走谢家那么多钱，到底想干什么？皇上想到益州王曾经和他的斗争，心里也是一沉。有钱又有武器的老三，难道还没死心？去，派几个人去，把那个叫沈玉的孩子偷偷带回宫来。陛下，侯爷和侯夫人一直跟着那个沈玉，恐怕不容易得手。皇上想到唐之灵，觉得暴露也没关系了。你直接带着圣旨去，就说我要见沈玉那孩子。皇上想到乔杉曾经跟他禀报过，沈妃已经猜到了他的身份，知道乔杉是他派去的人。告诉他们，朕只是想问一些话，不会伤害沈玉的。是，陛下。对了，把小福宝也接进宫来，告诉唐侯爷和唐侯夫人，朕想要小福宝在宫里住些日子。皇上觉得现在说开了也好，他再也不用偷孩子了。现在他完全可以光明正大的见小福宝了，他可是小福宝的皇伯父呢。此时皇上知道了益州王的消息，心里已经有了应对方案，但还是拿不准。小福宝的运气一向好，到时候正好可以让他来抓个阄。冯宝，你亲自去接小福宝。是，陛下，老奴一定把人给接进宫。冯公公，
您怎么来了？老奴见过唐侯爷、侯爷夫人。冯公公客气了。唐侯爷，皇上有口谕，想要见沈玉公子。沈妃暗道：糟了，他没想到皇上除了乔杉，竟然还有其他人监视他们家。冯公公，皇上怎么知道沈玉的？为什么要见他？唐之灵却是觉得这是个好机会。沈玉和益州王有血海深仇，在大禹朝唯一能替他报仇的人，恐怕只有当今皇上了。冯公公，沈玉那孩子前些日子受了伤，您带他回去的时候要注意着点啊。唐侯爷请放心，宫里的太医会替沈玉少爷看病的。沈妃刚刚被唐之灵拉了一下，也想明白了，沈玉见皇上也算是一条出路。冯公公请随我来，沈玉就在屋中。沈玉在房间里已经听到了外面的动静，知道皇上要见他。沈玉心里还是很期待的，如果见了皇上，他们谢家的仇或许可以报了。最后沈玉穿戴好之后被放在了马上，是一名护卫带着他。皇上口谕还想见一下福宝少爷，想让福宝少爷进宫玩几天。哈？沈妃非常惊讶，皇上好好的为什么要见他的崽崽？公公，小儿还年幼，恐怕不适合进宫吧。唐侯爷请放心，皇上不会伤害小福宝的。反之，皇上非常喜欢小福宝。皇太后曾提过，小福宝的容貌非常像先皇，皇上也是想看看他。沈妃想起来了，那时候进宫，皇太后确实对小福宝的长相格外的在意。唐之灵知道冯公公是带着皇上的口谕，那也是圣旨。那请冯公公好好照顾小福宝。唐侯爷放心，我保证小福宝在宫里不会受到一点伤害。冯公公，乔宇可以一起进宫吗？我想让他照顾小福宝。好，没问题，乔宇姑娘一起来吧。沈妃非常不想让小福宝去，可现在是皇权社会，他们一家没办法反对。还有，沈妃直觉皇上不会欺负小福宝。冯公公，小福宝还小，你们能早一点送他出宫吗？好，我回去会帮侯夫人传达您的意愿。小福宝这次没有反对，是他确实想进宫见皇上，毕竟发现了益州王的事，小福宝很想知道皇上会怎么处理。乔宇，你要帮我照顾好小福宝，不要离开他身边，好吗？夫人放心，交给我吧。于是沈妃和唐之灵两人眼巴巴地看着冯公公带着小福宝和沈玉离开了。马海看到这些护卫都离开了，也是松了一口气。